风宇恒医师，地市特种兵营地发生严重爆炸事件，伤亡严重，速前往营地救援。我靠！我靠！我到底死了哪？凤宇恒，12岁，大顺朝左相大人凤锦元嫡女。3年前，外祖一家获罪，被贬荒州，父亲怕受牵连，联合祖母将母亲饶氏贬下堂，再把府中姨娘沈氏扶正。我靠！别怪我们，我们也是受命行事，谁叫你们命中带杀呢？你们待在京城会让整个凤府家破人亡。就是，真晦气。老爷说你们以后就待在这里自生自灭吧，能把你们护送到此也算是我们仁至义尽了。我们走。我勒个去！如看电影回放一样，回顾完原主的一生，凤宇恒这才不得不接受一个现实：穿越了！你的委屈我都明白，既然我来了，必不会让那些欺负过你的人好过了去。凤府对吧？这笔账我会替你好好清算。谢谢。看来这身体的原主死得很不甘心呢，听到承诺才肯离去。有那样一个爹，有那样一家子所谓的亲人，是该恨的吧。哼，那丫头卖到城府的醉花楼至少能得50两银子，咱只要干成这一笔买卖，别说给狗娃子娶媳妇儿，就是我再掏2个小的都够了。你想得美，敢讨小的，我拼了跟你一起下大牢也要把这事告到衙门去。不对呀，明明就是扔在这个地方，人呢？哎呀，该不是跑了吧？不可能，那药的分量足够他睡2天2夜，怎么可能当晚就醒？那你说，人哪儿去了？你跟我好有什么用？人打晕了之后，咱俩一起给灌的迷药，你自己眼瞅着的，怎么光赖我一个人？谁打我？哪有人？有，刚才有人打我脑袋。快走！
眼见那二人跑远，凤羽恒不再去理那两人。刚来第一天，还是不要惹出人命的好。尘归尘，土归土，烧了总比抛尸荒野好。突然身后不远处传来一声轻哼，凤羽恒转过身，一个男人。凤羽恒惊得汗毛都竖了起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而他竟然没有发现。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看够了就出去。山是你家开的，缝是你家挖的，我偏不走，你能把我怎么地？哼！哼！现在要走的不只是我啦，你也得走。照这个烧法，这地方很快就要被燎原了。算了，我扶你一把。你能勉强走动吗？你倒是说话呀！我倒是烧不大，可你不觉得味道越来越重吗？这山缝子正好迎着风，我们是在闻烤尸体的味儿啊，烤人肉啊，烤！别说了，你试试拉动草席子，看能不能把我拽出去。这么严重？我看看。别动！你有病啊！没病会在这坐着，我不是有意推你，力气使得大了些。好心当成驴肝肺，不愿走就继续在这里闻烤肉味儿，本姑娘不奉陪了。你等等！凤羽恒觉得自己对长成这样的男人一点儿抵抗力都没有，算了。往这边走，不远有条小溪，风向也向北，吹不过来。好。终于连拖带拽的把人从山缝里弄出来了，凤羽恒都快累死了，草席子都磨破了，你再忍忍。没事。要把你摔狠点，你就不说没事了。哼，小小年纪如此狠辣，适才你手里的石头子再多些，只怕那二人也得被烧死吧。你什么你？如果你没打算放过伤你这两条腿的人，那就没资格指责我。向来恶人有恶报，他们若不害我，哪来今日恶果？切！从未有人这样与他说过话，没有卑躬屈膝，没有趋炎附势，也没有礼待尊重，他有自己的想法，会对他的话大胆质疑。还走不走啊？不走了，累。这时，就在刚刚二人栖身的山缝处，出现了两个人影，四下晃动，像是在找着什么。喂，是找你的吧？为什么就不能是找你的呢？怎么可能？我娘重病起不来，我弟才6岁，村里其他人要么想着害我们，要么避之不及，奔着山缝去的，定是知道你落脚处。看了看凤羽恒那吊儿郎当又有些小聪明的模样，这丫头甚是有趣，甚是有趣。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主子，属下适才寻不到主子，还以为出了事呢。这是属下从府城寻来的大夫，让他给主子看看伤吧。有劳了。不敢不敢。你是谁？一个纵火犯。你哪只眼睛看到火是我放的啦？两只眼睛都看到了。
这位公子，你这膝盖骨都断了。啊，我知道。先生可会接骨啊？会倒是会，只是接骨产生的剧痛，怕是常人受不得呀。老朽是在出诊的路上被这位小哥抓来的。药箱里只有几种常用的药材，并没有备吗啡散呐。没有麻药会疼死的。而且不光是要接骨，这西处的烂肉也得先刮去才行。老朽瞅人伤处都肿了，只怕……哎呀，这荒山野岭的，要不让这位小哥背上你，随老朽回府城医馆吧。不行，就在这里治。哎呀，不行，没有吗啡散，这样的伤，老朽可不敢治。凤羽恒不愿再听他们争扯，他两只手在松散的衣袖间交叉相握，只觉抚过右腕时有微微热度传来。一刹间，他看到了不该看到的东西。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一刹间，他看到了不该看到的东西。前世，他开在省城的私人药房，凤羽恒试了试，竟然通过意念，很容易就能把药房里的东西调出来握到手里。这样奇怪的发现，必须得找个安静无人的地方，好好查看一下才行。别动，姑娘，对不住了，不管你是什么身份，只怪你今日不该在这里见到我家主子。主子，白泽，主子息怒，一个孩子而已，让他去吧。可是，如果走漏了风声，白泽，同样的话，我不想说第二遍。是，多跟你家主子学学吧。杀人灭口的事就算要做，也别当着还有用的人做。大夫这行业向来不公开不透明，人家若是有心计较，随便动动手脚，他这两条腿就可以彻底报废了。你别得寸进尺，小小年纪道理还懂得不少。白泽，你跟他学学，人家说的一点都没错。主子，别说了，回家去吧。不是说娘亲还病着吗？那什么，我帮帮你吧。这话一出口，凤羽恒就想抽自己一大嘴巴。独善其身懂不懂？哪儿都有你呢。你想怎么帮？当然是先止痛。老先生，刚才你也看到了，他们为了保证行踪隐匿，想杀了我灭口来着。你说句话，给个承诺什么的，不只要保证你的生命安全，我今天帮你的事儿也不能说出去。你到底是谁？我就是一个山村里的孩子，早年间遇到一位波斯奇人，给了我些好东西。今天我要用这些好东西救你家主子，但我不想被更多的人知道我手里有奇货，懂？懂。老先生只把我当做普通病人就好，做完你该做的，我自会让白泽送你出山，绝不会伤你性命。当真？只要你不将今夜之事说出去，便当真。今晚我什么都没干，我就出门看诊迷路了。来吧。这位公子，剩下的就是调养了。白泽，把先生安全送回府城。那您呢？我留下照顾他。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认识你这么多年，你杳无音讯。是白泽回来了。既然你的人回来了，那我就走了。去吧，小心些。真是不公平，治你的腿我也有份儿，
怎么就不说让白泽也送送我？我说着玩的，不过我为你消了灾，你是不是应该给点报酬？你想要什么报酬？我不但帮你治伤，还出了3种药，另外还送了剩下的药给你。你说这些值多少钱？我知你那药千金难求，只是我现在的确拿不出那些钱来，最多20两，都是碎银子。想来你在山里用着也方便。20两。如果今后有机会再见，纵使姑娘求要千金，我都不会说一个不字。就这样吧，那我就走了。望着远走的小小身影，瘦弱的可怜，又透着倔强，向来表情不多的脸上浮起了淡淡的笑来。主子，是在笑吗？事情办得怎么样了？送到山口处打昏了，醒来之前能不能保命，就得看他自己的造化。主子，那边要不要属下去处理？不用，我们明早就出山。属下遵命。突来的消息，那个人是你，这么多年你杳无音讯。时间的橡皮擦掉了记忆，但我迟迟却没有忘记你。如果今后有机会再见，纵使姑娘求要千金，我都不会说一个不字。切，你不爱听这样的话，哼！今后有机会再见，这样的话一出口，多半就是再也见不到了。凤羽恒按着原主的记忆往家的方向走。时间的橡皮擦掉了记忆，但我迟迟却没有忘记你。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哎呦喂，总算是回来了，活着就好。滚一边去！今儿你们必须从这给我搬出去，房子我要收回，想继续住就给我交1年的租子。等我们家阿恒回来好不好？就算要搬，也得等孩子回来。你们家阿恒他早就跑了，说是进山采药，去了2天都不见回来，不是跑了就是被狼给吃了。你还有什么指望？我姐不会被狼吃，阿恒不会丢下我们的。求你再让我们等1天，1天就行，1天也不行，赶紧给我滚出去！突如其来的袭击，昨晚乱葬坑里发生的怪事又回荡在徐氏的脑子里，就是像刚刚那样，一下一下，又疼又可怕。姐姐，你终于回来了！他们说你不要瑞儿和娘亲了。凤子瑞，原主同父同母的亲弟弟，可是怎么跟他前世刚6岁就夭折的弟弟生得一模一样？前世妈妈生弟弟的时候难产离世，母亲的样子在他心中已经逐渐模糊，而今姚氏的眉眼那般亲切，已经多年不见的模糊的影像又附在眼前。阿恒，凤羽恒忽然就笑了。这个陌生的年代，他并不是一个人。感谢老天，这一次穿越原来竟是如此体贴的安排。阿恒，阿恒，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没事，娘亲放心，有阿恒在，谁也不能欺负咱们。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娘，别哭。
徐婶子悲伤的不轻，昨天进山采药，耽搁在山里，也不知怎的，就听到那深山里头鬼哭狼嚎的，好像有好多冤魂在叫什么。哦对，要跟烧了他们的人讨债。你才是厉鬼，你才是冤魂。托你的福，凤羽恒的确是，但阎罗却不收我。1年前我娘生病，凤家当初给我们的银子只剩下50两，我娘全给了你，可是50两银子只喝到3副药。徐婶子，这笔账我们好好算算，那要极贵。你们的儿女也都看着呢，这世上会有报应，你别不信。瞎了你的狗眼！山村妇人好大的口气呀，也不睁开眼看看，有这样马车的人家，也是你惹得起的。娘，凤羽恒看了姚氏一眼，似乎想到了什么。孙嬷嬷，姚氏当年的陪嫁，在姚氏母女3人被送到山村后，就扣留在凤府。夫人，您受苦了。嬷嬷也被赶出府了吗？没有。夫人，老奴是来接您和小姐少爷回府。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娘，别怕，一会儿回到府里，咱们可得把那车夫的事跟父亲大人讲一讲，让父亲给我们做主才是。父亲一定会严惩坏人。府里除了这样的下人，老爷一定会彻查，不可以一回来就给你父亲找麻烦。咱们能平安回府就是幸事，车夫的事就说他摔死在半路，其他的莫要再提了吧。若真是车夫生事，那算是万幸了，只怕容不得我们的是那车夫的主人。娘，你记着，有的时候忍一时并不能风平浪静，退一步也不见得海阔天空。你们要进城赶紧进，等会九皇子班师回朝，进了城最好先找个地方把马车停好，千万别冲撞了贵人。谢了，驾。九皇子打的胜仗，比皇上献帝的期限整整早了2年，是咱们大顺的战神啊！九皇子千岁千岁千千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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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风拂过你那心枝桠，他凭那远眺那个他。是他，
他能确定，那车辇里戴着黄金面具的人，就是他刚来到这个世界时在山里见到的那名男子。那个人就是九皇子吗？阿恒是说坐在车辇里的人，既然是引九皇子回京，那肯定就是了。孙嬷嬷，你之前说凤家接我们回来是为了什么来着？小姐，是为了您跟九皇子的亲事。阿恒，苦日子就快熬出头了，如今九皇子有军功在身，即便是在其他皇子面前，那都是要高出一头的。我的阿恒有福气了。凤羽恒从不相信服不服气之说，催了姚氏和孙嬷嬷上车。白色，去茶。是。这么好看，属下遵命。点个订阅吧。玉，哼，总算回来了。左相凤府，凤羽恒望着眼前匾额上补4个大字，心中有讽刺的笑声荡起。堂堂左丞相，竟干得出为求自保、宠妾灭妻、弃子女于山村不顾的事情来。他真想知道，那位父亲再次面对他们时，会是副什么表情。夫人别急，定是下人往里头通报去了。凤子睿的一句父亲是不是不愿意见我们，已经问了3遍，就在刚要问出第4遍时，大门终于再次打开。夫人，二小姐。凤府的大门还真是不好进。二小姐言重了，是守门的下人不懂规矩，还请二小姐先随老奴去正堂。老爷夫人还有老太太及诸位诸子都在正堂等着您呢，耽搁了就不好了。回头啊，那不懂事的下人随二小姐处置。哼，前面带路。哼，我与你父亲念着当初的情分，也是想着你们姐弟才接你们回府。既然回来，就要懂得感恩。是，人人皆知，父亲最是重情重义。当初若不是顾念着沈姨娘的娘家为父亲赶考花费不少银两，父亲也不至于把当家主母的位置换给沈姨娘做。可见父亲不是忘恩的人，人品贵重。下贱的野丫头，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下贱的野丫头，母亲。母亲，母亲，父亲，快叫大夫给母亲看伤吧。宋夫人回进御院，请府里的客卿大夫去看伤。是，老爷。贱人生的贱种，半点规矩不懂，养在山里几年愈发的野性，小小年纪就一副狐媚的样子。清清白白的小姑娘眼睛里哪来的这股媚态？这双眼睛灵动非凡，是五官中她最满意的，哪里就有媚态了？这泼妇撒起泼来，还真是什么话都能往外说。母亲，
您是摔倒头，摔糊涂了吧？陈宇，扶你母亲回京医院。是，父亲放心，我会请大夫为母亲好好看看，可别落下病根才好。沈姨娘，阿恒是帮着父亲念您的好，让父亲不论何时都记得沈家当年的大恩。够了，过去的事休得再提。老爷，你什么意思？难道我沈家当初对凤家的付出都是假的？我不是那个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阿恒妹妹，你怎的跟母亲一口一个姨娘的叫？这像什么话？母亲都被你气糊涂了。母亲，阿恒妹妹刚回府，不懂规矩，还需您以后多教着点儿。阿恒，咱们刚回府，你不能这样。是阿恒叫错了，对不住沈姨。哦，母亲，主要是以前叫姨娘叫习惯了，一时不好改口。一个一个越来越不像话，嫡母没个嫡母样子，庶女也没个庶女样子。我凤家的规矩都是摆着好看的吗？老太太，您可得给媳妇儿做主啊！做主？你倒说说，让我给你做什么主？当年就有人说这丫头是煞星，咱们把她送走这几年，府里多安生，可她一回来就闹出血光之灾，这样的煞星怎么可以留在府里？夫人，阿恒怎么会是煞星？那是妖人胡说八道的。那今天这事儿作何解释？这丫头命里带煞是人人皆知的事，照我看应该送到城外庙里去。送姚姨娘和二小姐、二少爷回柳园安顿，一应奴仆下人吃穿用度按姨娘份置办。什么？老爷你说什么？我说让姚氏带着阿恒和子睿到柳园安顿。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不行，他们留在府里，那我的陈瑜怎么办？母亲，不管谁在府里，陈瑜都是凤府的嫡女，这一点不会变的。是，陈瑜是我凤府嫡女，这一点永不会变。哼。凤锦园不知道这个女儿是何时变得这般不可琢磨，而凤羽恒印象中，这位父亲也曾对着原主笑过，何以现在竟连一丝父女情分他都感受不到？回柳园的路上，凤羽恒一直在猜管家何忠到底和凤锦园说了什么。凤家之前千方百计都要挪给凤沉鱼的婚事，缘何凤锦园突然又改变了主意？唯一的可能，九皇子出事了。阿恒，你是不是赶路太累了？怎么？娘亲想说什么？是踩在正堂，你怎么那般犀利？从前我们事事遵从凤家安排，到头来又换来了什么？西平村这几年的日子，娘亲难道还没过够吗？提起西平村，姚氏也没了脾气。这座凤府之所以他还选择回来，只是想给一双儿女寻个好的前程。那车夫的事，老爷怎么说？人家根本不管咱的死活，连做个关心的样子都没那个耐性。所以娘亲啊，嬷嬷啊，别再指望凤府对咱们有多好。嬷嬷啊，去柳园还有多远？穿过那个月亮门，过一条回廊，再绕一个小水塘，经一片小花园，在花园后头走上近300步就到了。凤羽恒失笑，凤家讨厌他们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住的地方安排得如此远，我们走吧。好。这
这柳园早些年就有。府里大少爷凤子浩在13岁那年，曾经宠过一个叫柳儿的丫头。那时凤子浩还是庶子，柳儿最多也就算是个通房，根本没资格在府里开园子。但凤子浩极宠柳儿，央着沈氏去求你父亲，最终你父亲同意，让沈氏自己出钱，将府里最偏的一处马房改作院落给柳儿住。可惜那柳儿命薄，还没等住进来，就掉到水里淹死了。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可惜那柳儿命薄，还没等住进来，就掉到水里淹死了。说起来，那柳儿死的也蹊跷。我记得那年有一日大少爷赴宴晚归，是大小姐亲自去给柳儿送的饭。柳儿吃完后又忙了一会儿，当晚回去时就有些晚了，经过水塘时一脚踩空，生生淹死。姐，怕吗？不怕，很好。子睿，你记着，你是凤府的孩子，你的成长就注定会比别的小孩多些坎坷。姐姐不可能一辈子给你庇佑，但是不要怕，要想在这种吃人的地方平安活着，你就必须得有承受风雨的能力。好的，姐。给姚姨娘问安了，姨娘可还记得老奴？李嬷嬷，正是。大夫人说了，姚姨娘刚回府，诸事不便，换了不懂规矩的婆子来，怕是伺候不好，就让老奴带着2个大丫头先过来帮衬着，真是有劳大夫人了。凤雨恒冷眼瞅着前面3人，说是下人，但衣着体面，态度毫不卑谦。李嬷嬷是老人，面子功夫做得很足，但满喜和宝堂则不然，一个鹅黄，一个淡绿的轻纱坠地长裙，这哪里是干活的料？哼！既然人头来了，那就开工吧。这满院子的灰调就由满喜和宝堂负责清理，李嬷嬷打个下手，孙嬷嬷跟着我一起收拾里屋。窗臼上的灰，房子顶上的土，院里这些破烂东西都给我打扫干净。地面要用水泼，再拿刷子刷出本色。你们做下人的，想来这些事情不用我过多吩咐，那就抓紧些，干完了就能吃午饭了。凤雨恒他一口气把话说完，率先推开正房房门，迎着扑面而来的灰尘就进了屋。嬷嬷，咱们真要干他说的那些粗活吗？你们若是就想这样回去见大夫人，那我也不拦着，只是要好好想想大夫人吩咐的事，什么都没做成就回去，仔细你们的皮。李嬷嬷，去给我提桶水来，再找个空盆子。是。呛死我了，这是什么鬼地方？四妹妹，别这样，还要我怎样？三姐你放心，父亲让他们住在这里，摆明了就是厌烦。那姚氏的娘家出了多大的事儿，咱们凤府没跟着受连累就是万幸，现在又把他们接回府里已经是大恩，难不成还要好言好语的哄着供着吗？哼！你个奴才瞎了狗眼！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你个奴才瞎了狗眼！混账东西，都给我拉出去乱棍打死！乱棍打死！四妹妹快别喊了，赶紧回去换身衣服吧，这样子被别人看到不好。凤雨恒，四妹妹走路也不看着点儿，捂着门口刚打扫干净，又被你挡了一盆水，真是麻烦。满喜，赶紧把门口弄干净。你多谢2位妹妹来探望，但我们这院子现在实在脏乱得很，没法请妹妹们进屋喝茶，就先请回吧。至于四妹妹弄脏院子的事，妹妹放心，
我是不会跟长辈们说的，毕竟妹妹也是好心来看我，再因这事受到责罚就不好了。睁眼说瞎话，她这二姐姐行啊。二姐姐当年走得急，好些衣服都没带走，我帮着二姐姐留了下来，现在你回来了，还给你。哼，只可惜这衣服当初是做给凤府嫡女穿的，你现在区区一个庶女，早就不配这么好的衣料了。没错，庶女，彼此。四妹妹是不是觉得这样子离开不太好？要不这样吧，满喜，把你的衣裳脱下来给四小姐换上。这二小姐，不是奴婢不愿换给四小姐，只是您看，奴婢比四小姐高出一个头呢，这衣裳四小姐也穿不了啊。那四妹妹，你就挑没人的地方跑快点，再耽搁，只怕被更多人撞见就不好啦。你，哼！三妹妹，别来无恙啊，无恙，都好，二姐姐也还好，母亲，姨娘可还好？听着想容下意识的就跟姚氏叫母亲，凤玉衡面上的笑便又真了些。想容挺尴尬，一缩手，从袖口里拿了个小纸包出来，塞给子睿，里面包着几块点心。说来久了，姨娘还等着我呢，有空再来看二姐姐。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二妹妹，啥？二妹妹昨晚睡得可好？柳园那边虽说偏远了些，但却是府里最安静的一处所在。以往我就喜欢那园子，和父亲说过几次，父亲都不肯给我住呢。看来父亲还是更疼二妹妹多些。大姐姐说的哪里话，这些年我在山里都是姐姐替我在父亲跟前尽孝道，阿衡怎么敢跟大姐姐争这份宠爱？更何况父亲那样重情重义之人，不管是念着父女之情，还是念着当初沈姨娘钱财相助之恩，都是会把大姐姐放在心中第一位的。哎呀，真该死，怎么一开口就是沈姨娘？看来这小时候的习惯真是要不得，应该叫母亲才是。还好父亲不在，不然阿衡要受罚了。大姐姐不会跟父亲告状吧？二妹妹真会说笑，你不懂得规矩，我自然会慢慢教你，又怎会做出背地里告状的事情来？快些进去吧，祖母该等急了。得谢大姐姐。陈瑜给祖母腰病，往年不都是冬日里才犯的，怎的今年才夏末就开始疼了？唉，人老了，一年不如一年了。阿衡给祖母问安，怎的穿成这样？祖母是说阿衡这身衣裳不好吗？可这是昨日四妹妹特地给我送来的呀。四妹妹说当年我离府之后，这些衣裳她就一直珍藏着，如今我回来了，赶紧就还回来给我穿。祖母，阿衡刚回府，不想驳了姐妹颜面，既然四妹妹送来了，自然是要穿的。又来了，二姐姐，我开始有些期待你接下来还会说出什么话了。点个订阅吧。又来了，二姐姐，
我开始有些期待你接下来还会说出什么话了。四妹妹这样喜欢我的衣裳，二姐姐很感动。只是从前那些都是姐姐穿过的，你不嫌弃还穿了这些年，姐姐心里实在过意不去。来，这是昨天宫中特地给我送到柳园去的新衣，就送给四妹妹，希望妹妹不要嫌弃。这是什么鬼东西？是裙子啊，颜色还挺好看的，哪里会有这样的裙子啊？你快拿走，快拿走！凤羽恒，你这是诚心害我吗？这种裙子穿在身上，肉都要被磨下来的。府里怎么可能把不好的衣裳给自家女儿穿？四妹妹，快别开玩笑了！谁跟你开玩笑？我不要你这鬼东西！你这是存心害我！我怎么会害妹妹？这真是李嬷嬷拿回来的好东西啊！滚开！都给我住口！一来就吵吵闹闹。凤府的庶女怎的就这般没个样子？你们看看陈瑜，端庄稳重，从不以物喜，亦不以己悲。再看看你们自己，祖母，分明是凤羽恒要拿一条割人的破裙子害我，您怎能不治他罪过？老太太气得撑着力气就要起身，刚一欠身就哎呦一声又坐了回去。一看老太太腰病犯了，凤晨瑜赶紧凑到跟前问道：祖母，要不要请大夫来看看？看了也没用，这病年年犯，他们给开的那些个苦汤药从来也没见效过。祖母这病症可是从腰部一直向下，经大腿后方、小腿外侧，直到足部都有抻痛感。这种病症叫做腰间盘突出症，最初的表现只是腰痛，但若祖母已经痛到下肢，那便算是重症了。能治吗？要看情况，在犯病的时候必须要卧床，期间不可做弯腰持物动作。还有，卧床要卧硬板床，不可软。像大姐姐拿来的这种软枕，便是这种病症最忌讳的东西。不知二妹妹是从何处听来这些医理，可有经大夫确认过？你们若是不放心，自可去请大夫来瞧瞧，看看说法是否跟我说的一样。另外，从前给祖母看过病却没有正确诊治的大夫就不要请了。凤羽和他无意再说，跟老太太俯了俯身，到凤享荣身边坐了下来。除了卧床还有什么办法？还有推拿按摩，但必须要经验丰富的大夫来做，否则很容易适得其反。祖母放心，陈玉一定会寻访名医为祖母诊治。满姐姐这是怎么了？二小姐，奴婢不知，就是脖子有些痒。为何你的脖子有一片片的红？奴婢不知，奴婢真的什么也不知。怎么会这样？又怎么了？这衣服居然掉色。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又怎么了？这衣服居然掉色。定是宫中备的料子出了问题。沈氏，你是当家主母，这事儿就交给你去处理。另外今日便着人为阿恒和子睿还有他们娘亲重新备衣裳，现做来不及，就先出去买几件成衣。是，媳妇儿知道了。正好阿恒也在，有个事情没不说了，阿恒你不要太伤心。今日早朝有朝臣在议立太子之事，被皇上驳回。不是说九皇子班师回朝之日就是立太子之时吗？九皇子是昨日回来的，为何皇上不但没有动静，今天还驳回了大臣的上奏？这件事情儿子也是刚刚得知，原来九皇子确实退了敌方大军，守住了疆土，可他自己也身受重伤啊。
伤到什么程度？双腿全废，容貌尽毁，就连子嗣上，唉。还好，怪不得你父亲昨日把他们留了下来，定是那时就听到信儿了。父亲还是爱护陈瑜的。阿恒莫怕，个人有个人的命，离你及笄还有3年呢，不急。阿恒，你莫要悲伤。父亲之前说有个事让我不要伤心，就是这个。不然，你以为是什么？没什么，纵然阿恒你要嫁的人出了意外，但凤家永远都是你的娘家，在嫁妆上会多为你备出一份。祖母为何要为阿恒多备一份嫁妆？这孙女是不是傻？祖母好意，阿恒心领了。阿恒是凤府的女儿，九皇子亦是皇上的儿子，凤府都想着不亏待女儿，皇上岂能不记着多照拂照拂自己儿子呢？就是，老太太真是多虑了。咱们凤家哪能跟皇家比？多出来的那份嫁妆，阿恒虽然只领心意，但祖母美意却是不能拒绝的。你什么意思？阿恒的意思是，既然祖母赏下了，那阿恒就做个顺水人情，这份多出来的嫁妆就平分给享荣和粉黛2位妹妹吧。至于大姐姐，想来肯定是与我一样，不会与小妹妹们争抢的，那是自然。享荣谢谢祖母，多谢谢母亲，母亲也谢谢大姐姐和二姐姐，谢谢老爷。裕王府的人来下聘礼了。什么？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裕王是什么鬼？2年前九皇子出征，皇上除亲封其为镇远大将军之外，还封了世袭的裕王。世袭又怎样？如今子嗣都没了，找谁袭去？原来裕王就是那个人呢。母亲是在为阿恒打抱不平吗？阿恒多谢母亲挂念，你别母亲。祖母、父亲还是快些到前院看看吧。九皇子全名叫啥？好像是叫玄天明。玄天明还挺好听。不知夫人亲自到府，有失远迎，还望夫人莫怪。老太太身子不便，无需多礼。起吧，不必多礼。这位就是与裕王殿下订有婚约的凤家嫡女凤儿小姐吧？夫人误会了，这的确是凤某的2女儿，但却不是嫡女。是啊，咱们凤府的嫡女是陈瑜。陈瑜，快问周夫人好。陈瑜见过周夫人。老身只记得当初与九皇子定下亲事的2小姐是凤家嫡女。夫人有所不知，凤府多年前有所变动，如今阿恒并非嫡女。虽名义上不是嫡女，但2妹妹在府中的一切依然是按嫡女分例置办的，丝毫不曾马虎。陈瑜说的极是。阿恒，夫人也知当年姚家的事，就莫要为难请援了。你父亲和姐姐说的可是真的？嫡庶不过一个虚名。阿恒这些年在山里，早已将这些东西看得极淡了。今年12了吧？再忍3年。夫人言重了。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夫人言重了。孩子，
等嬷嬷先把正事办了，咱们再好好说话。凤大人，夫人，誉王与凤家二小姐的亲事是自小就定下的，当年就已经过了纳采、问名和纳吉。今日老身受誉王殿下所托，将大聘之礼送来了。凤大人过目，看是否合我大顺朝南方大聘的规矩。凤锦园拿过礼单，展开来仔细过目，沈氏也跟着凑上前，就连老太太都没耐住好奇，一并凑了过来。可这三人看了一会儿，就集体沉下了脸。这叫什么礼单？凤沉鱼见三人面色不对，悄悄往前走了2步，眼神瞄去，只见那上头写着白银3000两，以谢凤家养育之恩，聘饼1担，海味8式，雌雄鸡2双，猪肉5斤，鲮鱼2条，陈酿4坛，金果4件，茶叶2罐，糯米12斤，砂糖3斤2两，还有金镯1副。怎么，凤大人有何疑义？敢问夫人，这可是誉王殿下授意的礼单。正是。凤大人不满意？这礼单只怕确实不妥吧？可有违我大顺朝纳取之制？那自然是没有，只是若平民百姓按这礼单纳取也就罢了，这王侯将相之家怕是真不妥吧？凤大人知道平民百姓是这规矩就好。万岁爷说了，皇子虽身份尊贵，但都是大顺朝的子民，与平民百姓没有什么差别。既如此，那凤某就按这礼单收了。凤大人深明大义，不愧为大顺朝的宰相。誉王殿下给凤府送来聘礼，白银3000两聘饼1担，海味8式，雌雄鸡2双，猪肉5斤，鲮鱼2条，陈酿4坛，金果4件，茶叶2罐，糯米12斤，砂糖3斤2两，还有金镯1副。只是把东西搬进来也就算了，偏偏还就有个誉王府的大太监站在门口唱礼单。凤锦园总有冲动想叫人撕烂他的嘴巴，可又确实不敢。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给凤府的聘礼就是这些，接下来是我们誉王殿下给未来誉王妃的私人聘礼。什么叫私人聘礼？谁发明创造出来的这种鬼东西？誉王殿下说了，凤府对凤二小姐的生养恩也就值这么多，那3000两银子其实也多给了不少。如果深究起来，凤府对凤二小姐的付出远远及不上这3000两这么多。意思很明白，你凤家怎么养女儿的，自己心里清楚，给你3000算抬举了。周夫人一抬手，身边丫鬟又递了一份礼单过来。这一次，周夫人将这礼单直接交给了凤雨恒。这是誉王殿下给二小姐的私人聘礼，请二小姐过目。我勒个去！周夫人也不等他看完，又一抬手，请誉王殿下赠凤二小姐私人聘礼入府。誉王殿下赐凤二小姐玻璃种翡翠玉白菜1只，
羊脂白玉宝瓶一对儿，九龙玉杯一对儿，东海夜明珠一对儿，黄玉佛手花插一尊，珊瑚貔貅一对儿，孔雀石山水插瓶一块，青玉菊瓣水仙盆景一个，波斯匠人手工艺黄金镯一套共18只。所有人都听崩溃了，从摆件到首饰，再到头面，不要钱似的一箱子一箱子往凤府里面抬。紧接着什么屏风、桌椅、多宝阁、书架、镜台，甚至连茶具这种小东西都冒了出来。这明摆着是给凤玉衡把整间屋子都要重新装修一遍。玉王殿下送凤二小姐京城铺子8间，京郊庄子6座，城内麒麟大街宅子1座，另送凤二小姐零用银票10万，金票2万。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银票、金票，还有房屋地契都在这里，请二小姐收好。不知玉王殿下的聘礼，二小姐可还满意？满意，这样的聘礼当然满意。老身在与未来的王妃说话，哪容你放肆？母亲，还请二小姐明示。阿衡多谢玉王殿下厚爱，多谢夫人操持，这些聘礼甚合心意。这丫头见到如此多的聘礼，只是淡淡而已，面上挂笑，却丝毫不见因财而喜之色，果真不错。那人下了如此之重的聘礼，到底是何用意？那家伙不知道所谓的凤家二小姐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更不可能想得到西北深山里的我。就是说，这聘礼真的只是下给凤家二小姐，而与我凤羽衡无关。这样想真让人恼火耶！哼！玉王殿下对这婚约如此重视，是凤家二小姐的福气。临出府时，王爷让老身跟姑娘说，京里的天气燥热，不比西北大山里凉快，还请姑娘多用些去火的凉茶。原来他竟知道，他竟是知道他的。看这满院的聘礼，心情大好起来。他心情一好，就有人心情不好了。可以说，除了比较淡定的安氏和享荣之外，其他所有人的心都跟着各种起落不停，就连凤沉鱼都收起了那张菩萨脸，怎么也摆不出大度的表情来。这些东西都是玉王殿下给二小姐下的私人聘礼，与凤府无关，二小姐自行收好。周夫人，自古以来男方下给女方的聘礼都是由娘家代为收下的，哪有女儿家自行收着的道理？这是规矩。规矩？妾台妻位，这样的规矩老身可没有听说过。不过请凤大人说说您的发妻，也就是我们未来玉王妃的亲生母亲，如今是在何处？她自然是在府里，谁叫她自己娘家被皇上罚了？母亲这话是怎么说的？皇上是将我外祖一家罚往荒州，可却并未下旨要一并发落我那早已出嫁的娘亲啊。好像当初也并没有针对某一个人有更重的发落，即便是医死了贵妃娘娘的外祖本人，皇上也只是降官级罚俸禄，
想来与那位贵妃娘娘的恩宠比起来，圣上更为看重的是外祖的医术。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皇上会把所有意思都明说吗？还不是下面人自己思量。看来凤大人很擅长揣摩圣意，也不知道是不是妄揣。夫人，阿恒相信父亲定不会做那妄揣圣意之事，其实这些也算是凤府的私事。阿恒如今的母亲在多年以前曾对凤家有过大恩，而我父亲又是极重情重义之人，想来这一切都是父亲的个人感情问题吧。阿恒休得胡言，是阿恒误会父亲了。那父亲难道真的是妄揣？为父什么时候妄揣了？行了，老身只是来向凤府下聘的，至于这些私人聘礼要由凤二小姐个人收着的事儿，真是玉王殿下特意吩咐过的。如果夫人要讲规矩，那就请跟玉王殿下去讲。不过又说回来，我们玉王殿下从小到大什么时候讲过规矩？王爷3岁那年爬上龙椅，抱着玉玺玩了一个下午，最后摔坏了一个脚。9岁那年一脚踢死番邦进贡来的烈马。12岁因云妃娘娘被宠妃排挤，他一鞭子将那宠妃抽死。皇上只问了那鞭子有没有伤到殿下。15岁生日，皇上宴请群臣，玉王做主座，皇上都甘居下手。3年前，安定义士王家里的独女看上了殿下，安定王亲自求皇上指婚，咱们王爷不乐意，一把火烧了那安定王府。就在昨日，殿下回京进宫时，御林军中有一将士盯着他的伤腿看了许久，王爷扬起鞭子当场杀了31人。这位夫人，您还要与我家王爷讲规矩？沈氏听得脸都白了。凤锦园也想起今早上朝时听人议论起昨日宫中血案，据说皇上丝毫未责怪玉王。凤家人冷汗呼呼地往下飙。太有趣了，你这家伙哪里是不讲规矩，这分明就是荒唐，太荒唐了。不卑不亢，不哀不喜，心明眼亮。最重要的是，就通过他的几番话语，已经摆明了与凤府界限分明，这样的丫头才配九皇子下了这番重聘。夫人，这些银票给了阿恒，那阿恒是不是就可以自行支配？这是自然。太好了，那阿恒就可以用这些银票给府里的亲人做几身好点的衣裳，再给大厨房里添些好的食材。为何要给大家做衣裳？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给大家做衣裳。实不相瞒，虽然父亲是当朝的左相大人，但实际上挺穷的。我那柳园已经吃了2顿大厨房里食材的边角余料了，想来府里经济8成是已经捉襟见肘。阿恒作为凤府的女儿，手里有了些银两，自然是要补贴一下的。凤二小姐真是菩萨心肠，放心，京城最有名的布庄是咱们裕王府的产业。既然二小姐有话，那明日老身便会派人来为凤府各位主子量体裁衣，每人送1套衣裳。既然凤府穷，那咱们裕王府就自己给未来的王妃准备衣裳穿。周夫人又冲着唱礼单的大太监扬了扬手，抬进来。裕王殿下独赐凤二小姐广寒丝4匹，
良人锦4匹，水云缎4匹，若耶纱4匹，另赠软烟罗10匹，给二小姐做帐幔。大顺东南西北4方边境各有一属附藩邦小国，这4个小国虽小，但每国都有一件国宝，这4件国宝便分别为广寒丝、良人锦、水云缎及若耶纱。只因这4宝极其难得，4小国3年只得1匹，有的国家攒上10年，最后也才勉强凑出4匹送到大顺。而软烟罗则是大顺境内10年才能杀出来1匹的宝中之宝，这玉王殿下居然一出手就是10匹，还说只是给凤羽恒做帐幔用。既然你那么豪横，那我就却之不恭了。劳夫人代我谢过玉王殿下，这些礼物阿恒很喜欢。凤家人直翻白眼，只很喜欢吗？这凤羽恒到底知不知道这些东西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她简直是全天下最幸福的女人呢。我也好想要广寒丝，我也想要软烟罗，那些东西我全都想要。放肆！四妹妹快别哭了，来日姐姐用这些料子做衣裳时，如果有剩余，最差也给四妹妹做个帕子玩。二姐姐说的可是真的？自然是真的。你跟小荣是妹妹，姐姐有好东西自然是要给妹妹们分享的。想来大姐姐也是如此，不会跟小妹妹们争东西吧？自然。二姐姐也给我做，妹妹们一人一方帕子，可好？小荣谢谢二姐姐。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这是玉王殿下亲自挑选的2个丫头，送来二小姐这里贴身伺候。这是她们2个的卖身契，二小姐记着，以后用人只用卖身契在你自己手里的。如果有事，可到城内西街的仙雅楼，那里是殿下的。父亲，您看是否先让下人把这些东西搬回柳园？估计柳园放不下。阿恒看看喜欢院里哪个院子，为父啊，重新为你们安排。二小姐可否先看看王爷送的那座宅子，听说紧挨着凤府呢。哦，可是北侧那座老王爷的空宅呀。那宅子原本是先帝赐给当时一字并肩王的，可惜老王爷膝下无子无女，过世之后宅子就空了下来，却没想到已经落到九皇子手里。那宅子与凤府仅1墙之隔，且那墙刚好就是柳园最边上的那一堵。如果王爷所赠的宅子就是那座的话，阿恒啊，为父可差人将那堵墙拆除，直接与柳园连到一处。正是相爷所说的那一座，父亲无需大费周章，只在柳园北墙处开个月亮门便可。一句话表明了他压根儿就不想跟凤府体脉相连，开个小门，待他今后出嫁，分分钟就把那小门给堵上。凤锦园苦笑，如此便随你吧。忘川黄泉，哪有人给姑娘家取这样名字的？殿下说了，左相府比土匪窝干净不到哪儿去。虽然凤大人当年荆轲及第，可他家里人多半跟知书达理沾不上边儿，更何况凤大人那些书也没怎么读到正地方，连个父亲都做不好，也不明白他到底怎么做一个国家的丞相。所以殿下要我跟忘川过来保护王妃，可不能让王妃有什么闪失，也别在凤府里被人欺负了。王爷还说了，等王妃15岁及笄一过，
马上就大婚。15岁结婚，你说你们这帮古代人到底是找的哪门子基？我看你们步子轻盈，气脉均匀，不像是普通的丫头。练过吧？我剑法最好，望穿轻功最好。殿下说了，让我们一边伺候王妃，一边保护王妃。怎么就一口一个王妃的？我还没嫁给你们王爷呢，早晚的事嘛。黄泉，你要记着，这里是凤府，不管凤大人那些书都读到哪儿去了，咱们可不能坏了规矩。在这里要叫二小姐。行，那就给凤家点面子，汶川以后就跟着我吧。那我呢？王妃，不是，二小姐，你不要我了吗？当然要，只是你有比跟着我更重要的任务。有什么事是比伺候二小姐更重要的？去伺候并保护我娘亲和弟弟。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任何人都不可能是独立的存在，智者应当知道借力而行，所以只有求同生才能长生。第二天一早，凤羽恒去看那个新开的月亮门进度如何。工程进度还真是快得出人意料，一个像模像样的月亮门已经差不多完工，就差上漆和精琢了。老爷说了，这柳园还是二小姐的，二小姐其实可以把这堵墙直接打通的。我要一座柳园一点用都没有，回头我会退还给爹爹。这道小门你们也不用太费心力，能过人就行。不敢，一定给二小姐把门做得漂亮。好。禀二小姐，老爷说了，因为二小姐且未出阁，不能单独立府，所以隔壁院里的大门是不能走的。如果二小姐要出门，只需着人跟老太太说一声就行了。可以。凤羽恒对此表示理解，毕竟封建制度下，一个未出阁的姑娘自己就开门立府，实在是好说不好听。凤羽恒干脆下令，现在就开始搬家，只要门开了，其他的慢慢弄就好。院子搬完，凤羽恒领着一众下人先在这新府里走了一圈。让他意外的是，原本听说好多年都没有人住过的一个府邸，竟然没有一丝杂草，更不见一点烦乱。见黄泉掩口轻笑，于是斜着头挑眉看他。看了一会儿，黄泉就扛不住了。二小姐，我招。我们临出府时听白泽说过，裕王府这些年一直都有派人打理这边的院子，特别是决定将这院子作为聘礼送给二小姐之后，更是派了一队暗卫连夜收拾了一遍。凤羽恒面上掩不住的笑意又漾了起来，那人还不笨吗？新府被凤羽恒命名为同生轩。黄泉在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愣了一下，问凤羽恒是什么意思。他给的解释是，任何人都不可能是独立的存在，智者应当知道借力而行，所以只有求同生才能长生。二小姐，你跟殿下可真是天生的一对儿。谁要跟他一对儿？你们连说出来的话都是一样的，不做一对儿那才叫可惜呢。如果不是这几日我一直跟在小姐身边，真要怀疑小姐是不是已经见过殿下，并且共同琢磨出这番同生的道理了呢。他一微怔，那人也说过同样的话吗？哼，这可是一棵500年的老参，要不是你说你老伴病重，这样的好东西我都不给你拿出来。不要这么好的，500年的参得多少钱呢？我就是卖了家里的房地也买不起呀。老先生，我就是看出你不是手头特别宽裕的人，才没把那些1000年以上的给你拿出来。但你买参是干什么呀？续命啊！可是我没钱呐，这是我借遍了村里所有人家才凑出来的，可也不够买500年的参呐。
那玩意儿是人参，点个订阅吧。那玩意儿是人参，还500年，一个破树根子而已。去把那位老先生追回来。那小姐呢？看来这里好东西不少。既然已经有人买了人参，本小姐就买点别的去。好。哎呦，这位小姐是想买药材呢，还是寻大夫出诊呢？你们这里除了卖药材，还给人看病？那是自然，咱们百草要有2位大夫，每日轮换着坐堂，另一位就负责出诊。昨日我母亲犯了疾病，大夫给开了个方子，里面有一味灵芝，说是年份越久越好。我一个姑娘家也不懂什么，原本还怕出来买贵重药材被人蒙骗，可刚才看见那位老先生对百草堂如此感激涕零，想来这么大一间药堂是不会骗人的。切，把里间北边柜子第3排第6个抽屉里的千年灵芝拿出来。小二一脸无奈的应了声，又担忧的看了凤羽恒一眼。掌柜的呵斥了一句：磨蹭什么，快去。不多时，一个木盒子被那小二捧了出来。那小二低着头，高举着木盒，冲着凤羽恒使眼色。凤羽恒看出小二的口型，说的是别买。小姐请看，1000年的灵芝，世间难寻呐。哦，世间难寻吗？那看来这百草堂还真的是块宝地。没错，我这百草堂无论是500年的人参，还是上千年的灵芝，什么药材都拿得出。那这颗灵芝，掌柜的打算要价多少？500两。500两，一块树皮要卖500两，掌柜的，是不是太黑了点儿？你说什么？哼，你要干什么？这时，黄泉带着之前买了假人参的老头也回到了百草堂。一时间，正在百草堂抓药看诊的客人都围了上来。小姐，要不要先叫人遣散？不必，百草堂开成这样，也没有必要再继续了。不如换个掌柜，再换个买卖。哎，小姑娘，可别把话说得太大了啊！你可知道这百草堂是谁家的生意？背后的人是谁吗？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看吧，现在咱王妃扩张版图了，开始收拾外头的生意了。你可知道这百草堂是谁家的生意？背后的人是谁吗？你倒是说说，是背后的哪位大人物，让你把树根当人参卖，再拿树皮冒出灵芝的？这是假的。老伯，你手里拿的就是个破树皮，1文钱都不值。什么？你骗了我所有的钱，还给我一颗假参，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呢？一时间，周围群众也开始指指点点。那掌柜对这老头没半点客气，冲过来举起手就要给拍上一巴掌，可惜扬到一半的手却又被黄泉牢牢抓住。做了亏心事还想打人，谁给你的能耐？这百草药是当朝左相凤景元凤大人家里开的，我是凤府大夫人的表兄，我看你们谁敢动我！堂堂凤府当朝左相的大夫人，怎么可能会有你这样的表亲？私认官亲可是犯法的。黄泉，去告官，就说这里有人假冒当朝左相的亲戚干行骗之事，请这位掌柜的自己去跟京兆尹解释解释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是。哼。最终沈氏堂兄以假冒当朝左相的亲戚而被押往京兆尹。主子，
百草堂原掌柜被押送京兆府后，凤宇豪又亲自将20两银子还给那位被骗了的老头，并送了一颗知人参。同时，凤宇恒非常欣赏王林的为人，让其做了百草堂的新掌柜。从今日起，这百草堂就交给你管。百草堂暂时歇业，我近日就会着手将这里进行整顿和改造。至于这店里的人，你来决定他们的去留。隔日我会再来，你到时将缺少的人手报上来给我便可。东家放心，这些我都会做好。我适才说的你们也都听到了，同样的话我今后不会再说，只会用眼睛来看。若有人存了不轨的心思，趁早给我打包走人。是东家。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丢了，谁会经理来给你撑腰啊？据说这里每个月亏损3000两银子，一炷香的功夫，一层进去15人，其中12人成交，2层上去过3位年轻小姐和2位夫人，看样子只有1位是失望而归。这样算起来，平均1层的人成交量总量为5两，2层每人50两，这座凤凰阁每日的成交量就应该在500到800两之间。若是有贵人出手阔绰，一日进账1000两也是有可能的。除去5成成本，每日至少也该有300两的余有，太厉害了。可是从前你家里有人经商？是的，从小跟父亲学过一些做账的。金玉，既然你懂这些，那以后这3间铺子的账目就由你来帮我打理吧。小姐说的可是真的？左右我也是不太懂的，用外面的人也不放心。有什么事吗？有个哥哥叫我告诉你，请你到湖心的仙雅楼去坐坐。哦。主子，您等的人到了。凤玉和站在房门口，好半天都没敢迈进一步。2个人就像较上了劲儿般，谁也不说话，就这么僵持了足有1炷香的功夫。我腿不方便，你总不能让我亲自过去请你啊。伤了腿毁了脸，你怎么不干脆把命也丢了算了？命若丢了，谁会经理来给你撑腰啊？没你我一样收拾他们。玄天明失笑，他就看着面前这人，唇角微微向上弯起，那弧度刚好触动他的心，忽悠忽悠的，斗嘴的话就说不下去了。这黄金面具打得很精致，戴在他脸上刚刚好，好想看他眉心处的那朵紫蕊。你干嘛？很难看。凤宇恒他忽的就转过头，背对着他，有一股液体涌在眼眶，被逼着不肯流出，憋屈的难受。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何克，腿也瘸了，我最爱看的脸也毁了。玄天明，谁给你的胆子敢这样毁我的东西？看见凤羽红哭了，玄天明忽的就涌上来一阵心疼，从来没有过的陌生感觉袭上心来。何克，乖，不哭。我跟那位大夫好不容易治好的腿，怎么又断了？你走之后啊，我跟白色没能安全出山，就在山口处遇了埋伏。是什么人说的埋伏？敌国？不行，这件事情在查，你不要太往心里去了。你怎么还是这么瘦啊？凤家直到现在还敢不给你吃饱饭？我以为周夫人去了一趟之后，至少他们应该知道收敛些。后来吃的还行啊，我真是底子好，省得吃胖了还得减肥。你才多大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哪有这些个说道？哼，你也知道我小啊，我这么小，你着急下什么聘礼呀？
还说什么15岁及笄就让我嫁过去，没见过这么猴急的。再说，你问过我愿不愿意吗？小时候定下亲事那会儿，也没有人问过我愿不愿意。赐婚这回事，咱们谁说了都不算。这么说，你是不愿意呢？这是什么逻辑？为何下那么重的聘礼？什么时候知道我是凤家二小姐的？回京那天在城门口看到你，我便让白泽去查，那些聘礼是我欠你的枕巾。枕巾你已经付过了。20两太少了。不少，若没有那20两，我回不了京城。哎，你干什么啊？脸不让看，腿我看看行不行？你要怎么看？我就捏几下，你忍着点儿。只见他掌腕翻动间，手法独特又娴熟的在他膝关节处直按向几处穴道，玄天明疼得直冒冷汗。凤羽恒的目光开始往上移，一直移到另一个关键部位。你要干什么？听说你伤到了那个地方，今后子嗣艰难。滚蛋！咱们来说点开心的事吧。你的腿虽然是粉碎性骨折，但还能治。后来10岁生日那年，父皇给的。有一位云游的道士曾说，只是貔貅最终的主人将是这天下之母。你不是当不了太子了吗？有这样的物件在手，只怕会引来许多麻烦。你怕麻烦？不怕，那就带着。好，玄天明，我没什么可送给你的，但如果有一天你愿意，我想亲自为你再接一次骨。好，明日我会到王府里的管家到凤府走一趟，助你将3个店面的账目盘点清楚。另外，你父亲凤锦元一共养了9名暗卫，其中6名只是三流打手，底子一般，但还有3名是花了高价在江湖闻名的杀手组织无影河里雇佣来的。你若对上他们，一定要小心了。我会经常去看你。要不你搬到我那园子去住得了。傻丫头，名称不要了。我的意思是我分给你一个院子。那什么，上回周夫人去凤府时说了你做过的那些事，我觉得咱俩挺合拍的。你下次再出去坑人的时候，记得带我一个。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二小姐，怎么了？二小姐，快到府衙去看看吧。老爷和大夫人都被京兆尹大人给请到衙门去了。啥？二小姐，干什么毛毛躁躁的？二小姐，快跟我去见老太太。这不是正要去给他老人家请安的吗？又出什么幺蛾子？什么事那么急？紫阳道长来了。紫阳道长就是3年前说原主是煞星的那个王八蛋，原来打的是这个主意。现在在哪？道长就在前院。好，我们走。不知紫阳道长到府上有事远迎。嘿呦，老太太客气了。贫道近日刚好游历到京城，引见凤府，似有些异动，便想着这些年与凤家也算有缘，这才匆匆赶来。有异动？道长所说的异动是指什么？可是对凤家不利。贫道昨夜夜观星象，但见已经远离凤家多年的灾星竟也悄然回归。随着他的回归，凤家的星盘也生了几许波动，甚至有几颗星象也明显不稳啊。祖母，先请道长去正堂坐吧，有事咱们慢慢说。慢着。道长，凤星渐暗，只怕大小姐的命数正在受灾星影响啊。你怎么在这儿？怪不得凤家的星盘呈现这般模样，果然灾星回归，四下皆暗啊。妖言惑众，这是誉王府未来的王妃，哪里是你口中的灾星？凤二小姐如今已与誉王殿下定下亲事，
就算是灾星，如今也灾不到凤家。道长为何不到誉王府去看看，那里的星星暗没暗？这丫头说的对，誉王爷已经跟我们家阿恒定好亲事，灾星不灾星的，道长就莫要再提了吧。府中近日可有怪事发生？可有人行动诡异呀？众人想了想，似乎也没什么可诡异的，却见凤晨瑜拧紧眉毛，半晌忽然开口道：大哥最近不太正常。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大哥最近不太正常。凤宇恒，你等着，这仇我早晚要讨回来的。对，子浩是有些不对劲儿。容老夫算算。有一个方位存有与大少爷相冲之物，那地方说是凤府，又不是凤府；说不是凤府，却又跟凤府一脉相连。只可惜20几载相邻不相认，只于近日才现通天之言，就是那里。你那园子里到底放了什么？我怎么知道？这位道长若是有心，哪怕我园子里有块石头，他都能给我说成是赃物。二妹妹，快不要这样说。子阳道长是得道高人，是凤府的贵客，我们二小姐向来不会主动去招惹谁，躲到那么远的地方去住着，怎么还有人无端生事？姨娘，二小姐，既然人家不信，咱就让他们去搜吧，清者自清。森嬷嬷，若不是昨夜亲眼所见，你把东西放在我床底，我根本就瞧不出你有问题。那就搜吧，只是这位道长，咱们丑话说在前头，如果你到时候真给我指着一块破石头说事儿，可别怪我翻脸。哼！这是在大小姐枕头底下发现的。凤晨瑜，你个毒蝎心肠的女人，你竟敢如此诅咒于我！我没诅咒你。那为何会在你的枕头底下搜出来？我在你枕头边趴过一次，你这女人竟然想咒我死！老子当初怎么没有睡了你？你是谁的老子？你要睡了谁？父亲，晨瑜实在是太冤枉了，晨瑜真的没有做过诅咒哥哥的事啊。凤锦元将疑惑的目光往凤宇恒身上投去，老太太将之前发生的事与他说了一遍。只听凤锦元一跺脚：糊涂！快把他捆起来，扔到后院柴房！快！救命！今日之事，谁也不许再提。什么事情不许再提啊？誉王殿下驾到！点个订阅吧。誉王殿下驾到！誉王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凤宇恒瞪了玄天明一眼，就见那人的目光刚好也向他投来，四目相对，竟是彼此都给了对方一个白眼。平身。不知誉王殿下驾到，有失远迎，还望殿下恕罪。凤大人还没有回答本王的话。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凤大人是在质疑本王的耳朵？我哪敢质疑您的耳朵，就是太相信了，才害怕的呀。臣不敢，方才不过是家事，说了也怕捞到殿下清净。不知殿下今日到凤府时，你不说本王还差点忘了。
本王是来给未来的王妃送饭的。我靠，这家伙还惦记上了，我凤羽恒是他们赶不给饭吃的主。送饭？送什么饭啊？我们家恒恒被你们扔到西北深山里喂狼3年，瘦的皮包骨头啊！本王原本想着回到京里，凤家总得好好补偿一下，谁成想昨日见了他，发现还是那么瘦。既然你们凤府养不起女儿，那没关系，本王来养，左右都是要嫁到誉王府。凤家怎么可能会养不起女儿？本王说话，什么时候轮得到你插嘴？玄天明这一鞭子抽进了凤家所有人的心里，玄天明理都没理，只挥了挥手，身边有个太监拎着食盒就往凤羽恒那边走去。怎么，连哪个是未来的王妃都分不清楚？恒恒，过来。记着点儿，哪个才是本王的王妃？至于边上那个，也是凤家的女儿，看这岁数，凤大人应该是你的长女吧？回殿下，正是微臣长女。民女陈瑜见过誉王殿下。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殿下，还请屋里坐吧。外头凉快。凉快吗？明明上头顶着毒辣的大太阳，凤羽恒都抹了一把额前的汗，又瞪了玄天明一眼，却在这一眼中接收到了一个讯息，他似乎在同他说，别急，还有好戏看呢。今日到府上来呢，主要有2件事。第一件，也是最重要的一件，就是给我们家恒恒送吃的。这第2件呢，本王就是想问问，京城里那间叫做奇宝斋的古董铺子，可是凤家产业？你问这干啥？铺子是我的。别急，先听听他们怎么说。回殿下，奇宝斋是府里姚姨娘名下的铺子，如今阿恒在管着。如今，那过去呢？过去是由府中掌管钟馗的主母帮着管的。就是在仙雅楼遇到殿下的那天，铺子的地契刚刚由母亲交到阿恒手里，奇宝斋还没来得及去看呢。那就对了，凤大人，本王班师回朝的那一天，曾命人到奇宝斋挑了个物件送到宫里，讨母妃欢喜，谁知道竟买了个假货。殿下此话怎讲？把人带上来！殿下饶命啊！是凤府的大夫人把店里的东西都换成了假货，让我往外卖的呀！殿下饶命！这是奇宝斋的掌柜，本王的那幅唐真香的青山图就是从他手里得来的。你们自己问问，他给本王的是个什么东西？说，你到底都干了些什么？这些年，大夫人陆陆续续将店里值钱的物件全都换走了。那幅青山图原本是前朝书画大家唐真香先生的传世之作，可是就大概半年前，大夫人不知从何处得来一幅临摹的十分逼真的假青山图送了过来，真的那幅就被夫人取走了。小的是真不知道来买青山图的人是殿下派来的，不然打死小的也不敢卖啊。你的意思是，其他人就由着你们坑蒙拐骗？殿下刚刚说，那青山图是要送给云妃娘娘的，当天就送过去了。是母妃发现青山图为赝品，还质问本王为何送副赝品给他。凤大人，你说本王该怎么回母妃的话？但凭誉王殿下发落，任凭殿下处置。
去把那个恶妇给我带出来，带出来！求殿下宽恕我的母亲吧。你呀，要好好吃饭，想吃什么就让丫鬟到王府里去拿，我让厨房里每日都给你备着好吃的。我吃的挺好的。太瘦了，不过也难怪，这明显的好吃的都让他给吃了吗？今天你还要出门吗？既然齐宝斋出了事，如今他回到我手里，我总得过去看看。好，那你自己小心点。行了，把凤家的大夫人带上，去宫里。殿下。凤大人，本王看起来像是很好说话的人吗？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你女儿若是嫁得不好，现在去追还追得回来。不管怎么说，老伯与百草堂也算有缘。若没有老伯，只怕我还没有这么快就揪出里面的猫腻。这些算我给老伯的谢礼。去把娇儿接回来吧。如果他愿意，让他3日后到百草堂来见我。该做的做过，该说的也说完。凤雨恒再不多留。小姐是想多收些人？没错，我离开京城的时候还小，什么都不懂。这偌大的京城对我来说根本就是个陌生至极的地方。如果身边没有些自己信得着的人，什么时候被人卖掉都还不知道呢。是啊，凤家把那3个铺子都搞成那样，如果铺子里有咱们自己人，怎么可能让凤家这样欺负？小心！上呀，杀了这黄毛丫头，一个手无兵刃的小丫头，需要2个一起上吗？不要侮辱了咱们，你先上。你没事吧？没事。小姐有没有受伤？没有。上。小心，剑上淬了毒。小姐，等会找机会往水里跳。好。凤雨恒其实很想让黄泉先跑，只要黄泉不在，他随时随地都可以上演一把凭空消失。可是现在不行，他总不能太明目张胆，他还不想被人当成妖怪。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我这是穿越回了现代了吗？不对，这还是大圣皇朝，但这又是什么地方？姑娘醒了，叫她姑娘而不是凤儿小姐，就说明她现在这个所在不是凤家的势力范围。姑娘先等一下，厨下已经有饭菜备下，就等着姑娘醒了说饿，便可以端上来。姑娘先前落水，奴婢将姑娘身上的衣裳都换过，原本这套也洗了干净，并用香料熏好，另外鞋子缺了一只，殿下已经着人照着原样去做，虽说短时之内做不到一模一样，想来瞒过人们3眼5眼的打量还是可以的。殿下？哪个殿下？这是哪里？
这里是云妃娘娘的月寒宫。云妃娘娘是玄天明的母亲，既然她人是在月寒宫，那救她的殿下肯定就是玄天明了。谁知小丫头紧跟着又加了一句：姑娘适才问的殿下是七殿下。七殿下？七殿下的生母是昭妃，可惜在诞下殿下时血崩没了，云妃娘娘便将七殿下抱到月寒宫里养着，一直到七殿下成年才独自立府。凤羽恒他点点头，明白了。如此说来，七殿下和玄天明都相当于云妃的孩子，只是一个生恩，一个养恩。我是何时被送到宫里来的？就我一个人进宫了吗？誉王殿下呢？姑娘是晌午进的宫，七殿下一起带回来的，还有黄泉姑娘和一个车夫。誉王殿下也来看过姑娘，留下话来，让奴婢等姑娘醒了就告诉您。外面的事他会处理好，请姑娘安心休息。姑娘，云妃娘娘有请。好，对了，把黄泉叫来，帮我备水梳洗一下。我换好之后，咱们赶紧去见云妃娘娘。左脚是新做的，七殿下吩咐下去的时候，特地说不要用太新的面料，这样才不会显得太突兀。你们七殿下有心了。小姐真是吓死奴婢了。您不会水，干嘛往河里跳啊？不跳河就等着被毒箭射死？对了，那个七殿下是怎么回事？他为何会救了我们？说来也巧了，七殿下数月前就去了外省，今日刚刚回京，走的正好是水路，也多亏遇到七殿下，不然今日只怕在劫难逃。没事儿，不怪你，殿下那边我自会去同他说，你别往心里去。谢谢小姐。黄泉，你有没有听到琴声？是七殿下。走，去会会这位七殿下。七殿下玄天华同样由云妃抚养长大，却生成了与九殿下玄天明完全相反的两种性格。玄天明是任性妄为、傲视孤立，这玄天华则是清明儒雅、为人和善。见过七殿下，多谢殿下搭救之恩。举手之劳，不必多礼。九弟难得动了娶妃的心思，我为你们高兴。走吧，母妃还在等着，我与你们同去。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儿臣给母妃请安。民女凤羽恒拜见云妃娘娘。娘娘万安。起吧，地上凉。我的天呀，云妃娘娘这也太年轻了吧，明明36、7岁的人了，却保养的连25、6的女子见了都自愧不如。古代的女子都这么会保养的吗？母妃到这边来坐。让你教我这未来的儿媳弹琴，你教的怎么样啊？教我弹琴，这是为我一下午的失踪找好了理由呀。怪民女愚笨，从晌午学到现在，也不曾学出七殿下半分模样。哪里是弟妹愚笨，是我的情律太随性，没个章法。你也别一口一个民女的叫了，本宫既然认了你这个儿媳，你便跟着明儿和天华叫我一声母妃便可，跟天华就叫七哥吧。民女不敢。有什么不敢的？接了明儿的大聘之礼，本宫便认你这个儿媳。本宫可不管你是哪位罪臣家的外孙女儿，你祖上纵是犯上作乱的贼人，只要明儿乐意，本宫也把你当成自己的孩子。儿媳磕谢母妃大恩，一个头磕下去，前额着地，诚心诚意。多谢七哥。是姚家的孩子，在家里生活的如何？殿下送给儿媳的宅子，儿媳将它取名同生轩，住着甚好。兄弟姐妹可还有目？
胞弟子睿年已6岁，十分聪明贴心，家中亲人可都还好？远在荒州，已多年未见。好，那人你可认得？儿媳认得，那是凤家的当家主母沈氏。哼，很好，这世上敢欺骗本宫的人还真没有，就算是皇上，他都不敢。沈氏，你好大的胆子！我念你是当朝一品大员之妻，今日不与你过多计较，青山图限你3日之内交到誉王殿下手中。另外，听说你有个女儿，那本宫就送给凤家一道旨意：凤家嫡女凤沉鱼5年之内不得入宫。母妃不要总站得那样高。明儿外面的事可都处理好了。臣不知道到底是哪些不要命的人在京里散布谣言。本王的王妃不过进宫玩了半天，外头竟有人说她被歹徒挟持了。这样的人全部该杀。已经杀了5个。母妃，时辰不早了，还是让九弟送弟妹出宫吧。也好，去带上本宫送给未来儿媳的见面礼，跟着殿下一起出宫，让所有人都看看凤家的2小姐是从哪里回家去的。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想来我被劫持的消息在宫外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了吧？传到后来连根儿都找不着。谁说找不着？我不是杀了5个吗？可幕后的真凶到底是谁？咱们谁都不知道。看路说，应该是阎王殿的人。啥？阎王殿是江湖上一个杀手组织，专监拿钱杀人的买卖，但开价极高，能出得起钱的多半都是大富贵的人家。应该不是你父亲，他还没蠢到事到如今依然想杀你。至于那位主母，应该没这个脑子。阎王殿的人也不屑跟他做这种生意。你的嫡兄嫡姐手里没这么多钱，所以如此一算，倒是有一方面的人你要多加留意。你说是沈氏？沈氏没脑子，并不代表沈家人都没脑子，不然他们也不会把生意做得这么大。沈家想要保全自己的富贵，就必须得保住沈氏在凤家的地位，所以有些事无需沈氏自己动手，他们就会替他处理干净。沈家若他们插手，还真是防不胜防。搬走。拜见主子。从今往后，你就跟着王妃，她就是你的主子。搬走，拜见主子。搬走是最好的安慰，在你身边，我才放心。你将身边的人都给了我，那你怎么办？誉王府如铜墙铁壁，就是我自己，虽然残了腿，也并非一般人能近得了身。你不要忧心这个。那你别责备黄泉吧，忘川进宫好，如果当时他在，想必一定会带我成功逃脱。但是忘川被我派到外面去做事了，所以这事儿怪不得黄泉。九弟，时候真不早了，再不把弟妹送回去，宫门就要宵禁了。七哥说的对，咱们快走吧。玄天明这一次是摆了王驾，从皇宫直奔凤府的，一群人浩浩荡荡，好不热闹。是谁说凤二小姐被人劫持了？明明人家是被云妃娘娘召进宫去了。可不是吗？人家是进皇宫见未来婆婆去了。也不知道谁胡说八道，这不是毁人家清白吗？谁说不是呢？点个订阅吧。叩见唇王殿下，唇王千岁千岁千岁。王
千岁，千岁，千岁。都平身吧，也都别处在外面了，入府再言。是，殿下。敢问殿下，这些是总不会是送给凤家的礼物吧？是母妃送给恒恒的见面礼。母妃知本王今日回京，便召了弟妹一道进宫来见见，没有提前与凤大人打个招呼，是本王失礼。以前只闻七皇子温文尔雅，如今才知什么叫做百闻不如一见，这样如谪仙般人，才是我凤沉鱼的良配。这位七皇子第一次见到，果然如传说中一般温文尔雅，但我还是中意九皇子。这个凤羽恒为什么还好好的站在九皇子身边？凭什么？粉黛跑回正堂，将那只搁在正堂的鞋子拿到手里。不敢，小女能进宫拜见云妃娘娘，是她的福分。你能这样想就好。陛下，有人在城外河边捡到二姐姐的鞋子。这人是谁？府上庶出的四小姐。哦，回来，殿下面前哪容易说话？可这明明就是二姐姐的鞋。粉黛不甘心，也不知是哪来的胆子，她竟一把将凤羽恒的裙摆提了起来。只见一双鞋子完好无损地穿在凤羽恒脚上，粉黛难以置信。突然咔嚓一声，玄天明竟直接将凤粉黛的左腕骨掰折了。凤粉黛两眼向上一翻，昏死过去。快送四小姐和四姨娘回房。该看的你们也看到了，我们家恒恒的鞋子好好的穿在脚上，再有人敢乱说，本王自会派人来取他的舌头。臣记下了。懿旨到，奉沉鱼接旨，奉皇后娘娘、云妃娘娘懿旨，凤家嫡女凤沉鱼5年之内不得踏入皇宫半步，钦此，谢恩。民女接旨。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看着云妃送给凤羽恒的见面礼，硬生生地提醒着所有人，他凤羽恒任谁也轻视不得。老太太无奈地叹了口气，然后吩咐道：都送到同生轩去吧。是，老夫人。今日到街上看铺子，没想到竟被请到皇宫，没能提前和父亲说一声，父亲莫怪。誉王下手也太重了点，把粉黛的手腕都掰折了。灾星，就因为你，家里多少人被打，你就是个灾星。子豪说的没错，你就是灾星。是吗？母亲还是好好想想那幅真的青山图到底在哪里。若等到3日期限到时还拿不出来，只怕灾难来的会更猛烈。锦元，通知沈家，让他们把青山图给我交出来。是，母亲。凤锦元赶忙吩咐手下去办，再回过头来看看院内众人，下了一个决定。今日早些休息，明天一早除粉黛外，所有人前往普渡寺进香，为凤家祈福。凤春，小姐，搬走，等候。属下明白。所有女孩都已经安全转移，一共12名，寄养在一个宅子里。奴婢回京途中被人追杀，一直追到京城，似乎也进了凤府。我知道了，先不说这些，我看看你的伤，
你几乎是跟父亲派出去的人同时往萧州去的，追杀你的人8成就是他手下的暗卫。若对方有意试探，这些伤在身还是有些麻烦。奴婢给小姐添乱了，说什么胡话？你和黄泉既然跟了我就当你们是自己姐妹，若一味的跟我生分，那可就只剩下主仆关系了。忘川先下一阵感激，那样的话便不再说。你的内伤我只能用药给你慢慢调节，好的会慢一些。外伤今晚一定要好好处理，明日你得跟我出府进香，留你一个人在这儿我不放心。小姐，你拿的都是些什么东西？还有我刚才吃的是药吗？为何不苦？我当年在西北大山里时曾遇到过一位波斯奇人，他就隐居在深山，我每次进山采草药和蘑菇都能看到他。那波斯人也是个大夫，用的药和工具都很古怪刁钻，但却又有奇效。我跟着学了3年，直到他离开大顺，这些东西就都送给了我。近几日不要碰水，也不要做太剧烈的运动。好在我们只是出去上香，你就跟着我，什么事也不用管。奴婢知道，谢谢小姐。只是我这手臂要多久才能不麻了？1个时辰之后就恢复如初了。这上面的线12天后我会帮你拆除。平时要做什么就让黄泉帮着你些。另外，除了黄泉，我为你缝合的伤口不可以被任何人看到。我今天拿出来的东西也不可以同任何人说，跟主子也不能说吗？玄天明要是问，那你就说吧。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哪个不长眼的挡了我的路，还不快点给我滚到一边去！真是翻了天，什么东西，不知好歹。怎么了？那个沈胖子又跟人打起来了。是大夫人与旁人起了争执，谁知道这沈氏的战斗力还真不是吹出来的，对着车窗破口大骂了足有1炷香的时间还不停口，而且越骂越难听。一直含蓄忍耐的对方终于也爆发了。这年头连猪都会说人话了。嘿，不爱搭理你，见好就收得了呗，还没完没了了是不？你瞅你脸大的从车窗里都伸不出头来，骂得自己都直喘粗气，挺大岁数了寒不寒碜？你们就不知道拉我一把？大夫说了，夫人的腿伤得很重，不可以轻易走动。老爷也说了，让奴婢侍候夫人在马车内好好休息，不到普渡寺万万不可中途下车。都在欺负我！掌嘴！是。老爷，可得给我做主啊！我快被人打死了呀！就是那个小贱人，他骂我是猪。武阳郡主。哟，凤伯伯，您可算是肯露面了。本郡主还以为你就准备一直躲在马车里，任您的夫人骂我母妃呢。武阳郡主是文宣王府嫡出的武阳郡主，闺名玄天歌。文宣王是当今圣上的同胞弟弟，也是如今还活在世上的唯一一位兄弟。凤羽恒了然，怪不得底气这么足啊！不知郡主在此。行了，别整这些没用的，这些沉不沉的话跟我母妃说去。我就问你，这只猪凭什么跳脚骂我们？是看本郡主好欺负，还是看我母妃好欺负？亦或是想挑战一下我父王的威信？我们到皇宫里都是可以坐马车的，本郡主长这么大，皇帝伯伯都舍不得责骂，凭什么在宫外要受一只猪的欺负？不知王妃与郡主在此，臣凤景元代罪父沈氏，
向王妃郡主赔罪，还望王妃宽恕啊！沈氏，凤相，这沈氏是你的妾？是臣的正妻。凤家的正妻不是姚千柔吗？姚太医的女儿当年嫁入你凤府时，我还曾亲自上门为她添妆。何以几年不见，你的正妻就换了旁人？那么好的千柔你不要，却抬这么个东西坐上主母位置。敢问凤相，家都治不好，如何治国？臣一介文人，对打理后院琐事的确不算精通，请王妃见谅。但朝中之事，臣可一向都是不含糊的。天哥，你黄伯伯前些日子还说想你来着，带我们从普渡寺回京，你记得进宫去看看。母妃放心，天哥记得了。黄伯伯最心疼天哥，从小到大都舍不得打骂一下。如果黄伯伯知道今日有人指着天哥的鼻子骂天哥是贱人，一定会把那人活剐了的。臣叩请王妃郡主宽恕。对了，姚氏在，快让姚氏出来给王妃请安。凤锦园也反应过来，赶紧小声招呼下人，把姚姨娘请过来。娘亲，人家问什么你就说什么，实话实说，没必要为任何人掩饰。好，我听阿恒的。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妹妹什么也不用说，姐姐都懂。姐姐你看，阿恒和子睿都长这么大了。阿恒见过王妃，见过郡主姐姐。这孩子跟天哥叫姐姐，怎就跟我叫起王妃了？阿恒叫兰姨。阿恒见过兰姨。子睿见过兰姨，见过郡主姐姐。当年家父突发急症，是姚太医妙手回春，将他从鬼门关抢了回来。我们叶家从此便视姚家为恩人。凤相，这事儿你可知道？凤锦园神经一颤，叶家云麓书院的山长帝师叶荣，冷汗瞬间湿透全身。凤相，我与千柔多年不见，有许多贴心的话说。千柔母子三人就坐在我的车了。凤相，你可有意见？凤锦园哪里敢有意见，巴不得姚氏能替他说两句好话。兰姨跟娘亲说贴心话，我们就不跟着掺和了。阿恒带着天哥姐姐去坐我那辆马车可好？极好极好。今日舟车劳顿，寺里住持为我们安排了明日进香，同时还要燃长明灯保平安。你们一定要争气，作为嫡子嫡女，就得有个表率的样子。子豪伤好了，之后还要去书院。萧州那边，为父会再为你打点一次。对，一定好好打点，出多少钱都成，只要子浩能有出息，娘就靠你跟陈瑜了。要说萧州叶家，那可真是大顺的骄傲。千柔，你能跟文宣王妃交好，这是体面的事。姚氏听出来老太太这是有意想让她为凤子浩说些好话，她却并不想管这档子闲事，便只是敷衍地笑了笑，没说什么。原来你就是九哥相中的那个姑娘，阿恒，我实在是太崇拜你了。我怎么觉得那两个人看我的眼神充满着敌意呢？阿恒，快跟我说说你是怎么征服我九哥的。凤玉恒却想起之前遇到的那两兄妹，于是便问玄天哥，今日寺里
可是又有哪个贵族世家来进香了？你见到他们了？你说的他们是谁？就是我们大顺朝唯一的异姓王，安定王家的郡主和直少爷。3年前，安定义士王家里的独女看上了殿下，安定王亲自求皇上指婚，咱们王爷不乐意，一把火烧了那安定王府。难怪这么大的敌意，原来把我当情敌了。阿恒，你不用怕，那安定王虽也是世袭的王位，但他并没有生出儿子来，如今年纪也大了，身体越来越不好，明摆着后继无人。更何况他本身就是个根本没实权的王爷，又是异姓封王，跟我们文宣王府完全是2个档次的。我真不是怕，只是感叹一下你9哥的个人魅力，仅此而已。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我娘亲呢？夫人跟孙嬷嬷去给老太太和沈氏送素点心了。点心怎能让他们去送？是从家里带来的。昨儿晚上孙嬷嬷说老太太这几年越发的吃不惯庙里的点心，从前都是沈氏在家里准备好带过去，今年沈氏这种情况显然是准备不了了，便跟夫人商量着连夜做了一些备上。凤羽恒的眉角突突的跳了2下，一种不好的预感袭来。他们去了多久了？有一会儿了。王权，你往沈氏住的方向去，见到娘亲就拦回来，不要让她去送点心，速去速回。子睿这里也不能没人。忘川走，我们往老太太那边去。他绝不认为孙嬷嬷拉着姚氏大半夜的做点心，真的只是为了给老太太吃。若对方趁姚氏不注意，在点心上动了手脚，只怕这个罪就要姚氏来担了。二妹妹，你懂医术，快到三妹妹那边看看吧。啊，小荣怎么了？我也不知道，父亲说让我照顾好几位妹妹，我便准备挨个屋去瞧瞧。可刚到三妹妹那里，就发现她面色非常差，倒在榻上动都不能动。安姨娘呢？在祖母那边。二妹妹，快去看看吧。凤羽恒见陈瑜这样子不像是装出来的，想了想，便嘱咐忘川：“我随大姐姐走一趟，你先往那边去。”是。果然，小荣一脸憔悴地卧在榻上。没事儿，就是有些发热。你先躺一会儿，让丫头烧些热水喝。我还要往祖母那边去一趟，等回来后给你拿些药。不用麻烦，二姐姐快去忙吧。小荣没事的。小荣身子不舒服，可不能强撑着，好好休息。回头我再来看你。好。凡事留个余地，对谁都好。哦，凤羽恒唇角含笑，这就是真面目吗？大姐姐，咱们彼此。哼！我靠，中计了，调虎离山。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黄泉小姐，奴婢去沈氏住的地方拦夫人，等了一会儿，发现夫人并没有往那边去，便折返回来。可是一回来就发现二少爷不见了，倒是多出这么个东西。要救孩子，4更天往后山走。子睿现在是被人绑架了，而且他很能确定，在绑架子睿这起事件中，对方绝对不是为了求财。小姐，要不要奴婢出去找找？或许现在还没走远，要不让班走去追。先不要声张，对方既然目的是为了引我去后山，子睿暂时应该是安全的。这样，夜里我带黄泉去后山，忘川留下来看家。嘿嘿，凤二小姐，用你的命换这孩子的命，凤二小姐觉得可还划算？果然是冲着我来的。既然知道我是相府的二小姐，阁下还如此大胆敢行此事，
不怕凤家报复吗？凤家就是想报复，也得有那个本事。更何况你若死，你觉得你的父亲是会悲愤的为你报仇呢，还是暗地高兴呢？凤家会偷笑是有可能的，可阁下也别忘了，我背后还有个誉王府呢。搬走，救人！杀！几个来回下来，黑衣人被打得没剩下几个，对方见几不敌，纷纷伸手入怀，就不知道要掏出什么东西，不能让他们放暗器。有什么不对吗？小姐，你使的是什么暗器啊？这么厉害？搬走不说话，就盯着凤羽恒等他回答。凤羽恒好一阵无语，见二人不放弃的样子，只好含糊地答：就是一种用麻沸散浸过的针，被我打中的人可还没死哦，只是昏睡过去了。你要不要补两下？搬走二话不说，施展身法在附近绕了一圈，再停住脚时就告诉他们，现在没有活口了，应该留下来一个严刑逼供的。阎王殿的人，他们身上有标记。说着话，身形又是一动，眨眼间也不知道他从什么地方把凤子睿抱了回来。怕是有人过来了。二小姐，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二小姐，你在哪？你在哪？二小姐，二小姐，二小姐，你在哪儿？怎么办？二妹妹找不到可怎么办？我们为什么不再往旁处找找？这一路好像都是跟着大姐姐往这边来的。安氏一怔，好像还真是小荣说的这般。一路上陈宇表现得十分焦急，大家都是跟着他的脚步在寻找着。他想提醒凤锦园再找找旁的地方，却听到韩氏悠悠地说了一句：半夜被人劫持，不管找不找得到，只怕二小姐这清誉。韩氏锁紧了眉，他知道因为粉黛的伤，这韩氏八成是恨上凤羽恒了。我凤家这是造了什么孽呀？莫急莫急，这不还在找吗？陈宇掩着唇轻轻啜泣，可目光却在四周不停地搜寻。只可惜映着火光的茫茫夜色，哪里有凤羽恒的半个影子。老爷，我们散开来再找找，刚才只顾着往后山绕，好些地方都没有找过呀。安姨娘，这是最有可能的一条路了，前山有守夜的僧人，贼人定是要往后山跑的呀。二小姐是跟着咱们家人一起出来的，现在人不见了，誉王府追究起来，这个责任谁负得起？既然凤家不能尽全力找回阿恒和子睿，那我去求文宣王府帮忙。尽全力？怎么能不尽全力？那是我的孙子和孙女儿，今夜就是挖地3尺，也要把人给找出来。搜山，不放过每一个角落。阿弥陀佛，敢问施主，可是出了什么事情？为何深夜不睡，举家至此啊？凤锦园原本没想惊动寺里僧人，毕竟这不是什么值得张扬的事。凤羽恒的失踪，就算今夜找不到，他也打算封锁消息，暗地里慢慢找，实在不行，干脆就称疾病身亡。可偏偏有人不这样想。不瞒大师，是我们家的二小姐今夜被人劫持了，我们找了半宿都没找到。够了！父亲也别怪韩姨娘，当着大师的面怎可打诳语，是犯忌讳的。大小姐到底是如何认定二小姐是被劫持的？金针姨娘这个问题问得甚好，奴婢也奇怪，
为何大小姐一口咬定我们二小姐和二少爷被贼人劫持了？凤川，你是说阿恒的子瑞没丢？哦，阿弥陀佛，原来诸位施主聚集在此是在找人，可是老衲不明白，明明两位小凤施主一直都在佛堂诵经，你们为何到后山来寻呢？你说什么？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哼，阿恒，父亲，你们怎么都在这里啊？也是来诵经的吗？阿恒一直都在这佛堂祈福吗？对啊，从上了夜开始就一直在这里，几位大师都可以作证。父亲为何这样问？没事就好。父亲以为阿恒会有什么事？很晚了，你早些休息。凤锦园不想再与他说话，转身就走开了。说实话，他对忘川的话是有些怀疑的，即便那个僧人都证实了，他还是怀疑。可看着凤羽恒时，却又实在看不出什么破绽来。幸亏利用空间里的药，才能让子睿快速的转醒，再利用空间返回佛堂，不然这场戏就没法演了。处理尸体的时候，可有留下痕迹？属下故意留下足以令凤锦园的暗卫发现的痕迹，至于凤家其他人，断没可能发现。很好。不管今日之事主谋究竟为何人，他必须提醒凤锦园，如果是你干的，那你打不过我；如果不是你干的，那我告诉你，有人要杀你闺女，你自己看着办。依小姐看，这次与上次是同一伙人做的吗？看起来应该是。看起来凤家的大小姐就算不是主谋，也定是同谋。他今夜的表现摆明了就是知道此番计划，故意来戳穿咱们小姐不在房内的事实，然后又引领凤家人往后山去寻。原主这个大姐姐呀，菩萨的脸，蛇蝎的心，这样的人若真是坐上了后位，只怕全天下都得被她算计进去。搬走，去查查孙嬷嬷有没有子孙，再查查这些子孙有没有在沈家做事，或是跟沈家有关联的。属下记得了，你们保护好主子。母亲放心，一切都安排妥当了。明早庵里便有女尼下来接沈氏上去，凤府会对外宣称沈氏留在庵里为凤家祈福。这事你做得对，若再继续留那沈氏在府中，早晚是要出大事的。是的，儿子之所以安排全家来这普渡寺进香，也就是为了找个沈氏离府的理由，这样也给陈瑜和子浩留了颜面。他在家里跋扈也就罢了，万没想到竟招惹到云飞，如今又把文宣王府给得罪了。这个烂摊子你要妥善处理。文宣王妃的态度母亲也看到了，哪里是那么好说话的。还有那个武阳郡主，从小就跟九皇子一样，是个惹祸精，偏偏皇上还宠着。姚氏不是与他交好吗？如今处理了沈氏，你与姚氏正好也缓和缓和。将沈氏留在庵里是迫不得已，但他主母的位置却不能卸去，毕竟还有陈瑜，那才是凤家真正的希望啊！糊涂，谁让你卸去沈氏主母之位了？我只是让你常到姚氏屋里去坐坐，姚家根基深，文宣王妃那边也要姚氏多出气才好。儿子尽力吧。没错，就是因为母亲得罪了云妃，害得我5年不得入宫，现在母亲又被永远的留在庙里，今后我这个大小姐有神脸面对外人，看来母亲是留不得了。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
那嬷嬷有个15岁的孙女，是沈家三老爷的第9房小妾，属下取了她一枚发簪，样式老旧，像是过去的东西。果然是这样，凤玉恒就觉得孙嬷嬷的背叛肯定会有些原因，不然跟着姚氏从姚家陪嫁过来的嬷嬷，怎么可能将3年光景就转投他人？今日夜里，把这簪子给孙嬷嬷送去。遵命。殿下来了。班总说殿下来了，小姐快出去看看。我这身衣裳还行不行？这话一出口，他自己都鄙视自己。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那个眉心有朵紫莲的男人，竟能如此牵引他的心？穿什么都好看。恒恒，过来。你怎么来了？他眼睛晶亮，有灵动的神采闪烁着，看在玄天明眼里，就像天上的星宿，一眨一眨的，让人怦然心动。我来看看你啊。头一次见恒夫这副模样，这才像12岁该有的样子。就在这借着轻功腾空而起的半空，四目相对，晃出柔情几许。头一次见到女孩用袖口给人擦汗的。应该用帕子是吧？没带帕子。太酷了，玄天明，这个就是你们所谓的轻功吧？你想不想学啊？我是说轻功，你若想学呢，我可以教你。不学，太难了。你看我每天这么忙，光是凤府里的那些人和事就够我折腾的了。我还要看医书，还要研究药材，还要顾着外面铺子的生意，哪里还有时间学轻功啊？不过我也是会点功夫的。当初在山里时见你弹的那一首诗子，便知道你不是一点本事也没有。可不只是一点点本事哦，虽然我现在这身子有点弱，不过这些都是暂时的。我以后多吃点好的，每天再抽些时间训练一下，很快就能恢复过来。既然有底子，就别荒废了。就算身边时刻有人保护你，总归还是有个万一的时候。我总是担心你会出事。今日听班总说，昨夜有遇到了阎王殿的人，不放心你，这才赶过来。你要不要试试？是什么？可怎么看都像是他在欺负小孩，却也不忍心扫他的兴，便点了点头。好。不带运轻功的，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不带运轻功的。不行了，这破身体打一会儿就累，你让我歇歇。你应该是还没有去练这套招式的内功吧？夜里身风凉，你刚出了汗，小心冻着。我这套是格斗与擒拿的综合招式，里面还结合了一套军体拳，都是近身打斗技巧，没什么可看性，但一招一式都非常实用。而配合着这些招式的内功，我管它叫做硬气功。硬气功，我看你打斗时力道很足。所谓硬气功，若练成了，一般人接上一招，只怕胳膊都要断了吧？差不多，要看练到什么程度。不过我就算是练成了，跟你打还是要差上很多。你们都会轻功，还有长兵器，结合起来我就比较吃亏。从这2次打斗中就已见分晓。你跟谁学的？我跟谁学的？
我跟21世纪陆战部队的军官学的，可这话能说吗？那个我自己琢磨的，大山里跟一位隐士高人学的，就是给我那些奇奇怪怪的药啊，还有行医工具的那个波斯奇人，你也知道的，那个奇人的东西都很奇怪。其实你在西北的时候，我也正在那边打仗。如果我能早一点进到那片山林，是不是就能早一点见到你？就只有在那一天，你才能见到我，这就是命。玄天明他自动将他的意识理解为这是命运的安排，却不知他的意思是，就算你早一天见到我，那个也并不是我。哦，对了，阎王殿那群杀手背后的雇主已经查到，是沈家三老爷沈万良。凤家的大小姐与沈万良接触频繁，她应该是知道这一系列计划，并为沈万良做了接应。我也想到了，我娘亲身边的孙嬷嬷有问题，我让班总连夜去查出孙嬷嬷唯一的孙女是那沈万良的第9房小妾。你万事要小心，我今晚不走，守着你，一直到你明天回京城。其实我很喜欢西北的大山，比起京城，我更喜欢山村里简单的生活。你是我遇见的第一个人，意义是不同的。有机会我带你回去，走吧，风凉了，回房睡觉。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你说你不走，那你住在哪里？要不我让忘川寻个软椅来，你凑合一宿。傻丫头，你不知道这样对你的清誉有什么影响吗？知道，但是我早晚是要嫁给你的，更何况我是让你睡软椅，你心里有数就行了。赶紧洗漱下睡了吧，你安心的睡，我就在你身边守着。你要是不走，就给我扇扇蚊子。玄天明早已不在，他不知那人是何时走的。明明坐着轮椅，却依然可以行动自如到悄无声息。放开我！放开我！忘川，小姐醒了。大清早的，审视鬼叫什么？叫了有一会儿了，就听他喊什么要回家，不要留在这里之类的话。奴婢还没有过去看，洗漱的水都备好了，小姐先洗漱吧。玄天明什么时候走的？寅时末了才走。寅时末，那也就是我醒前没多久。我怎么不早点醒过来？哪怕再早一点点，兴许就能看到他。姐，怎么了？姐姐，好可怕！母亲好可怕！她怎么了？母亲刚才咬了一个丫鬟，咬掉了一块肉，满嘴都是血，肉还在嘴里挂着，好可怕！走，我们去看看。嬷嬷，有些事情我一清二楚，适可而止，不要逼我做得太绝。孙嬷嬷怕极了，一联想到近日来帮着沈家三少爷做的那些事情，不由得胆战心惊起来。阿恒，父亲叫住阿恒，可是有什么事？凤锦园看着这个女儿，久久没有言语，至今想不明白，20多个阎王殿杀手不但没伤他分毫，居然都死在他的手里。自凤玉衡回京，沈氏接二连三遭受创击，沈家要除凤玉衡，他自然明白其中道理。阿恒，为父希望你能多为家里想想，毕竟凤家好了，将来你的脸上才能有光啊。我从来不主动惹事，只求事别惹我。你是凤家的孩子，就要有个凤家女儿的样子啊。那就请父亲也先有个父亲的样子，请父亲在孩子受到伤害的时候，先从一个父亲的角度出发，去关心一下孩子的安危，而不是张口闭口凤家。等有一天你的孩子都被人杀光了，看你哪来的家。哼！明日我会为子睿安排启蒙先生。好，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小姐，等等我。阿恒，看见没？那几位就是我今天要给你介绍的姐妹。
郡主你也跑太快了，一转眼人就不见了，奴婢都跟不上你。怎么不说你自己笨，腿脚慢呢？这就是我柔一家的女儿凤羽恒，就是我那未来的九嫂。哇塞，你就是那个搞定了九殿下的凤羽恒啊！你好，我叫封天玉，我爹是当朝右相，跟你爹是死对头。那什么，对头女儿你好。嘿嘿，好玩吧？两个丞相，一个姓凤，一个姓风。我真心祝愿你家的大风能把我们家这只凤凰给吹跑，吹得越远越好。凤凰吹跑了，你不也得跟着飞了吗？飞也，我是誉王府的王妃，凤凰跑不跑跟我有什么关系？对，能同甘是缘分，能共苦可就得看情分了。凤家怎么对阿恒的，谁不知道？凭什么落了难还得让阿恒跟着吃瓜烙？我叫任熙风，平南将军府的女儿。我听殿下提起过，殿下说任大将军的兵法应用十分精妙，他这次平复西北也借用了不少。九殿下实在是太客气了，我父亲才赞他是少年英雄呢。其实咱们小时候是见过的，不过你也不记得，我也不记得。可是幼时家里人抱着见过面。可不，昨儿天哥来府上看我，提起你来，我父亲就说小的时候姚太医来将军府做客，就是抱着你一起来的。那时候你才8个月大，我也才9个月。你们几个能说会道的就先停一停，让芙蓉先跟阿恒打个招呼啊。芙蓉说话。凤小姐好，我叫白芙蓉，叫我阿恒就好啊。哎呀，包子脸圆滚滚的，好玩死了。玄天哥，你叫来的朋友果然都是一条道上的，每一个初次见我都捏我的脸。你们也这么干了？怪就怪他自己长了个包子脸，你说长成那样谁不想捏啊？我当初就手痒了，结果被这丫头给咬了一口。你要么就一直装下去，要么就干脆彪悍起来，老是看起来像是小白羊，实际上是只大灰狼。你累不累啊？我娘说了，不装成小白羊嫁不出去。不信看看你们几个，除了阿恒谁有人要了？阿恒啊，别跟他们一样，他们都是狼，我家跟他们家就没法比了。我爹只是宫里打首饰的巧匠，没什么官阶。我呢，承蒙这几位大小姐不嫌弃，就将就着天天跟他们混吃混喝。凤羽恒对着白芙蓉相当满意，没有过硬的后台还能活得这么洒脱，这才是自己的人生。好了，我们也别站在这里了，走到仙雅楼，我请客。太好了，我点那道最贵的龙井虾仁。好，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你们这是干啥？本郡主就是有钱也不能被你们这么敲诈啊！哎，郡主，这些菜不是冲着您上的，是掌柜的孝敬王妃的。掌柜的说了，王妃好不容易来一次，一定要把仙雅楼的好酒好菜都给端上来，给王妃过目。感情这是在给你们未来的王妃报菜谱啊！阿恒，你快问问吃不完可不可以打包啊？我娘就喜欢吃仙雅楼的菜，可是平时我也买不起啊，快点问问，行的话你们就少吃点，给我打包回去，听见没有？照这桌上的饭菜新装一份，给白大小姐打包。啊，小的遵命。阿恒啊阿恒，我9哥从来都是亲兄弟明算账，就算是7哥来吃饭都是得给钱的，这可是我头一回看到仙雅楼破例呀。那你说玄天明自己来吃饭要不要给钱？那当然是不用，这不就得了？他吃饭都不给钱，那我为什么要给？我现在的零花钱还都是他给的呢，就算我出了钱，那也是出他的，有什么区别？我去看看别的桌都点了什么好吃的，既然不用给钱，那咱们多吃点。
起，都是我不好。这位小姐，您的裙子我一定赔，您先看看有没有被烫到。哼，清乐郡主，我当是谁？一个巧匠的女儿居然也配在本郡主的面前说话。清乐郡主，对不起，都是我不好，您的裙子我一定会赔的。哼，你赔？你赔得起吗？瞅瞅你穿的那副寒酸的样子，就算搭上你父亲10年的俸禄，也赔不起本郡主的一条裙子。郡主不用担心，我可以出去借，不管多少银子，我都会赔给你的。哼，是吗？1万两，你去借吧。什么？去请你们掌柜的上来，就说仙雅楼最好的一只汤碗被清乐郡主打碎了，请安定王府赔偿白银3万，一只碗3万。小庶女，你这账是怎么算的？一条裙子1万，异姓郡主，你这账又是怎么算的？你管本郡主是怎么算的？小小庶女，看到本郡主不下跪行礼，这就是你们凤家的规矩？哟，一个异姓王家的女儿，你见到本郡主又为何不跪？阿恒是凤家庶女没错，但我可是封家嫡女。请问这位郡主，你对我们右相府封家有什么想说的吗？我平南将军府也很想听听清乐郡主的指教。白芙蓉是我们的姐妹，不管她的家世如何，我们都是她的后盾。还有阿恒，即便她是凤家的庶女，但你别忘了，她也是未来的誉王正妃。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要不是你伸出一只脚，刚好把芙蓉给绊了一下，怎么可能有这起事故？找茬的时候，请你擦亮眼睛看一看，惹到的都是什么人。即便她是凤家的庶女，但你别忘了，她也是未来的誉王正妃。清乐郡主气得肺都要炸了，可偏偏眼前这几个又都是不好惹的主。她火气没处发，一眼瞄到还跪在地上的小二，抬起脚就踹了过去。别以为刚才你们3个撞上时我真的没看见，要不是你伸出一只脚，刚好把芙蓉给绊了一下，怎么可能有这起事故？找茬的时候，请你擦亮眼睛看一看，惹到的都是什么人。今天我就告诉你，我凤羽恒是这仙雅楼的半个主人，我家下人挨了欺负，我绝对不能坐视不理。这3个巴掌是我还给你的，给你长点记性。清乐哪里听得下去他的话，特别是那句仙雅楼的半个主人，更是把他给刺激够呛。一回手，也不知从身上哪一处竟抽出一把匕首来。阿恒小心！你好大的胆子！你胆子也不小，我本无意与你对立，怎奈你一步一步咄咄逼人。这人呐，说话做事之前总是要多考虑考虑清楚，你能不能打得过对方再出手。你要比家世，很好，我们这里一个代表文宣王府，一个代表右相府，一个代表平南将军府，小女子不才，却是可以代表誉王府。我问你，凭什么在我们面前嚣张？你惹得起谁啊？抱歉。那位堂兄说完，然后驾着清乐就下了楼去。都走了老远，还能听到清乐在叫嚣地喊着：凤羽恒，你给我等着，早晚有一天你会后悔。掌柜的，别忘了让清乐郡主把碗钱赔了，给他打个折，就收5两银子吧。这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本以为我那一向任性妄为的九弟，这辈子估计寻不到合适的姻缘，却没想到人家还真就找了个比他还任性妄为的丫头。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据说安定王妃过些日子要过寿，
好像差不多日子了，每年都是这个时候办一场。你去吗？我才不去，他们那叫什么王府啊，就仗着安定王的爵位摆架子，可惜后继无人，我才不要去给他们这个脸面。按说是世袭的王位啊，安定王自己没儿子，就没想别的法子，比如过继一个过来。谁能让他这么干？以前的安定王可不想过来着，过几个孩子继承王位，但黄伯伯说了，过继的不算。然后安定王又闹了个王妃换子的戏，10几年前就被黄伯伯用滴血验亲给戳穿了，并且告诉他，世袭的王位必须要亲生的血脉，如果再胆敢混淆王室血统，那顶安定王的帽子就给他摘掉。后来他就老实了。哎，你怎么想起来问他们家过寿的事儿？不会是想去吧？是那日在寺里临回来时，清乐郡主来跟我父亲说的。凤府以前好像也没有派人去过，你那大姐姐凤沉鱼，凤家当个宝一样供着，应该是觉得安定王府的寿宴不够档次，等着在宫宴上亮相呢。今年你回来了，不知道凤府是怎么打算。如果凤家今年要你去，那我就陪你走一趟吧，省得你挨欺负。不用，要是连一个安定王府都摆不平，我将来怎么走进裕王府？霸气。那就是凤家的大小姐吗？凤家这个女儿据说生下来时就有霞光盖天，听说以前是个庶女，后来她娘亲上了位，这才成了嫡女的。那原来的嫡女呢？那个才是原本的嫡女，可惜她外祖家里招了祸，凤家怕受牵连，就将原本的大夫人赶下了堂，把凤沉鱼的母亲扶上了位。我也知道这个事儿，姚家以前就与我们府上挨着住，当年多么风光的姚家呀，如今门口的灰吊子都结了老长。姚府没有新人住？没有，听说府邸还是姚家的，并没有被皇上收回。你们是来给我母妃祝寿的，都不进院子里去办正事儿，在门口站着乱嚼什么舌根子？陈瑜见过清乐郡主，哼，原来是凤府的大小姐，我还以为是哪家的新娘子想来我们安定王府这里讨点赏钱呢。郡主真会说笑。清乐郡主，好久不见啊，你这脸蛋已经不肿了，好多了呢。凤羽恒，你给我等着，敢来我安定王府，有你好受。行啊，等着就等着。安定王府啊，久仰大名，我总得来看看当年被我那未婚的夫君烧完之后变成了什么样子。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终于有个安静地方了，都是些什么人呀？像菜市场的大妈一样吵到脑瓜疼。你们说的山野千金是不是就是那位？我瞅着长得还行，不像外面传的那样是个山村孩子。当然不像，好歹人家以前也是凤大人家正儿八经的嫡女，好歹是个王府，怎么请来的人都这么不上台面啊？我觉得祖母给咱们做的衣裳还是有点太好了，跟这场合不配套啊。昨天金针姨娘还说送帖子的人提到七皇子，这种场合怎么配七皇子到场？小丫头，邓春心啦！二姐姐你说什么呢？在那里，凤相家的女儿，虽说是庶女，可能也是一品大员家的庶女啊，怎么快去套近乎？可不，那位穿的像是办喜事的嫡女，咱们还是别指望能说上话了，我只看着就觉得有距离感呢。看到没，这片花园全部都是翻修过的，原来的据说比现在气派好多倍。唉，可惜啊，被九皇子一把火给烧了个干干净净。你们说这花园是被烧了之后重建的，那安定王就平白的被烧了王府，也没不乐意？当然不乐意呀！当年那安定王很气愤的进了宫，一纸御状就把九皇子告到了皇上面前，
那皇上怎么说啊？皇上就对那安定王说，你连一个王府都看不住，还好意思上朕这来告状？还有呢，安定王因为皇上这一句话，回去之后便下令招了好多侍卫看管王府，然后皇上又治了他个私吞兵将之罪。他们这边说说笑笑的好不热闹，对面亭子里凤沉鱼正跟清乐面对面站着，不知道说些什么。这二人凑至一处，只怕没商议什么好事，八成又是与我有关。二姐姐，他们都是来给安定王妃祝寿的，这样子背地里议论人家府里的事，好吗？想来每年都是这么过来的，不然你看那些王府里的丫鬟，明明都听见了，也没见谁过来管。看来这安定王的名声实在是不好。以前我不常出门，也没有认识的朋友，没想到外面的世界跟家里还真是一模一样。是啊，家家都有权斗之术，凤府终日不得安宁，这安定王府也好不到哪去。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那是谁家的新娘子？民女凤沉鱼。凤沉鱼，她就是凤家的嫡女。哼，在我的寿宴上穿成这样，也是有点过分了吧？原来是凤家大小姐。凤大小姐穿成这样子出门，凤大人都没拦着点吗？家里对王妃寿宴十分重视，临行前特地嘱咐我们姐妹三人一定要盛装出席，这才算是对安定王府的尊重。不必多礼，坐下吧。场上歌舞表演开始了，有一些坐得近的夫人小姐们正上赶着跟陈鱼套近乎，于是一个敬茶，另一个递果子，还有送点心的，甚至还有送银票和玉饰的。一时间，陈鱼成了场内最热门人物。凤家果然都是贱人。蠢货！你们到底是来干什么的？凤大小姐，我劝你日后出门还是把面遮起来，省得四处惹人惦记。都是陈鱼的错，请王妃责罚。安定王妃大寿之日，怎谈责罚？血色如色，天姿国色，一缕生柔，多余少作一捧过。本王是代表皇家来给安定王妃贺寿的，王妃无需客气。多谢纯王殿下赏光，真是令安定王府蓬荜生辉呀！多日不见，纯王殿下一切可好？七皇子不会是看上大姐姐了吧？不可能，据我对这七皇子的了解，他这人虽然看起来无害，但你绝对不能把他面上表现出来的和实际要说的做的混为一谈。不信你看。请问您是哪家的小姐？本王与你可曾相识啊？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拿回去还他，或者给你父亲，就说这次的事本王可以不与他计较，若再有下一次，请凤相大人亲自来与本王说话。我是左相凤府家的嫡女，我叫凤沉鱼。纯王殿下前些日子到府，我们是见过的。小姐如此说，本王就记起来了。不知殿下今日也要过来，沉鱼应该早些去给殿下问安的。凤大小姐多礼了。凤家就只有大小姐一人前来吗？本王那弟妹可曾到访啊？二妹妹和三妹妹也来了呢。殿下既是来为安定王妃贺寿的，那就请上座吧。每年王妃寿宴，父皇都会派我们兄弟其中一人来给王妃贺寿。今年本王过来，同样带了父皇和母后亲自备下的寿礼，已交由前院长司，祝王妃福寿安康。多谢皇上和皇后娘娘，也多谢王爷。
王爷快请上座吧。今日王妃是寿星，理当上座，本王也就过来给王妃道个寿，王妃且安坐便好。本王在下面同弟妹攀谈几句就回去了。为什么你这桌上连盏茶水都没有？不让人带进呗。给凤儿小姐上壶茶。是，殿下。临来时啊，九弟还同我说要给你带些宫里新来的御厨做的点心，我出门时就让下人送到你的同生轩去了。多谢七哥。给安定王妃祝寿是你们皇子轮着来的吗？今年刚好轮到你。也不是轮着来，是谁也不愿意来。明儿让我跟你说，这安定王府的寿宴没什么劲儿，你要喜欢热闹，还是月夕节的宫宴好一些。我听天哥说过。殿下。凤大小姐。殿下不必这样客气，叫我沉鱼就好。天哥自小就跟明儿一样，是个祸事精，我们这些哥哥们也没少给他收拾烂摊子。哥哥疼妹妹是应该的。哦对，那天我在仙雅楼看见七哥了。我也看到了，能为自家伙计撑腰，的确是个好主子。二妹妹跟殿下叫七哥啊，那我自然也是要跟着叫七哥的，七哥不会介意吧？阿恒叫我七哥，是因为他跟明儿的关系。本王下面只有2个弟弟，凤大小姐的意思是，你与我那八弟……没有，陈鱼跟八殿下见都没见过，七哥一定要相信陈鱼。你让本王相信你，可你为何叫七哥？本王早说过，阿恒叫七哥，那是因为他是本王的弟妹。你若没了这层关系，那就是攀附皇亲。本王要回宫请示一下父皇。凤沉鱼只觉得这纯王殿下看起来面和心善，但话语间却丝毫都不留余地。他纵是有心见缝插针，也根本寻不出缝隙来。凤大小姐东西掉了。是送给殿下的。拿回去还他，或者给你父亲，就说这次的事本王可以不与他计较，若再有下一次，请凤相大人亲自来与本王说话。这么好看，点个敢问订阅吧。大姐姐，什么叫我逼着你给舞姬弹琴？我请问你，父亲是不是有过话，说庶女不可以抢嫡女风头？祖母，父亲一定要给陈玉做主啊！陈玉苦练琴技多年，为的是什么？父亲当初也说过，陈玉的琴技绝不能轻易外露，那是要留给……可是今天就在安定王府，二妹妹逼着我为一群舞姬伴乐，父亲，陈玉觉得好委屈啊！你到底要干什么？父亲，您这话什么意思啊？自从你回来，咱们府里就没消停过。为父今日就问你，到底是想做什么？如果是想报3年前被赶出家门的仇，你冲着为父来，何苦为难你大姐呢？二妹妹，从前你是嫡女，我爱你敬你，就算后来你离了经，可那也并不关我的事，你为何要这样害我？虽然这件事情很可笑，但我依然要提醒父亲，阿恒不是没有脾气的人，3年前任你们随意揉捏，3年后若还想继续黑白不分，那可就要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敢问大姐姐，什么叫我逼着你给舞姬弹琴？我请问你，父亲是不是有过话，说庶女不可以抢嫡女风头？是有这么说过，可这给舞姬弹琴哪里算是风头？祖母说的是，阿恒也是这样认为的，而且就这个事情还与那安定王妃据理力争过，这一点在场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证明。但那安定王妃偏偏就说她府里的舞姬与一般人不一样，是当小姐一样养着的，还说凤家的女儿能给她王府的舞姬伴琴，是得了天大的脸面。阿恒9岁那年就被送到山沟沟里，着实不知道京中已经有这样的变化。那安定王妃说的斩钉截铁，
我不得不信呢。安定王妃确如阿恒所述一般。不仅如此，想来父亲和祖母还没有听说后来的事。那清乐郡主与一男子在后堂私会，被所有人撞破好事。大家进去时，那清乐郡主正衣不遮体的与那男子泡在同一只浴桶里。那男的连衣服都没穿，清乐郡主居然还诬赖说是阿恒与人私会，说他是进去捉我的。他们当我凤府是摆设不成？还有呢，那好事不止女宾们撞见，男宾也都在场。七殿下临走时说会禀明皇上为清乐郡主同那男子赐婚，可清乐郡主却央求安定王让他去跟皇上说，她不要嫁给那男子，她要嫁给誉王，还是做正妃。好大的口气！誉王正妃是我们家阿恒，哪里轮得到那个异姓郡主？估计安定王府的意思是让誉王府与我们凤家解除婚约吧。到底人家是王府，想当年不也是在明知阿恒与九殿下有婚约的情况下，还去请皇上赐婚吗？父亲，一个没有实权的王爷，怎么就敢这样子欺负当朝丞相的女儿，把凤家女儿比作与王府奴才同阶？安定王府就把当朝的一品大员放在那个位置吗？请父亲为我们姐妹做主。你放心，这一笔笔账，为父都记得。那座安定王府，我凤家与他势不两立。没让你记恨定安王府，是让你记恨凤羽侯。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凤二小姐请留步。王爷请自重。七殿下的脾气你我都知道，看上去和善，可没有一件事跟七殿下是能商量明白的。可以请二小姐跟七殿下打个商量啊。本王听说二小姐与七殿下十分熟络，还跟七殿下叫七哥。王爷，郡主与那侍卫情投意合，为何王爷不大方成全，还要棒打鸳鸯？哪里是情投意合？那是什么？都是小女不懂事，还望凤大人能帮本王一次。事情若是成了，本王定有重谢。只怕这事要与我那二丫头商量了。老爷，二小姐到了。哼，女儿见过父亲，见过王爷。二小姐不必多礼。王爷客气了。不知父亲叫阿恒至此，可是有事？不是为父有事，是安定王爷有事与你商量。我一个无品无阶的庶女，怎配得上与王爷商量事情？父亲莫要取笑阿恒了。若没有什么要事，阿恒就回去了。凤二小姐请留步。王爷请自重。王爷如此看着民女，到底是何意？民女的年纪比清乐郡主还小，王爷可不要动歪心思。凤二小姐请留步，本王确实有事相求，还请凤二小姐援手帮忙啊！我一个小小庶女，能帮上王爷什么呢？请凤二小姐在纯王殿下面前美言几句，让殿下把那日的事莫要禀明皇上啊！那日的事？哪日？什么事？就是王妃寿宴那日在后堂的事。就是清乐郡主与一男子共浴，被所有人都看见的事。阿恒实在是不明白王爷是怎么想的。想来父亲也打听过那日的事了。当时清乐郡主当着所有人的面，她要嫁给女儿的未婚夫，也就是誉王殿下。今日安定王爷亲自到府，还让女儿去七殿下面前求情，难道这是在逼着女儿把誉王正妃的位置让出来吗？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王爷，不好了，您快先回府去看看吧，咱们王府又被九皇子给烧了。什么？难道这是在逼着女儿把誉王正妃的位置让出来吗？不会，二小姐放心，清乐那边本王自会严加管教，
绝不会涉及二小姐和誉王的婚事啊。是吗？王爷，您确定能做得了清乐郡主的主？那为何前些年王爷还在清乐郡主的怂恿下，跪到皇上面前去请求赐婚？民女知道您是王爷，咱们小门小府的自然不能跟王府比，所以我父亲就忍了下来。如今清乐郡主还口口声声嚷着要嫁给誉王，父亲，您是一朝丞相啊，为何要受这等欺辱？王爷究竟为何处处与我凤家为难啊？你别不识好歹，我乃堂堂安定王，你一个丞相也在我品阶之下，有何资格在本王面前耀武扬威？王爷，若本相没记错，是王爷主动找上门来的，耀武扬威的人是你。好，凤景元，你不要太得意，本王今日到府是给你颜面，别以为本王不敢到皇上面前去告你的御状。那王爷就请吧，想来七殿下已经同皇上说明了清乐郡主的喜事，皇上也正等着见您为清乐郡主赐婚呢。王爷干嘛生这么大的气？贵府喜事将近，应该高兴才是。老爷，有安定王府的侍卫求见。有什么事？王爷，不好了，您快先回府去看看吧，咱们王府又被九皇子给烧了。什么？你笑什么？王爷，我在自己家里笑一笑，您发什么脾气啊？王府出了那么大的事，王爷怎还有心情与本相这小女儿斗嘴？我们走。誉王殿下火烧安定王府的事，你事先可知晓啊？真不知道。想来殿下是在为你出气呢。也是为凤家出气啊！安定王府寿宴当日，受了委屈的可不只是阿恒一人。大姐姐那样绝艳的琴技弹给了一群奴才，三妹妹虽说是庶女，可平白无故的被下人泼了一裙子茶水，这算怎么回事？为父知道你们都受了气，今日为父不也没给安定王好脸色吗？你要明白，为父如此做也是要顶着极大压力的。父亲放心，若安定王真的要到皇上面前发难，阿恒定会请求誉王殿下帮衬着家里一些。不过想来那安定王也没工夫跟咱们计较，他家里不知道被烧成什么样了呢。九皇子自小就是这个脾气，但愿他今后待你能不同些，你切记不要惹怒了他。多谢父亲，女儿都记下了。哦，对了，这是那日寿宴上大姐姐送给纯王殿下的，纯王殿下没要，让女儿带回来拿给父亲，还说这次的事儿他可以不与大姐姐计较，但若再有下一次，就请您亲自去与纯王殿下说话。凤锦元盯着那荷包气得不轻，陈瑜不擅长女工，一看就是出自他的手，可他明明警告过陈瑜，不可以在凤家表明立场之前擅自与男子来往，陈瑜为何不听他的劝告？你回去吧。好，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明儿，朕不知道你选的那个丫头到底有没有本事，如果一个凤家就能把她给害了，想来也成不了大事。虽说阿恒与誉王有婚约，可那誉王做的一桩桩一件件好事，只对阿恒个人的，对凤家可是一点脸面都不曾给过。纯王无心皇位，陈瑜要坐上凤位，就要断了对纯王的念想，是该有个抉择了。安慰。封下，上次让你去查三皇子，可有查到动向？三皇子5日前曾接触右相封大人，但封大人没见。2日后，封大人投了二皇子。另外，三皇子早有暗中蓄养兵马的意图，已经屯兵3万有余。很好，是个有胆识的。大人可是要去三皇子的襄王府，是时候往那边走一趟了。我凤家无论如何也逃不出这场夺嫡之战，若再不拿出个态度，只怕为时已晚呐。明白。
来人，备车。早些日子不是说凤兴陵逝吗？如今兴事走向如何了？凤兴已入京城，兴事渐亮，于凤轨中稳步行进，10年之内若无异动，可进入主位。新的凤兴进入主位，就意味着原本的凤兴要让出位置来，而这新凤兴所对应的皇，却不是如今这个天武大帝，是指新主。新主登基，旧皇驾崩。生老病死乃人生轮回，朕并不怕死，只是想再多要几年，好歹为那孩子铺一条平稳的路。你下去吧。是。明儿，朕不知道你选的那个丫头到底有没有本事，如果一个凤家就能把她给害了，想来也成不了大事。陛下，凤相进了襄王府。不知好歹的东西，有了一个明儿还不够，还真妄想让他的大女儿攀上凤位吗？朕倒要看看他选中的老三到底有多大出息。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听说清乐郡主烧的头发都没了，安定王妃也烧光了眉毛，到底是不是真的，可就不知道了。班总，你去趟普渡寺吧，瞧瞧沈氏那边有什么动静没？现在？对，现在。那主子你可不要出府。知道了。快，换件普通的衣裳，咱们到安定王府去看看。刚才是谁答应搬走不出府的？没事啦，我们又不出京城，这大白天的哪里会有危险？二小姐，慢点跑，忘川，快点。定安王府就这样被烧得毛都不剩。故事就是故事，夸大其词，再怎么样也不能把安定王府烧得毛都不剩，那得着多大的火啊！这位小姐有所不知，昨日的大火从晌午刚过就开始烧，一直烧到了后半夜。安定王府养的马都烧得一匹不剩，马都烧死了，人跑出来了吗？听说清乐郡主烧的头发都没了，安定王妃也烧光了眉毛，到底是不是真的，可就不知道了。忘川，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去参观定安王府遗址了，咱们快走吧。好。凤丞相真稀奇，媳妇换来又换去，嫡女人人都能做，如今又要舍陈馀。凤丞相真稀奇，媳妇换来又换去，嫡女。凤相，本王要接陈馀的奉命不假，但你见过哪家的凤凰是庶出的？向王殿下放心，陈馀是凤家嫡女，这一点是永远不会变的。是吗？想来凤相是不怎么上街，你出去听听，连街边的要饭花子都知道你凤家要把嫡女换了人，为何凤相还能说得如此斩钉截铁？殿下，臣一定会尽快平复谣言，死保陈馀嫡女之位。陈馀的母亲正在寺中为凤家祈福，也有些日子了，臣近日便会派人将她接回。嫡女就是要名正言顺，她的母亲可以死了，但总扔在寺里算怎么一回事？臣知襄王殿下如今正是用赢钱之时，这点心思还望殿下收下。哼，凤相这是做什么？臣既已追随殿下，理当为殿下分忧，还望殿下不要嫌弃啊。本王说的话你回去也好好想想。另外，本王既与你结成一派，也不全是冲着你那被传言奉命的女儿。凤相是当朝左臣，日后还有很多地方要仰仗大人呢。殿下说哪里话，能为殿下分忧是臣的分内之事。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
大半夜的不睡觉，你练的哪门子邪功啊？主子，据说沈家人去过几次普渡庵，那是偷偷见的沈氏。哦，那沈氏如今表面上比以往和善了许多，白日里竟也会跟着姑子们一起挑水摘菜，但一到了夜里，伪装马上就会卸去，对那叫满喜的丫头非打即骂。果然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想来是沈家为让沈氏返回凤府出的主意。哼，看他能争多久。主子，属下得知您父亲最近有接触三皇子玄天业，应该是在储位之争上明确了凤家的立场。玄天明知道吗？殿下知晓。说起来，你们殿下是哪个队伍的？属下不知，殿下平日只与七殿下走得最近，但七殿下曾明确表示过自己无心九五之位。那这样一来，他就没有站队了。没事了，你忙你的吧。班总，你还有事儿？听说属下往普渡庵去的时候，主子出府了。我就是去参观了一下安定王府的遗址。可是主子答应过，属下不在的时候不出府的。我又没出京城，会有什么事儿啊？再说，不是还有忘川的吗？而且你家主子我也不是吃素的呀。你看，我自己对付3、4个人也是不成问题的，真的不成问题。真的不成问题吗？那好，那属下去找忘川谈谈。如果我的身体素质能像前世那样好，也不至于连出个府门搬走都不放心。说来说去，还是自己不够强大，不行，我得加强锻炼。变强。主子，你也就差点轻功。轻功嘛，有点难啊。哦，不带运轻功的，运轻功你就输了。我腿脚不好。凤宇恒觉得玄天明这人最擅长的就是不要脸。你是腿脚不好，可你坐在轮椅上运起轻功，比人家马车跑得还快吧？你倒是继续跑啊！不行了，不行了，我才锻炼了没几天，体力还没恢复上来呢。他早听说这丫头每日早晚都又跑又跳的事，本来今晚是想来看看她，还带了些好吃的点心，谁知道这么晚了，她居然还在花园里。大半夜的不睡觉，你练的哪门子邪功啊？失眠不行吗？好看，点个订阅吧。大半夜的不睡觉，你练的哪门子邪功啊？失眠不行吗？你送来的那个暗卫瞧不起我这个主子，我不练好些给他看，还真得被他看扁了。你本来就不如班总。那只是暂时，术有专攻，我又不擅长轻功，当然不能同他比。但若论其他的，班总不见得是我对手。你擅长的是什么？哦，医术。不止，以后慢慢的你就知道了。一下子把谜底给揭穿是最没意思的事。你咋那么狠？安定王府直接被你烧没了。因为他们欺负我媳妇儿。谁是你媳妇儿啊？还没过门呢。小丫头还知道脸红了。想当初在西北的大山里相遇时，是谁第一次见到我就偷偷流口水来着？陈天明，如果你晚上都不怎么忙，那能不能偷偷跑出来教我耍鞭子？最基本的鞭法主要有缠、抡、扫、抛等等，基础的练好之后就可以练成套路，而且左右手可以轮换着用，舞起来虎虎生风的，那也是壮观。不但舞起来壮观，最主要的是这种东西易于携带，隐蔽性也强。
打击力又大，十分实用。你这是学会了准备上战场是怎么着？以防万一，两人约定好每晚都来这花园里一起练功。玄天明左右看看，发现虽然上了秋，但园子里蚊子还是不少的，不由得建议：要不我接你去誉王府的练武场？约会都是男孩子来找女孩子的，我上赶着算怎么一回事？哈，约会？好，那我过来找你。这么好看，点个父亲订阅吧。为何说我放了毒药？父亲找人验过了吗？大夫来了吗？有人亲眼看见了吗？你往菜里放了什么？药。什么药？刚才报菜名的时候已经说过了。我问的是毒药。父亲为何说我放了毒药？父亲找人验过了吗？大夫来了吗？有人亲眼看见了吗？无凭无据就说女儿往菜里下毒，那请问父亲，为何你们吃着都没事儿，只有母亲和大姐姐出了问题？有可能是我们还没到发病的时候，只是母亲和大姐姐体质弱，反应来得快了些，说不定到了晚上我们就都……四妹妹说的可真是有模有样啊，真不知道我作为凤家的女儿，处心积虑地毒死了全家人，对我到底有什么好处？都给我住口！将今日做饭菜的那些人全部都给我叫到这里来。见过凤相大人，见过凤相大人。这年轻人气宇不凡，见到本相不卑不亢，完全不像一个厨子。敢问先生在何处谋事？为何到我凤府来充当一名厨工？在下莫不凡，本是一名江湖游医，得圣上赏识，留于宫中，专门为皇上、皇后娘娘以及云妃娘娘配制药膳。身后这几位便是这数月来与在下一起制作药膳的御厨。凤相，适才在下往这边来的时候，听说是今日的药膳毒伤了府上的大夫人和大小姐。没错，既然你承认饭菜是你们做的，那就要给我们凤家一个说法。你把嘴给我闭上！莫先生，只怕这里有些误会。我就说嘛，皇上与皇后娘娘3日前才刚用过的药膳食谱，怎么到了凤家就吃伤了人呢？误会，那是误会。凤相，我等今日来到凤府，是成王殿下与誉王殿下同时求了皇上，说是凤家的大夫人回府，请在下带着御厨来为府上准备膳食。什么？是成王殿下与誉王殿下同时求了皇上，才请来莫先生的？不行，我不能连累齐殿下。今日这席面，所有菜肴均为3日前皇上与皇后娘娘用过的，食方由在下亲自调配，所用的所有食材全部都是从御膳房运送过来，所有药材出自凤家自家的百草药堂，且这些药材在下锅之前均经了在下的手，由在下亲自验过，再扔到锅里。凤相觉得是在下有问题，还是这些专门给圣上做御膳的厨子有问题？都没有问题。那眼下是怎么个意思？哦，大人莫不是不满成王殿下和誉王殿下的安排？哎呀，那凤相可真是辜负2位王爷的一番好意了。就在众人僵持的功夫，原本还窝在软榻上装熊的凤沉鱼一下就站了起来，连声道：想来真的是误会了，刚刚是在外面园子里用的餐，只怕是我身子弱，被风吹到了，这才头疼，现在已经没事了。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只怕是我身子弱，被风吹到了，这才头疼，现在已经没事了。沉鱼没事，说明药膳没问题，有问题的是沈氏。果然死性不改，蠢笨如猪。凤羽恒是这么好扳倒吗？再不醒来，这事情如何收场？老爷，大夫请来了。快些给夫人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凤大人，府上夫人可是吃了不干净的毒物呀。大夫为何如此说？若不是吃了有毒之物，何以要吃催吐的药物啊？催吐？大夫有话就明说吧。府上大夫人发病时肯定有呕吐吧？那是因为大夫人事先服用了催吐的药，这种药先吃下一点，不出半炷香的功夫，就会让人产生呕吐，且伴有轻微抽搐。不过肚子里的东西都吐出来就没事了，一般都是用来紧急解毒的。凤相，在下不才，医术得圣上赏识，可否请在下为大夫人诊伤一诊？那就有劳莫先生了。宣天明请来的这位莫先生有点意思。你干什么？看病就看病，为什么要抓我母亲的手啊？休得胡言！奇怪，凤相请看，大夫人为何要这样做？诸位可看到这是什么了？这便是催吐的药，想来大夫人服用的就是这个。你给我起来！贱人，你为什么不死在西北的大山里？回来干什么？你一回来，我们的生活就全乱了。都是你，是你害陈瑜嫡女的位置不稳，是你害子浩身患重病，你个贱人，你该死！母亲，陈瑜，你干什么？在下早就听闻凤家二小姐自3年前就已经离开京城，去往西北，期间从未回来过。而这位少爷的病症是近2年才患上的，与府上二小姐无关呐。为何凤家夫人要如此说呢？阿和，还是先请莫先生去你的同生轩坐坐吧，这边的事交由为父处理。既然大人家里有事，在下就不多留了，也要回去向皇上还有2位殿下复命，告辞。惹上了云妃，惹上了文宣王妃，这还不够，如今他都招惹到皇帝头上了呀。母亲，保重身子。嫡女就是要名正言顺，她的母亲可以死了，但总扔在寺里算怎么一回事？看来沈氏不能留了。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沈氏不能留了。母亲，父亲说了，陈瑜永远都是凤家嫡女，不管将来主母的位置由谁来做，那个人都只能算是田房。他所生的孩子是继嫡女和继嫡子，是不能同陈瑜比的。母亲您安心的去吧，不用担心陈瑜和哥哥，那些加害于我们的人是不会有好下场的。善恶终有报，天道好轮回，不信抬头看，苍天饶过谁？这不，你那蠢娘的报应不就来了？说起来，真是世事无常呢。谁能想到名门望族竟会惹上那样的官司？所以说，今日不与明日事，看得到明天的太阳，才算是又过了新的一天。就像母亲您，阿恒刚回来时，您是何等的气派啊！怎能想到今日竟重病身亡？所以说，世事无常，世事无常啊！世事无常，是呀，从前的凤羽恒何等的被府里看重，如今呢，嫡女贬庶女，谁又能保证我以后一定还是凤家嫡女？万一什么时候再出来个算命的王八蛋，突然指着粉黛说他才是凤命，那我又该怎么办？母亲啊！
母亲啊，你怎么死得这么惨？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母亲啊，你怎么死得这么惨？儿子才走了几日，那该天上的凤玉衡怎么就把你给害死了？孽种，休得胡言！宋玉衡，你去死！大哥哥，你这是干什么？母亲是病死的，与阿恒有什么关系？什么病死的，都是被你害死的！快救火呀！着火了！我的脸，看看我的脸有没有伤到。大小姐，你的眉毛……大姐姐，你怎么样？大姐姐，你毁容了！我的眉毛一点都没有了吗？一根毛都没剩。你有没有办法能让你大姐的眉毛再长出来？我问你话呢。父亲，府上主母过世，我规规矩矩的守灵。大哥哥从书院回来，问都不问一声，举着剑就要杀我。为何父亲不问问我有没有伤到？为何父亲不关心一下你险些被杀的女儿？难不成父亲也同大哥哥一样，认为母亲的死是阿恒做的？那阿恒可就要好好研究一下母亲的死因了。到时候若有什么需要父亲配合的，还请父亲不要推脱。纯王殿下到！翼王殿下到！这么好看，点个订纯阅吧。王殿下到！翼王殿下到！纯王殿下，纯王来了，不要让他看到我的脸，不要让他看到我的脸。为何不能让本王看到你的脸？都起来吧，今日本王是与皇帝来凤府吊唁，不必拘于这些虚礼。这位姑娘为何要这般？把你的手放下来，二位殿下在此，请容得你无礼。不要！凤锦元这是想要打消陈瑜的念头，可陈瑜哪里肯在玄天华面前暴露如此丑态，说什么也不肯，转了身就要离开，却被凤锦元示意下人给拦住，当着玄天华的面生生地将他两只手放下。凤府的下人，殿下见笑了，这是臣的嫡女陈瑜。殿下，你见过我，我原本不是这样子的，刚刚灵堂起火烧了我的眉毛。殿下放心，这眉毛很快就会长出来，请殿下千万不要讨厌陈瑜。出口！快将大小姐带下去。殿下相信我，我的眉毛很快就会长出来呢。凤府可否给本王一个解释？请殿下千万莫怪，刚刚灵堂突然着了火，把陈瑜吓着了。求纯王殿下给我母亲做主啊！孽种，休得胡言！好儿啊，我的好儿啊！求玉王殿下开恩。跟着本王这么久，你怎么还是笨得让人生气啊？有人想杀你，你就该用最快的速度先把对方杀了。这种人死在你手下，那你就是正当防卫。就算是被人告到皇宫里去，本王也是会在父皇面前替你讲这个道理。未来的玉王妃遭遇刺杀，这事儿刚好被本王撞见，晚些时辰进宫时定会向父皇说起。请两位殿下一定息怒啊！臣的儿子刚失了母亲，他受了太大的刺激，这才情绪失控，并不是真的要刺杀他二妹妹啊！请两位殿下明鉴。哼，凤大人还真是有趣。本王几年之后就是要与你成为亲戚，按理说还应该叫您一声岳父，但未来的岳父您这样子讨好本王，可就有点太过了。
怎么能总把至亲之人送来给本王练习鞭法？老爷，不好了，夫人的尸身被烧坏了。什么？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老爷，不好了，夫人的尸身被烧坏了。什么？凤家这到底是做了什么孽呀？为何要遭如此天谴呢？老太太别急，明日本王请个法师来给凤家启坛做法，一定帮您查出来到底是做了什么孽。凤锦元想骂人却又不敢，只能吩咐那河中赶紧去重新买新的棺木。至于人，反正是放在棺材里面的，外人看不到就行。事已至此，祖母就不要太悲伤了。虽然阿恒也不明白大哥哥是跟母亲结下了什么仇，居然要下如此毒手。母亲已去，大哥哥这是在烧尸了。锦元，这事儿怪得着阿恒吗？丧礼期间我便不与你计较，待事情办完，你定要给我个交代。我倒是想问问，到底是谁跟子浩说了些什么话？为父之前也是被气糊涂了，没顾得上你的委屈。阿恒，你看在府里出了这么大事的份上，就体谅体谅为父吧。今日这事全是你大哥哥的错，待丧礼结束，为父亲自押着他，让他给你赔罪。好啊，到时候也请父亲与阿恒说句实话，到底是谁怂恿大哥哥这样做的？如果父亲查不到，那阿恒也可以自己去查。一定会查出个结果来，让两位殿下尽孝了。眼下灵堂被毁，想来吊唁也是不可能的事，不如殿下先到客厅去休息一下，趁这就找人重新布置灵堂。那凤大人就快些处理家中事情吧，我与皇帝去客厅坐坐。我留在这边照顾祖母。玄天明，你自己要不就带七哥到同生轩去做吧，子睿还在那边，你帮我照顾一下。临来时带了那小子爱吃的点心，七哥还给他备了一套西番进贡的笔墨，还好一并给他送去。那就快去吧，七哥走好。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你说子浩动了剑，有没有伤到我们阿恒？火烧的厉不厉害？忘川会保护阿恒，没事吧？听到没？这才是亲娘，并不是所有的养母都是坏的。咱们母妃与我来说，就与生母一样。那是，我娘能跟别人娘一样吗？拜见纯王。夫人不必如此，您是阿恒的娘亲，若我受了您的礼，阿恒会咬我的。很厉害的殿下，你是来看我姐姐的吗？我已经看过您姐姐了，现在是来看你的。四小姐往这边来了。殿下先在这边坐坐，妾身得带着子睿到前院去了。夫人放心，恒恒没事，随你娘亲去吧，哥哥改日还会再来看你的。那殿下哥哥要说话算话。好的。原来明儿对一个姑娘生起心来，也是会让人觉得暖的。哼，是吗？殿下，凤家的四小姐往这边来了，估计是冲着您来的。七哥且随我来，去看一场好戏吧。七哥且自寻个好去处，好戏很快就会上演了。哼，你呀。你们就留在这里，就在这里等着，不许再上前一步。两个丫鬟们深知四小姐的心思，在心底是极为不耻的，但毕竟是下人，即便有想法，也不可能表达出来，还是按照粉黛的话去做。是四小姐。凤粉黛觉得没有男人可以一直冷情，上次伤了她的胳膊，许是因为大庭广众之下
得给凤雨恒留面子。如今这地方一个人没有，他就不信凭自己的一片痴心，那九皇子真的会无动于衷。1、2、3。去救人！凤家本来就是在办丧事，你何苦再给人家添一口棺材呢？那不是正好，省得再办第二次了。殿下，已经有下人去请凤相他们往这边来了，殿下这边要怎么处理？就扔在这儿，让他爹来给他收尸。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请凤相给个解释吧。我要怎么解释？刚才去请人的小丫头说四小姐来同生轩找九殿下了，我吓得腿都软了。难不成我要说这粉黛对九殿下有？粉黛，殿下，粉黛好想玉王殿下，粉黛知道殿下也喜欢粉黛，殿下不要二姐姐了吧，粉黛嫁给你，殿下。奴才好心好意救你上来，傅四小姐，你这是干什么？把你的嘴给我闭上！粉黛，四小姐是怎么进同生轩来的？我这园子什么时候容人随便进出了？四小姐说是二小姐让她过来给玉王殿下送东西的，还告诫奴婢不要耽误了二小姐的事。四妹妹，我何时让你给殿下送东西了？殿下来后，我何曾见过你？臣家里这几日实在是太不安宁，给殿下惹了这么多麻烦，这个恶女是臣管教无方，任凭玉王处置。刚才本王还说让你们家把丧事一块办了，也省得再费2、4劲。七哥却劝本王说你们家已经够惨了，何苦再添一口棺材？可本王还是觉得有事儿一块办比较省心。凤相您认为呢？请玉王殿下看在臣的薄面上，给这丫头留条活路吧。凤相，同样的错犯2次，那就不是错，而是挑衅。臣承诺待府里丧事办完，立即将这丫头送出府去，从此她便再不是我凤家女儿，生死都与凤家无关，还请殿下应允。凤相的家孩子还真是与众不同啊，想必新的灵堂也搭建好了，我们去上纸香，就回去吧。就按凤相说的办，我们恒恒真是命苦，不但受长辈的欺负，连妹妹都能踩到他的头上，可怜呐，还要在这个家里待上3年。真不知道凤相到底能不能交给本王一个健康活泼的王妃。请王爷一定放心，凤家定会善待阿恒。哼！殿下，你不能不要我！送四小姐回房，派人严加看守，绝不允许她走出房门半步。老爷，你不能这样对粉黛啊，她还是个小孩子，还什么都不懂。老爷，不能把粉黛像大夫人那样给杀死呀！杀死？母亲是被杀死的。胡闹！我凤家怎么会有你这样的母女？来人，把他们2个都给我关起来！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臣愚多谢七殿下能来吊唁母亲，殿下这份心意，臣愚记下了。凤大小姐客气了，弟妹家中出了事，本王陪着明儿来走一趟是应该的。陈宇，2位殿下就要回府，你且让开。殿下这么快就要走了，不如留在府中用过饭吧。你们凤家到底是在办喜事还是在办丧事啊？陈宇，凤大小姐，
你那眉毛画的一边高一边低呀。陈瑜赶紧以手遮面，却又发现人家七殿下根本就没有回头看他一眼，不由得心底微酸。凤锦园看着陈瑜这个模样，心底那种恨铁不成钢的感慨又涌了起来。陈瑜，你得明白自己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这样的事，为父不想再看到还有下一次。父亲选的人就必须是三皇子吗？是的。可三皇子有正妃啊。正妃是正妃，只要你听话，必然会是将来的皇后。为什么不能是七殿下？朝堂上的事情你不懂，但为父不会害你，为你选的一定是一条天底下最宽敞的大道。陈瑜，你记住，你是凤命，将来是要母仪天下的。母仪天下这4个字又像魔咒一般在陈瑜心里打了烙印，他那颗蠢蠢欲动的心总算是收回了一些。女儿记得了。我姐姐的死因，凤大人可否给个交代？众人皆知沈氏是重病身亡，你想要什么交代？重病？重病为何你不去请大夫给他看病？你怎么知道我没请？我凤家纵使在财钱上不如你们沈家，但也不至于连个大夫的诊金都付不起。我那妹妹向来身子骨极好，怎么可能突然就生了重得致命的病？凤景元，你今天要是不说出个道理来，休怪我对你不客气。放肆！不客气？你跟谁说话呢？你这是威胁当朝一品大员！我告诉你们，就凭你这一句话，往后锦园若是出了差池，你们沈家通通都得下大狱。我家大哥伤心过度，有失言的地方，还请老太太见谅。只是我们实在是接受不了家妹的死因，还请凤家能给个说法。求求，父亲没有骗你们，母亲的确是生了重病，家里请了好多大夫来，连宫里的太医都请过2个，可是都治不好啊。沈氏的事情别人不晓得，他沈万良是心知肚明，他曾亲自去给沈氏找药，还派了人去送药，只是那些送药的人却都命丧凤府。他几乎不相信说出这一番话的竟是他从小就疼爱着的外甥女。你可知你是在说些什么？你可知那棺材里躺着人是谁？我当然知道，那是我的母亲，10月怀胎生下我的母亲。那你为何还要说出这样的话？可是这里也有我的父亲，母亲是病死的，陈瑜作证。罢了，我们给姐姐一并上炷香吧。从此以后，沈家与凤家一刀两断。敢问凤相，姐姐停灵需要几日？明日便是第3天，弃灵回老家下葬。想来凤相也没有功夫扶灵回老家，府上也都是千金之体，不宜劳累。不如就让我们兄弟送姐姐最后一程吧。也好，那就有劳了。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漂亮！果然我家媳妇天资聪慧，短短几日，这鞭法就练得炉火纯青啊！我都给了你一条，你还想把这条也霸占了去？这个我不要，这样的东西我可没法盘在腰间。对了，岳西的宫宴就刚好是8月15的晚上吗？凤家以前都是谁去？你离京这3年，凤家女眷好像只有老太太去了。倒是3年前，你娘亲姚氏会跟着凤锦园一道进宫。我记不太清了，那时候我根本不理府中的事，更不喜参加什么宴会。今年你逃不过了，未来的誉王妃，父皇也等着开开眼呢。皇上什么阵仗没见过，用得着拿我开眼吗？他只是想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丫头能入了我的法眼。我们说点有趣的，听说岳西宫宴时清乐郡主会被赐婚。
是，好看，小姐，点个订阅吧。这是我自己整理出来的一份手册，写的全部都是对于病人的护理应该如何进行。子睿这2日就要去萧州了，到时你同他一起去，给那12个丫头找到一位略通药理的教书先生，一边教他们习字，一边教些基础的药理知识。你再从那12个丫头中选出一位稳重的，将这册子交给他，待他们学的差不多，就可以照着这上面写的去练习。这一来一回的，月夕就要到了。奴婢若是赶不回来，小姐一定要带着黄裙进宫，皇宫里搬走是进不去的，小姐自己多加小心。你家小姐我又不是真的软柿子，更何况月夕的宫宴不是男宾女宾在一起的吗？玄天明也在啊。是奴婢多虑了。凤大小姐能来赴约，想来还是有几分胆量的。原来是清乐郡主，坐吧。这衙间里就我们2人，郡主何苦还戴着斗笠？我摘不掉，我只怕这一辈子都不敢摘掉斗笠了。你被烧伤了脸？哼，到底出了什么事？拜你那二妹妹所赐，我被烧光了头发。看习惯就好了。我最初看到这颗头，差点没自己把它给砍下来。你知道吗？我的头发再也长不出来了，都是那个凤羽恒，我一定要杀了他。陈瑜知道，聆听了对方的心事和秘密，那是一定要用自己的秘密去交换的，这样才能换来更深一层的友情。于是就当着清乐的面去擦自己的眉毛。拜凤羽恒所赐，我如今也是跟郡主一般模样。你这是怎么弄的？他给你剃的？想来郡主也应该听说了在我母亲的丧礼上发生的事吧？你哥哥放火的事。可哪有亲生儿子故意放火的道理？还不是因为哥哥知道母亲是被凤羽恒给害死的，这才失控想要杀了他，一不小心却点燃了灵堂，烧了我的眉毛。郡主您说，我这笔账不找凤羽恒去算，难道还要找我那哥哥吗？自然是要跟凤羽恒算账的。你哥哥做的没错，换做我也是要将他碎尸万段才能解恨的。对了，你这眉毛还能再长得出来吗？问过大夫了，虽然还可以再长，但首次生长的过程是极长的，至少1年内是没什么希望。要想长回之前那样好，少则也要2到3年的时间。我今年14，3年后早过了出嫁的最好年纪，至少你还能长出来，我却永远只能是这个样子。其实陈宇与郡主根本就没什么过节，如今又有了共同的敌人，那郡主何不跟陈宇联手，把咱们失去的都一一讨要回来？我今日来找你也是有这个意思，毕竟你与他都在凤府住着，总比我更清楚他的起居。再者，我这些年的郡主也不是白当的，在外头总有些自己的势力，你我里应外合，不怕那凤羽恒不着了我们的道。郡主放心，日后郡主需要陈瑜配合什么，尽管吩咐便是。只是我们要如何联络？总王府里送信肯定是不行的。这间明月楼是我们王府名下的，我有什么消息会派人送到这里。你也派个得力的丫头勤着往这边跑跑，若是你有安排，也留信给掌柜便可。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奇怪，这次宫宴怎么连享荣也在邀请名单里？不管怎样，凤家能够多一个孩子被宫里看中，总归是好事。老太太，帖子上怎么说？以往年里请了老身前去赴宴，另外还特地点了名字，请阿恒和享荣同去。点了名字，是说让庶女进宫吗？你们传着看吧。因为审视的原因，陈瑜被罚5年不得入宫。以前的宫宴他为了保持神秘感，从来也没有去过，而今年他是真心想去，却又为时已晚。都看明白了吧？阿恒和享荣就准备一下吧。陈瑜的事儿，以后让你父亲再想想办法。
看看能不能在云飞那里缓和一下关系。多谢祖母关怀。姚氏，你以前也是参加过宫宴的，规矩什么的都明白，就帮着阿恒和向荣多张罗张罗吧，别让两个孩子失了礼数。妾身知道了。凤玉恒看着身边向荣紧张又兴奋的小模样，就觉得有趣，再看看陈瑜那一脸憋屈的样儿，于是他决定给陈瑜再加一把料。听说岳西的宫宴上不只是女眷和朝臣们要参加，所有的皇子也要一并出席，且不分男宾女宾，都在一场席面上。没错，因为岳西是团圆的日子，所以也就没那么些规矩，同大年饭一样，男宾女宾是不分两场的。除了誉王和纯王经常见，襄王殿下在母亲的丧礼上也见过一次外，其他的皇子都还没见过呢。宫里一共有几位皇子呀？这个我知道，誉王是最小的一个，所以肯定是有9位皇子，没有公主。武阳郡主是全家唯一的女孩。阿恒说的没错，你们是要进宫去的人，多了解一下皇家的事儿也好，省得到时候什么都不知道，平白的给凤家丢人。祖母教训的是，想荣一定会跟着二姐姐还有姚姨娘多学多打听，不会给凤家丢脸的。那就都散了吧，回去好好准备，算起来也没多少日子了。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想荣你知道吗？说起来还真好笑呢。别看纯王殿下平日里不是穿白衣就是穿青衣，又是一副清雅的模样，但实际上我听说他最喜欢的颜色就是红色，特别是穿着红色衣裳的女子，总是能引他多看2眼。二姐姐，你开玩笑的吧？真的，比珍珠还真。红色，七殿下喜欢红色。此时此刻，陈瑜的脑子里无限的回绕着这样一句话，慢慢的生了根，发了芽，怂恿着他当下便派以月望明月楼，邀约清乐郡主傍晚时在明月楼相见。我这三妹妹就是胆子小，也没怎么出过门，你们别介意啊。小荣妹妹软软糯糯，很是可爱呢。大胆！清乐郡主，老奴是奉了皇后娘娘的命令，在此查看进宫女眷的名帖。如果郡主要硬闯，那老奴只好着人禀明皇后娘娘了。嬷嬷，你消消气。按理说，郡主是要排队的，老奴先验了您的名帖，实在有失公平。不过既然您是郡主，那就破例一次吧。清乐郡主为何要将头包起来？那样打扮好难看。她不包不行啊，我听说安定王府的那一场大火烧光了她的头发，哪有这么快长出来？宋晨宇，你果然还是来了。是布家的马车。布家？阿恒刚回京不久，自然是不知道这几年京里的变化。这布家原本就是个小官小吏，官职最高的也才6品。可自从3年前布家的女儿从一个婕妤直接爬到贵妃的位置，这布家就也跟着平步青云了。布贵妃的父亲如今已任吏部尚书，是正2品大员，是布贵妃的亲侄女布霓裳。就见那老嬷嬷见到布霓裳，可比见到清乐时热络多了，不但主动上前行礼，甚至连名帖都不看。就是你收拾了清乐那个贱人。姑娘这话应该跟全天明问去。很好。哼，我只听说布霓裳跟清乐一向不对付，怎的好像对你也有敌意？谁知道呢？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
对了，今年这月夕宫宴，你既然来了，自然是要会会那步白萍的亲侄女步霓裳。对，那丫头自小跟着她哥哥习武，很是目中无人呢。就算你不主动招惹，她也会点了名要与你比试一番。这可是年年宫宴的重头戏。宫宴的重头戏是比武，何止比武，是什么都比。所谓宫宴，不过就是给各家的夫人、小姐还有少爷们一个互相认识的机会，小辈们展示才艺，长辈们才好挑选儿媳女婿什么的。那我应该不需要做什么吧？我都定亲了呢。唉，但愿没人挑衅吧。那些小姐少爷们看似人模人样的，实际上一个比一个心机更瘦。快救人呀！他掉下来了，我们过去看看。小皇孙，你怎么自己在这里？先给他看看伤。不要怕，姐姐是大夫，让姐姐先帮你看看伤到了哪里。小姐，差辈儿了。那什么，你快去看看附近有没有跟着他的下人，再叫人去请太医。小姐自己小心些。好。这个发型只要蹲下就这么丝滑，花费了几个钟，怎么调也没办法恢复了，只能中途换发型了。点个订阅吧。小姐自己小心些。好。乖，给你喷些药就不疼了。是不是没那么疼了？姐姐你是神仙吗？为什么你这个东西一喷我就不那么疼了？乖，姐姐得为你看看伤势。你不是皇孙吗？为什么都没个下人跟着？还有，你是怎么爬到那么高的树上去的？嘘，不要告诉别人，我是偷偷的来这里看月亮的。看月亮？跑这里看什么月亮啊？都说云娘娘的观月台看月亮最好，这地方离云娘娘宫里近些，我爬高了就能看到最好看的月亮。月亮在哪儿看都是一样的，以后可不许再做这么危险的事了。姐姐先帮你把腿固定住，你千万不能乱动。姐姐，你的袖子是百宝箱吗？怎么什么东西都能变出来？你不是说姐姐是仙女吗？这些都是姐姐变出来的呀。但是你不许对任何人讲哦，讲了之后姐姐的法术就不灵了。凤雨恒一边说一边又掉了块巧克力出来，塞到小皇孙的嘴里。堵住你的嘴真是大意了，急着救人，刚才从空间掉出物品，没避着小皇孙。好，飞羽跟谁也不说，姐姐放心吧。这是什么糖呀？可真好吃。那飞羽为姐姐保密，姐姐以后还能再给飞羽吃这种好吃的糖吗？只要你不对任何人讲，姐姐就经常给你糖吃。你叫飞羽，玄飞羽。我是二皇子，就是元王啦。我是元王的儿子。姐姐你是谁？你要这么说就不能跟我叫姐姐了。为什么？因为我是你九叔未过门的媳妇儿。姐姐你也没比我大多少啊，我九叔都多老了。嘘，有人过来了。记住，仙女的秘密不可以对别人说哦。我的雨儿啊！你就是九弟妹吧？真是谢谢你救了我家飞羽。救还是没救得及的。我们刚发现小皇孙，他人就已经从树上掉下来了。我只做了些应急的措施，其他的还得太医来。伤我已经检查过了，是骨裂，我用了止疼的药，又用硬板做了固定。你们派人用轿辇将小皇孙的腿平放抬走，再做进一步处理。哎呀，姑娘，你用的是什么止痛药物？竟是这般神奇，骨裂的疼痛不差于骨折呀。一点都不疼了，就是很麻，这条腿没有知觉。麻药过了劲儿就会疼的，到时候你不要哭鼻子。这个是喷着用的止痛药，是多年前从一位波斯奇人手中所得。这一瓶刚刚给小皇孙用了些，请您收好。这药效一次能抵6个时辰，过了之后就再喷上。皇孙太小，不止了痛他受不住的。
多谢凤姑娘出手相救，本王感激不尽。来日若有需要本王的地方，还请凤姑娘不要客气。二殿下太客气了，举手之劳。小皇孙如此可爱，谁都不会坐视不理的。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月夕公宴开始。这就是天武帝呀，不愧是玄天明老爹，长得怪帅的嘞。凤羽恒，姚显那老头的外甥女果然有胆识，竟敢直视于我，不愧是老九看上的人。哈哈哈哈！每年的欢宴就那么2次，一次月夕，一次大年。本宫难得见到这么些小辈们齐聚在一处，心中甚是欢喜。人老了，总是希望小辈们都能有出息，都能得到良缘佳配，所以每年的宫宴呢，重头戏还都是得落到这些小辈们身上。今年就还是一样，有什么才艺尽管展示出来，夺下前3的本宫都会有奖励。皇上还会在琴棋书画歌舞剑这7项里面钦点其中1项的头名，赏下一个特殊的物件。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该死的，比试都过半了，这比剑场一个来挑战的也没有，就连那3年来都是我手下败将的任熙风也不来挑战了，真是无聊透了。看来今年的比剑又是很无趣的收场了。据说今年的东西是一只凤头钗。哦，那凤头钗传了几世了，先后有6位皇后戴过，人人都说谁拥有了那个东西，10有8九就是未来的皇后，就相当于一部活圣旨啊。若真是那样，得了凤头钗的女子还不得被人哄抢？凤羽恒，哼，很好。凤羽恒，我靠，你过来跟我比剑。刚刚皇后娘娘还说这才艺展示是为了给咱们做小辈的寻个机会，得以良缘佳配。若我没记错，布家的狄小姐是与4殿下定下婚约的吧？真不知布小姐还是执意要下场比剑究竟是何用意。我并不打算参加任何比试，不管布小姐对4殿下如何，阿恒可是要为9殿下的颜面着想的。怪不得偏偏喜欢这丫头，倒还真是跟明儿一个性子。何止是像明儿，看着她就能让朕联想到翩翩年轻的时候。哎呀，但愿这孩子不要一并学了翩翩的将来啊！不会的，翩翩只是任性。这孩子，我瞅着是有股子拼劲儿的。向来话多的人，动起手来都不堪一击。有耍嘴皮子的功夫，不如拉弓搭箭，与本小姐好好的比上一场。曾经9殿下问过我一句话，殿下问恒恒，除了医术，你到底还擅长些什么？当时我答他的是，秘密要一点点的探索，谜底一下子全部揭开就不好玩了。今日本无心下场比试，但布小姐盛情却又实在难拒，那就当我是为了给9殿下将其中之一的谜底解开，解一解他的好奇吧。照规矩来，3剑定胜负。哼，这么好看，点个照订阅吧。规矩来，3剑定胜负。哼，太近了。什么？那就再远些，既然比了，都是我玄家定下来的媳妇儿，怎么能这样小家子气？再远10步。好，这回可以了吧？唉，太近，实在是太近了。布小姐要是只邀请我来陪你过家家，那阿恒还真是不能奉陪。众哗然
30步。2个姑娘家比试已经够远的了。凤羽恒生气了，箭是用在战场上射杀外敌的，你听说过哪个外敌能站在这么近的地方给你白射？你不加统兵御敌，难道交给你的就是一定要等敌人走近到40步之内才能开弓射箭？往后移，要比试100步起，箭走100步，一局定胜负。他说话时句句疑问，却又句句无需人回答。疑问就是肯定，肯定就是训斥。布霓长忽的就生出一阵恍惚，好像站在面前与他说话的人不是凤羽恒，而是那个一向以军规森严著称的哥哥步聪。弟妹真的行吗？我怎么知道？好，趁今日，本就准备了一件特殊的物件，准备赏给琴棋书画歌舞界其中一项的头名。既然比剑场上如此精彩，那就挑了这剑类吧。趁今日，本就准备了一件特殊的物件，准备赏给琴棋书画歌舞界其中一项的头名。既然比剑场上如此精彩，那就挑了这剑类吧。布家与凤家的姑娘，谁若赢了这场剑事，这凤头钗，本宫亲自为你们插到头上。人人皆知凤头钗意味着什么，大家都知道九皇子打仗伤了身子，子嗣无望，皇位不可能让这样的人来做。那也就是说，皇上中意的是4皇子。如果布霓长真能把那凤头金钗赢下来，那她不就是未来皇后吗？而她是我的未婚妻，那么我不就是这还差不多，左右不过一场表演性质的比试，我也就不做更多要求了。凤小姐，现在可以开始了吧？年纪大的心情。哼，肤浅。禀皇上，箭步63，偏离靶心1尺3丈。九弟，不如看看凤家姑娘的剑术之后再取笑不迟。对，等我们家恒恒把箭射中，本王再喝彩也来得及。哼，那么远的距离，就是习武的男子都未必见得能射得着。凤家那丫头能成功才怪。四哥且看看吧，就当是欣赏一场精彩的剑术表演。哼，凤丫头，看你有没有本事把这凤头金钗赢走了。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凤丫头，看你有没有本事把这凤头金钗赢走了。什么？凤二小姐是疯了吗？居然同时上3剑！我听说这布家小姐可是从小就跟她哥哥习武的，这都没击中靶心，这凤家二小姐可不就是疯了吗？3箭齐发，20步箭分3段，头箭急，2箭迅，3箭猛，顺行在20步，40步使，头箭示弱，2箭追头箭尾，迅压之，入其势。60步，头箭再缓，借2箭力再推前10步，70步，2箭弱，3箭尾力猛发，压2箭，送头箭，头箭急势再起，2箭3箭落。80步，90步，中。哇塞！皇上请看，凤家小姐百步穿杨，直入靶心。哈哈哈哈哈哈！好，好，好啊！民女凤羽恒叩见皇上。哎，何来民女一说？你是朕选给明儿的媳妇儿，虽没过门，但早晚都是一家人。听说你已跟云妃叫了母妃，也跟华儿叫了七哥，
那便叫朕父皇吧。儿媳谢父皇隆恩。臣谢圣上隆恩。姚老头的外孙女，朕记得是你们凤家的嫡女。这些年的宫宴，凤家嫡女都没有进宫。朕本来以为是凤家亲瞧不上这些，可如今看来是朕误会凤相了。这么好的女儿，是该藏着点，省得有人瞧上，跟朕的名儿来抢媳妇儿。嫡女，这2个字就是在打我的脸。凤雨恒明明就是个庶女，却偏偏所有人都记得她才是凤府原本的嫡女。那我凤沉鱼到底算什么？我们准备的事究竟能成吗？必须得成。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我们准备的事究竟能成吗？必须得成。布姐姐好福气呀！布家的侄女能把箭射得那么远，真是女中豪杰呢。哼，你布家的侄女输了比赛，你心里不痛快也不能打我呀！皇上，皇后娘娘，锦儿好冤枉啊！布姐姐凭什么这么霸道？就凭我是贵妃，你只是个妃，本宫也只是个妃。布白萍，你打个试试。这声音是翩翩。本宫出来转转，途经这琉璃园，刚好听到这番言论。看来这些年宫里真的是风云变幻呀。当年一个小小的婕妤，如今都敢在宫宴上打人了，真是吓人。本宫与皇上多年未见，本还想着叙叙旧的，现在却不敢了。本宫也是妃，不想挨打。皇上，臣妾走了。偏偏你还是不肯见我吗？父皇，我母妃已经走了。皇上息怒啊！皇上息怒啊！皇上息怒啊！皇上息怒，您身子不好，莫先生告诫过您不可以动气的。后宫的事儿回头再说，先把这宫宴继续下去吧。好歹今儿是月夕。都让开！皇上血脉急升，这种病症十分危险，要想救人命，首先要保证的就是空气流通。全都退后，不许靠近皇上。父皇，阿恒给您的这个药含在嘴里就好，不需要费力下咽。您现在试着转动头看看，还晕不晕？朕欠姚家的人情，本来就还不清，如今又欠了一个。阿恒是父皇未来的儿媳妇，您这人情就算是欠，也是欠了九殿下的。这是一种被称为速效降压的药物，专用于急血攻脑，见效极快。刚刚给朕吃的就是这个。对，那布贵妃，哼，把他扔回自己宫去，谁也不许理他。你说凤羽恒能治我这头发吗？就算能，他也不会给你治。清乐大怒，一下子就忘了场合，拿起一只杯子就往前扔了去。所有人都因他这一下子大惊。今日月喜，还有一件喜事，朕要与诸位一同分享。清乐郡主，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今日月喜，还有一件喜事，朕要与诸位一同分享。清乐郡主，皇上该不会真的给我和清乐郡主赐婚吧？清乐跪见皇上。那个与你情投意合的男子可曾来了？奴才来了。奴才王诺，叩见皇上。般配，果然般配。看来啊，清乐的眼光还是不错的。一双小儿女情投意合，这是好事。安定王，你怎的不早与朕说呀？
臣是不想给皇上添麻烦。哎，这怎么能是麻烦呢？你是异姓王爷，清乐是郡主，在朕的心里，这丫头跟天哥的分量是一样的。清乐还想在家中多伺候父王母妃2年，请皇上成全。都起来了，再过2月就满15及笄了。及笄出嫁那可是大喜事，朕今日就为你2人赐婚，婚期就定在清乐15岁生辰那天。你是郡主，招个骏马入府是正常的，所以你也不用担心你父王和母妃没有人照。清乐谢皇上赐婚。臣请皇上收回成命。你是不愿意娶清乐郡主吗？奴才不愿意。为何？因为她太丑了。皇上，求皇上开恩呐！奴才对着这样的媳妇儿，夜里都会做噩梦啊！我的乐儿就算是全身都烧坏了，她也还是郡主，轮不到你来嫌弃。一个奴才都如此大胆，安定王今后可是要好好管教家奴了。臣遵旨。罢了，今日月夕又是给清乐赐婚的好日子，朕不愿与你们计较，平白的坏了气氛。10月清乐及笄之日，便是你们大婚之时。那王诺见天武是真动了气，再不敢造次，亦跪地谢恩。皇后娘娘，臣日前偶得一宝，今日月夕特带进宫来呈现娘娘，愿娘娘天姿国色，常开不谢，永盛不衰呀！臣代表凤家献七彩石1枚，供皇后娘娘把玩。七彩石乃天然形成，属于玉质，但一块石头上竟然生出7种颜色，且玉石也长成了花瓣状，看起来就像是一朵7色花。凤锦园，你好大的胆子，竟敢拿着空盒子来戏耍朕和皇后！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凤锦园，你好大的胆子，竟敢拿着空盒子来戏耍朕和皇后！盒子是空的，凤锦园就觉得唰的一下，后背就渗出冷汗来了，不由得将疑问的目光投向凤玉衡。女儿曾得波斯师傅送过一件至宝，女儿知道父亲未寻到太合心意的东西，不如这个父亲就拿去吧。自从没了沈家帮衬，正愁找不到好物件送与皇后，这宝物当真极品。此物珍奇非常，父亲就算是算作我们凤家全体的礼物，皇后娘娘都会十分乐意的。那为父就不客气了。哼。哎，方才大姐姐将七彩石拿去鉴赏，没有还给父亲吗？你胡说什么？你大姐姐根本就没进宫来，她何时拿了？没来，那个是谁？父亲，七彩石就在大姐姐身上，女儿看见她拿去鉴赏了的，还以为大姐姐能知轻重，看过之后就放回来，没想到她竟自己留着了。凤大人，本宫若没记错的话，凤家的这位嫡女5年之内是不得入宫的吧？你们凤家究竟将本宫的懿旨置于何地？皇上，是凤晨宇祈求清乐带他进来的，清乐根本就没同意，可他死赖着，赶也赶不走。凤爱卿，朕记得你府里的主母前些日子刚刚过世。是，那主母可是你那嫡女的亲生母亲啊。正是，朕且不论皇后懿旨那事，就问问你这嫡女，亲生母刚刚过世，还不出1月，她作为嫡女就穿着一身大红来参加宫宴了。你在那里站着做什么？还不快过来给皇上磕头请罪！
这孩子不懂事，都是臣给惯坏的，求皇上开恩，饶了他这一次吧。凤玉衡看着父亲和姐姐都跪着，便觉得自己再站在这里也不太好，于是给享荣递了个眼色，两姐妹双双行至殿中，也挨着陈馀跪了下来。这事儿跟恒恒无关，你快起来，边上的孩子也是你们家的嘛，让他也起来，你们站到边上去。皇上，先让大姐姐把七彩石交出来吧，那是父亲准备送给皇后娘娘的，不能让父亲失了信。下去搜身。奴婢在凤大小姐身上搜到这个。真有这种东西？凤相是从何处得来的？回禀皇后，是臣的二女儿那位波斯师傅赠予的，这等宝物凤家不敢独享，便选了月夕这样的好日子带进宫来，进献给皇后娘娘。看在这块石头的面上，就先饶了凤家吧。怎么能是看在一块石头的面子上？是看在凤家二小姐的面子上，但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凤家嫡女私入皇宫乃是重罪，但本宫看在凤家进献七彩奇石的份上，就从轻发落。你与清乐一起到宫门外罚跪去吧。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你与清乐一起到宫门外罚跪去吧。皇上明鉴呐！明鉴看得还不够清楚吗？朕刚刚还给清乐指过婚，甚至人家骏马因他貌丑拒婚，朕都为清乐做了主了。怎么你们安定王府非但不感激朕，还要如此来害朕的皇后呢？皇上明鉴呐！王爷还是莫要辩白了，事情到底是怎么个前因后果，回去问问清乐郡主便会知晓。皇上没冤枉您。清乐这孩子因为前阵子府里着了火，受了重伤不说，还受了极大的惊吓，有的时候神志不太清楚，自己做了什么自己都不知道，想来贝里时一定是又犯了病，这才冲了皇后娘娘的忌讳，还望皇上恕罪呀。解铃还须系铃人，既然清乐郡主的病因一场大火而起，想必应该也会因一场大火而好。这样吧，本王就受些累，安定王说说你们家现在在哪儿，明儿个本王再去放一次火，给清乐郡主治病。不要！安定王哭的心都有。姓玄的这都是一家子什么人呢？老子不讲理，他儿子也不讲理，好样的。算了，朕明日派个御医去给清乐看看就好了。他们家也就剩下京郊那处庄子，想来也是舍不得拿出来给女儿治病了。安定王，本宫掌六宫之事多年，明里暗里的也结了不少仇怨。虽然不知道是何时得罪了安定王府，但想来一定是有思虑不周之处。否则今日清乐郡主也不会如此报复本宫。不论过去本宫有何得罪之处，今日清乐也已经替安定王府报过仇了。本宫最怕猫，还望日后王爷能放过本宫。臣不敢呐！本宫看你可敢得很。本宫怕猫，人人皆知。如果安定王府是觉得本宫这些年的后位做得太安稳，想要挑衅，那便放马过来。来人，传朕旨意，安定王自得王位以来，与社稷无功，与百姓无助，教女无方陷害皇后，即日起削其王位，贬为庶人。大顺朝唯一的一位异姓王爵位，在这一年的月夕宫宴中寿终正寝。点个订阅吧。最近是不是要常往大营那边跑？是，部家今日横遭此劫，想来那步聪也该回来了。大营那边我帮不上忙，你自己凡事多加小心。那丫头只怕也没几天好日子过了。哼，她的日子什么时候好过了？
没事，七哥放心。明儿的腿能治吗？当然能治。朕就知道，那些太医都是庸医，还得是姚家的后人靠得住。太医告诉朕，明儿的腿没救了，朕很痛心。但是明儿跟朕说，她一定可以再站起来，只要她娶了你，这便是朕答应明儿娶凤家女儿的原因。想来对于这门婚事，皇上是不乐意的。看来凤继元是入不了皇家的眼的。凤宇恒思虑半晌，只说了句：“阿恒是姚家的女儿。”殿下的脸。那个无碍，只要治得好明儿的腿，朕就什么都不担心了。天武帝与云飞是一个怎样的故事？为什么云飞10几20年不愿与之相见？这样一个任性的妃子，居然还能让天武这么多年一直惦记着。你再往里面瞪也是没有用的，这座皇宫你这辈子是不可能再进去了。从今往后啊，咱们大顺再也没有安定王这号人物。清乐姑娘，你还是指望着宫里头早点传来旨意，把你这贵罚给免了。再这么跪下去，膝盖骨哪经得起这般折腾？老奴给玉王妃请安。嬷嬷请起。凤宇恒，我杀了你！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昨日宫宴上也不便多问，如今大姐姐回了府，妹妹倒是好奇想问一句，大姐姐穿成这样进宫，究竟是何用意？捉吧，都捉死了这些儿女，只剩粉黛才好。凭什么我的粉黛被赶到庄子去受苦，而你们却在这里享福？大小姐死了娘亲，真是高兴得不得了呢。这女人八成是疯了。来人，把这疯婆子给我送回她的院里去。不用请，我自己会走。哼。陈宇，你韩姨娘话虽不中听，但理却是那个理。你偷偷进宫有情可原，但这一身红衣究竟是穿给谁看的？果然是为了见纯王殿下，可是她一个闺阁小姐，哪里打听来的？难道……大顺朝以孝为先，大姐姐犯了如此大忌，父亲该如何责罚呢？哦，对了，大姐姐还偷了原本该由父亲献给皇后娘娘的七彩奇石，险些将父亲置于死地。真不知父亲到底哪里得罪了大姐姐，若是不将心结解开，亲生父女可就要结成仇了呀。大小姐想进宫，咱们都能体谅，为何要如此陷害老爷？是为父没有把东西放好，你莫要错责你大姐姐。父亲为何要这样说？阿恒不过是个庶女，哪里有胆量责备大姐姐？父亲这是要把阿恒置于何地呀？你，父亲，如今母亲已经不在人世，陈玉这嫡女做不做也没什么所谓，请父亲把这嫡女的位置给二妹妹吧。陈玉不争。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嫡女就是嫡女，哪里有换来换去的道理？父亲，陈玉如今什么都没有了，这嫡女不做也罢。胡说！你是凤家嫡女，这一点永远都不会变。可是……没有可是，你什么都没有失去。记住，从前如何，今后依然如何，所有你失去的终究都要还回来。奴
那凤头金钗，演那么久，原来是打凤头金钗的主意啊！哼。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演那么久，原来是打凤头金钗的主意啊！哼。人人皆知凤头金钗代表着什么，那钗在宫里还好，可如今已到宫外，这让三皇子怎么想？是呀，凤头金钗意味着什么人人皆知，凤臣鱼身带凤命，这也不是什么秘密。如今凤头金钗却落到凤羽恒的手里，这让凤家早已决定全力支持的三皇子怎么想？父亲该不会是想让我将那凤头金钗送给大姐姐吧？那是皇上亲赐之物，怎可转送他人？妇道人家，你懂得什么？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儿？当初凤家是怎么用八抬大轿把我娘亲抬进府门的？父亲忘了吗？当初是当初，是吗？看来以后父亲再说话，当时听听也就罢了，回过头来可不能当真。那祖母就给评评理吧。凭什么理？东西在你手里，那就是你的，你自然可以转送旁人。父亲这是要来抢了？爹抢女儿的东西真是千古奇闻呐！大姐姐光要个凤头钗没意思，我那童生轩可比你这院子气派多了，你也一同抢了呗。放肆！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女儿？那这事儿您可怪不着我，您当初生我下来的时候都没与我打商量，如今后悔了，能怪谁呢？父亲，别与他计较，你放心，是你的早晚都是你的。是吗？父亲你不要后悔。阿恒在这不讨喜，就先回去了，祖母多注意身体，明日阿恒请安时顺道给祖母请个脉。哼，圣旨到，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凤家二小姐凤羽恒接旨。张远拿腔拿调的宣读起来，话还是那套话，程序还是那套程序，无外乎就是对昨日宫宴上凤羽恒惊艳的剑法给予认可。大顺国独贡之宝后羿之弓，今赐凤家二小姐凤羽恒，得此弓者，可进大营，辅三军，助天子，令天下。王妃，接旨接弓吧，这是皇上亲赐，请王妃一定收好。这弓还挺沉，若非我早有准备，只怕这一下还真未必能接得住。另外，皇上还有话转告王妃，凤头金钗与后羿弓一样，乃大顺国宝，请王妃务必收好，不得转赠他人。任何人急于凤头金钗，与偷盗同罪。一道圣旨，将陈宇想要凤头金钗的想法彻底击碎。后羿弓乃大顺圣物，此弓由上古黑函宝石制成，重186斤。大顺开国之君以此弓箭射寇首，奠我大顺国基。自此，开国之君便有旨意传下，凡得此弓者，不论男女，可自由出入我大顺四方军营，辅将领，号令三军。王妃可都记得了？记得了，阿恒谢皇上隆恩。都起来吧。请公公到厅堂坐坐，吃杯热茶吧。多谢老太太，咱家还要回去给圣上复命，就不过多叨扰了。哦，对了，咱家出来的时候看到另有一队工人也正往凤府这边来，打听了一下才知道是皇后娘娘派来给凤家大小姐送东西的。凤大人还是准备一下，让凤大小姐出来接旨吧。皇后娘娘要给陈瑜送什么？妾身不知。哼，要你们何用？祖母别动气，许是皇后娘娘觉得昨夜对大姐姐的惩罚有些重了，想送些东西补偿吧。毕竟父亲是丞相，能吗？宫里若真念着你父亲是丞相，之前沈氏闹的那一出，怎没见半点顾忌？
当然不能，别说补偿什么的。凤晨瑜这次怕是祸到临头了。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那是皇后娘娘身边的董嬷嬷，贴身伺候了近30年。姐姐从前定是没少见这些宫人，怎奈如今没事，只要我的阿恒和子睿好，我无所谓的。二小姐和二少爷都是有大出息的人，姐姐日后的福分不可估量。皇后娘娘有赏，凤家大小姐凤晨瑜接赏。皇后娘娘说了，赏点东西而已，懿旨就不必下了。这是2盒西江进贡的胭脂，十分珍贵，每年宫里才得365盒。一年365盒，我不就是1天1盒吗？就这也叫珍贵？说到珍贵，这种胭脂最珍贵的是它的颜色，它是一种黑胭脂，涂上了它，满面全黑，还泛着亮，很是符合凤大小姐的喜好。传皇后娘娘口谕，凤家大小姐既然喜欢涂黑颜，本宫便送她西江黑胭脂50盒。从今往后，凤家大小姐凤晨瑜再出府门，必须以此胭脂将全面涂黑，否则按抗旨处置。凤大小姐，您可记清了？什么？将脸涂黑方可出门？想当初就是凭着这张脸，才被紫阳道长指定为凤蜜呀。这一生必定要母仪天下的，怎么可以遮住我这母仪天下的脸？凤大小姐，这是要抗旨不遵？凤晨瑜委屈的目光投向凤锦园，却发现凤锦园只是低头跪着，看都没看他。他没办法，抗旨他不敢。民女遵旨接赏。大小姐可得拿好了，若是失手打翻，皇后娘娘可是要生气的。既然凤大小姐已经欣喜地接了赏，那老奴就回宫跟皇后娘娘复命去了。哦，对了，皇后娘娘一直惦记着王妃，老奴临出宫时，娘娘还嘱咐着一定要叮嘱王妃，得空就进宫去看看。皇上和娘娘都很想您。阿恒记下了，多谢娘娘挂念。陈宇，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这么晚了，祖母可是有什么急事？怎么不差人来叫阿恒？同生轩太远，祖母这样劳累，万一累出个好歹来，可怎么得了？陈瑜的病总也不见好，请了好几波大夫都直摇头，该喂的药都喂了，可他还是一直昏迷着。阿恒，祖母也是没有办法，好歹都是一家人，你过去给他瞧瞧好不好？祖母，你也知道父亲对阿恒颇有偏见，诊病这种事情总有个万一阿恒诊得不准或是不好，父亲怪罪下来，只怕阿恒又要被送回西北的大山里了。他敢？阿恒你放心，有祖母给你做主，你父亲他不敢把你怎么样，只要你能去瞧瞧你大姐姐，即便是出了什么岔子，祖母也必定站到你这一边。祖母待阿恒真是太好了，乖孙女儿，你这是答应祖母了？这话说完，眼里闪出一丝只有黄泉看得出来的狡黠。陈瑜如何了？还是没有醒。你来干什么？祖母，凤锦园就想抽凤宇恒他一巴掌，心说你别装相了成吗？可终究没敢。是我把阿恒请来给陈瑜看病的，你有意见？凤锦园哪里敢有意见，只好叮嘱了句：你可一定要看仔细了，左右别人也治不好，莫不如死马当活马医。
原来如此，什么叫换了几波大夫治不好？这就应了那句话，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大姐姐这病着实令人忧心啊。到底是什么病？急火攻心，有一股怨气堵在心肺里发泄不出来，直接憋坏了中枢神经，这才导致大姐姐不能转醒。还好我去叫了阿恒过来，要不然非得把陈宇给耽误了不可。那该怎么治？有话你就直说，只要能让陈宇醒过来，你提什么条件，为父都答应你。父亲可不要把话说得太满了。万一阿恒提出要我娘亲重新坐回凤家主母的位置，可怎么办？凤锦元一愣，一般来说，这种客气话不是应该这样接，女儿能为家里出力是荣幸，万不敢向父亲讨要奖赏，真是跟这个女人没法沟通了。父亲莫怕，阿恒断不会提出那种要求的，别说父亲为难，就是我娘亲也不可能乐意的。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家里事情什么时候由得他说乐不乐意了？一个妾室能被扶正是他的福分。这么说，父亲是答应了？你，锦元，你是做父亲的，就不能跟女儿好好说话？你疼陈瑜不假，但也不能太亏待阿恒。母亲，阿恒，祖母明日大开库房，好物件好料子可你挑选，多做几套秋装，冬装也顺便备一些，待到天气冷下来，有新来的料子也定可你先选，好吗？一切都听祖母的安排。既然都答应了，就快说说如何能治好你大姐的病。下针，将银针刺入患者体内，运用捻转与提插等手法来刺激人体特定穴位，从而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要在什么地方下？你刚刚说他是有怨气堵在心肺，难不成是要在心口上下针？会不会太冒险了些？自然不会用那么冒险的方法。俗话说十指连心，我这针只需下在手指上，便可通心连脉，让大姐姐醒转过来。那你快点下针吧。准备高度烧酒，把烛火移到这边来。好，此套针法共计7749针，均在食指与掌间完成。祖母和父亲可看好了，一旦大姐姐中途醒转，必须将她按住，49针必须行完方可见效，不然只怕会前功尽弃。就算大姐姐暂时醒来，也会再次莫名其妙的昏迷不醒的。事不宜迟，咱们快开始吧。好。装病是吗？我一针扎死你，看你还不起来。快按住他，针法不能乱，更不能停，否则前功尽弃啊！陈瑜，你不要动，千万不要动啊！阿恒在救你的命，你再忍忍啊！是不是被你扎坏了？为什么陈瑜像是又要昏迷的样子？父亲莫急，如果7749针下完，大姐姐还不好，阿恒还有一套9981针的针法，可以在大姐姐另一只手上再试一次。不用，我好了，我真的好了。这可真是怪症，若阿恒再晚一会儿下针，只怕大姐姐这辈子都醒不过来了。凤锦元就觉得这件事情十分蹊跷，特别是陈瑜睁开眼后那种愤恨的目光，哪里像个昏迷刚醒的人？莫非是陈瑜装病，而自己跟老太太都着了凤玉衡的道，疼苦了女儿？凤玉衡，你好狠的心啊！那又如何？你锦元，多亏我去叫了阿恒过来，再由着你请那些庸医，耽误了陈瑜，你是后悔都悔不来的。母亲，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那是什么东西？祖母莫怕，是大姐姐。大姐姐这是干什么？
还能干嘛？继续搞事情呗。陈宇，你穿成这个样子是要去干什么？孙女自然是随祖母去布家吊唁尚书大人呢。谁让你穿成这样的？去礼丧当然要穿白色。那日尚书大人去世，陈云是亲眼看见的。这些日子只要一闭眼就能想到当日的场面，陈云就想着如果不好好吊唁下布大人，只怕心病难去啊。乖孙女儿，不怕不怕，今日过去给那布尚书上炷香就没事了啊。杀了他，杀了他！娘娘不要激动，保重身子要紧啊。阿恒小心！你们要干什么？都给我回来！听话好，听话不吃亏，我敢保证，你们这样的再来10个8个也伤不了我分毫。敢问贵妃娘娘，布尚书的死与我们家阿恒有什么关系？关系？本宫说有就是有。父亲，难道我们不该给祖父报仇吗？把你的嘴给我闭上！是啊，尚书大人被贵妃娘娘砸死了，布家若不报这个仇，尚书大人在九泉之下该如何安息啊？凤玉衡，牙尖嘴利的丫头，事情究竟起因如何，你自己心里清楚。还真说对了，这件事情的起因是布姑娘找我比剑术，我拒绝多次，她却始终咄咄逼人，直到我赢了剑术，贵妃娘娘心中闷着气，这才开罪花妃，惹了云妃与皇上盛怒。尚书大人半生为国，为大顺尽心尽力，到老了不但不能安享晚年，竟还被自己的女儿给砸死，真是令人唏嘘啊！罪魁祸首在此，布郎中，你还等什么？够了！今天是什么日子？布家人竟能乱成这样，你们对得起谁？母亲，凤家能来吊唁亡夫，实乃布家之幸。想进去吊唁可以，你给本宫跪下，一步一步磕到灵堂。点个订阅吧。想进去吊唁可以，你给本宫跪下，一步一步磕到灵堂。什么？凤玉衡，怎么让你跪都跪不得吗？一步一头磕到灵堂，如此大礼，可以加在一个外姓小姑娘身上，实在太过分了。祖母，二妹妹向来聪颖，自会有办法。您若参与进去，只怕事情又要扯上家族琐事了。是啊，凤玉衡什么时候吃过亏？我这时候不能说话，一说话，怕是布家更要不依不饶了。母亲，您劝劝贵妃娘娘，今天是父亲大丧，以和为善吧。贵妃娘娘是贵人，也是长辈，让阿恒跪，阿恒自然得跪。只是阿恒有一事不明，还想跟布大人和布老夫人讨教一二。请讲。如果当朝丞相的亲生女儿要给二品的尚书行如此大礼，那当初我母亲去世，布家的小辈可有一步一头的磕到凤府里的灵堂去吊唁？如果没有，那这样吧，来年我母亲忌日，布大人可记得带着孩子们一道去把欠下的头给磕了。想来我父亲宽宏大量，是不会计较那些头晚磕了1年的。那是誉王的马车，看来是来者不善呀。凤家小姐言重了，贵妃娘娘是才不过是一句玩笑话，当不得真。是吗？布老夫人说贵妃娘娘在跟阿恒开玩笑，难不成娘娘好不容易出宫一趟，就是为了开句玩笑吗？真是奇谈。阿恒会记得将这件奇事讲给父皇和母妃，他们长居深宫，想来也没什么事可以乐呵乐呵。
正好借此奇谈博之一笑，多谢布贵妃为父皇分忧。本以为凤羽恒会被布贵妃逼得一步一头磕进布府里，让他受不了侮辱呕死在当场。没错，凤羽恒死了才好。快请凤家贵客入府。恒恒，是不是有人欺负你啊？这么好看，点个订恒阅吧。恒，是不是有人欺负你啊？九皇子玄天明，他怎么来了？布家人从来没想过九皇子会来吊唁，因为布尚书的死与玄天明的母妃云偏偏有着最直接的关系，谁来他也不可能来。两位殿下能来吊唁家父，布府深感荣幸啊。九殿下这个恩是什么意思？布大人误会了，本王与九弟是往京郊的大营去，刚好经过这里，听说弟妹跟着凤家老夫人来布府吊丧，这才想着过来看看。亏得本王过来了，不然我们家恒恒还不得被你们欺负死。布白平，你是不是嫌这么干躺着不舒服，想闭了眼睛躺啊？本王可以成全你。闭了眼睛躺，那不就是死人吗？凤羽恒差点没笑出声来，布白平吓得脸都白了。他还记得当年玄天明一鞭子抽死皇上宠妃一事，更可怕的是，皇上也没怪他一句，反倒是差人草草的将那宠妃给抬出去埋了，就连那宠妃的母族都跟着受了牵连，全族45口，没一个能活下来的。他明白，在皇帝心中，女人和儿子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一个二品官死了，你巴巴的来吊什么丧啊？走走人情呗。你父亲是正一品大员，当朝丞相，他跟个二品小破官走什么人情？不能这么说，大家是皇上的臣子，总要和睦共处嘛。人都死了，他跟谁共处？我看呢，凤景元也是活够了。当着外人面说话注意点。反正你们家是给足了布家面子，可他们既然给脸不要脸，那就没必要进去了。走，回去取你的后羿弓，我带你到大营里转转。什么？原来那场比剑让凤羽恒赢到了手的，不只是一枚凤头金钗，居然还有后羿弓这等宝物，真是气死我了。不了，既然都来了，还是进去上炷香的好。毕竟那日尚书大人眼睁睁的在我面前死去，不去上炷香，心里总是不安的。也好，但你若是要进去，就要拿出皇家的气度来，别给本王丢脸，更别给父皇丢脸。知道。殿下不觉得凤家二小姐太嚣张了吗？本王乐意把她宠成这样，怎么，你有意见？女孩子不要有太强的好胜之心，因为有的时候越是有把握的事情，越是会输得一败涂地。营里还有事，我和七哥就先走了，你要照顾好自己。好。布家人，你们可要记得去凤府给那过世的大夫人磕头，从府门口一直磕到牌位前，一步都不能少。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阿恒，阿恒见过襄王殿下，要不要本王送你回去？凤家有马车，不劳三哥费心。父亲不是说襄王要娶我为王妃的吗？追出来不应是要送我回凤府的吗？怎么就要送凤羽恒回府？难道二妹妹与三殿下还真是亲厚呢。阿恒与本王太过见外了，本王回城也要经过凤府，想着捎你一道。不必。我怎么总觉着要出事儿呢？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出事儿咱们就接着，不要怕。二姐姐多加小心才是。且不说布家，我总觉着大姐姐不太对劲儿。凤晨宇早在那日装病不醒时便已经不对劲了，今日被刺激了这么一出，只怕我所期待的好戏很快就可以拉开帷幕了。
那咱们就当看一出好戏，看他能演出多精彩的戏码来。是大姐姐的声音，别怕。母亲，您不要站在车前，让陈云下去好不好？休得胡言！陈云也想念祖父，陈云每年都会在祠堂给祖父上香。祖父您就不要再惦记家里了，家里一切都好，一切都好啊！你到底在胡说什么？赶快把大小姐扶下来！大姐姐是不是看到了什么脏东西？心里有脏东西，眼里自然看得见。祖父您别怪陈云，陈云也想您啊！不要过来，不要过来！哟，咱们也去看看热闹。快追上看看，请大夫，赶紧请大夫！祖母，阿恒，你大姐姐这是怎么了？中邪了。祖母，大姐姐这病只怕普通的大夫可医不好啊。那你能治得好吗？我也就是个普通的大夫，自然是医不了的。那可如何是好？那可如何是好啊！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母亲，您的仇陈瑜一定会报，哥哥也一定要从凤舞县重新回到京城来，所有我们失去的，陈瑜都会一样一样的讨要回来。母亲，您等着看吧，凤玉衡必须得死。小姐，大少爷那边都已经准备好了，就等着咱们回去。如果不是为了对付凤羽衡，我一定把你打死。小姐，奴婢知错了，当初是大少爷强要了奴婢这才……行了，记住，你是我房里的丫头，纵使哥哥再喜欢你，只要我不点头，他也要不去。奴婢知道，奴婢誓死追随小姐，一生绝不背弃。我那大哥是个什么性子我也清楚，相信你心里也明白，那些被他收过的丫头如今成了什么模样，我不说你也应该听说一二。所以以月，有我在，你才能有好日子，若没了我，你的下场定与那些丫头一般无二。奴婢谢小姐大恩，这次的事情若是能成，我便做主将你送给大哥做妾。这是陈瑜对以月的承诺，送一个丫头到凤子浩身边，又能算计了凤羽衡，这笔生意对他来说怎么算都不吃亏。这是布家的小姐给的。凤羽衡，你嚣张的下场就是引起众怒，一个清乐被毁了没关系，后面还有第二个清乐，第三个清乐，你就等着接招吧。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杀人偿命，凤家血债血还，百草堂的药丸吃死了人，杀人偿命，血债血还，凤家血债血还。阿恒，是百草堂出了事情，你可得给百姓们一个交代呀。父亲放心，阿恒自然不会给凤家的门匾上抹黑。既然是百草堂出了事，你们不去围着百草堂，跑到凤府门前来干什么？百草堂是凤家的生意，自然是找凤家来说话。你既然是百草堂的掌柜，那就请你给个交代，你们卖的药丸吃死了人，这账应该怎么算？你怎么知道我是掌柜？东家告诉我们了。东家是谁？什么东家？哪来的东家？我是说有街坊告诉我们了，百草药的掌柜就是凤家的二小姐。抬上你们的死者，随我到百草堂去，有想跟着看热闹的就一并去，到时候也请诸位做个见证，看看到底是真如他们所说，百草堂的药丸吃死了人，还是有别有用心者在里面借题发挥，故意生事。我安排的戏码都在凤桐县，是什么人还没等我们出京城就给凤羽衡下绊子了呢？哼，不管是谁，只要能挫挫凤羽衡的锐气，那也是一件喜事。干脆就在这里解决算了。凤家大门口出了事，你父亲不会坐视不理。娘亲，
他还真就有可能坐视不理。咱们都跟过去，事情处理好之后立即启程回凤桐县。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的确是百草堂坐诊大夫开具的药方，出售的药丸有记载，店里伙计也记得，死者的确是昨日来百草堂买过药丸。那你们还敢抵赖？那也无法证明他的死因就在我百草堂的药丸上。你们还讲不讲理了？今日不给个说法，我们就去贵公门去告御状。来人，给诸位乡亲带路，送他们去皇宫。不是要告御状吗？找不到路可不行。不过这尸体也给我一并抬着，我会通知下人去请宫中仵作，到底是不是吃药丸吃死的？验过尸才能见分晓。闹市刁民一听说要请仵作，立马蔫了，一个望着一个，皆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办才好。说，是谁教唆你们来凤家闹事的？是一个孤。闭嘴！你不想活命了？你们不给个说法，我们就不走了。对，不走了。叫官差来的可好？如果跟他们来硬的，那只能被说成百草堂以势欺人。我百草堂出售的药丸，整个大顺只此一家。之所以价钱贵，是因为小小一粒药丸里面所含药量却是汤药的5倍有余，且药丸方便携带，比药汤更好入口，也省去煎药的麻烦，可以做到随时随地的用药。即便手边没有水，药丸也可以咀嚼后咽下，其内含的山楂成分有效地缓解了苦涩，让服用者不会感到丝毫难咽之感。你在干什么？很明显，为我的药丸做宣传。你的药丸都吃死了人，还宣传个屁呀！那是你说的，在仵作没来验尸之前，我是不会承认的。我们百草堂不止卖药材，堂内每日都有坐诊大夫，病患抓药前可由坐诊大夫免费看诊，对症抓药。你到底在干什么？还是很明显，我在拖时辰。拖时辰是为何？自然是为了等人。等人？你在等谁？在等本王。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在等本王。都起吧，百草药的东家是本王的弟妹，也就是誉王殿下未来的正妃。今日百草堂出事，本王来此绝不是为了偏袒，而是要给这起事件做一个见证。有劳七哥了。尸体印堂发青，口眼鼻均有血迹外渗，是中毒之象。就是吃了药丸中的毒。究竟是中了什么毒，只有中毒的人自己才能说得清楚。但诸位乡亲执意不肯让仵作验尸，这个阿恒也能理解，毕竟验尸要解剖，对于死者来说的确是比较残忍的。那你的意思是把人复活，让他自己说说到底吃了什么。好，那就将尸体复活吧。你们可有意见？没意见，你有本事将他复活，那就让他活了自己说，但如果活不了呢？那我就认了。把死者搬到后堂去。是，东家。请七哥到里面坐。好，你们两个一并进来，与本王一起做个见证。七哥莫怪，阿恒救人时不能被外人打扰，人根本没死，我自有办法让他苏醒过来。既如此，那本王就在这里静候佳音了。好。凭我多年以来的医学经验，我一眼就知道这具尸体根本就没死透。这个年代只凭探鼻息来断定一个人是死是活，真是可笑。还好我有医疗空间，不然这锅我真的要背定了。强心针打上，起搏器也接上了，
关键就是除颤仪的一击了，终于可以用现代医疗器材救人了，有点激动了。终于恢复心跳呼吸了，接下来再得换洗出胃部的毒药残留，命就保住了。活了。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活了。只是麻沸散的药劲儿还没有过，需要再等上半个时辰。不好，杏儿真的被救活了，咱们快走。你们这是要去哪里啊？不管做什么事，先摸摸自己的良心。如果钱财是要用人命去换的，我相信早晚有一天也会有另外的人用你们的命去谋财。七哥，辛苦你了。没什么好辛苦的，明儿还在大营，你这边有事，我自然要过来。你既叫我一声七哥，就无需再这样客气。东家，那人醒过来了。醒了就没事了，你且扶他到外面来，让他把所经历的事件说给所有人听。是，东家。说我百草堂的药丸有毒是吗？人我给你们救活了，就请在场诸位都来听一听，到底是我百草堂的药丸有毒，还是你们的心有毒？就是他，是他带着一个蒙面的姑娘找到我，我正好染了风寒，他们就给了我钱让我到百草堂看病，还点名必须要买这里的药丸，我照做了，药丸也吃了，他们又假装好心给我买来包子，可是我吃了那包子之后就五脏绞痛，接下来就什么也不知道了，根本就不是药丸有毒，有毒的是他和那姑娘带来的包子。蒙面的姑娘究竟是什么人？你若实话实说，本王饶你不死。他从来都是蒙着脸，很有钱，一出手就是给我们每人100两银子，可我真的不知道他是谁啊。他头上戴着斗笠，面纱很厚，一直垂到腰际，咱们什么也没看清楚。既如此，就只能以谋杀之罪将你们一同打入死牢了。拿下！遵命。哇，这死了的人也能救活？这凤家的二小姐是神仙吗？神仙肯定不是，但神医是一定的。听说她是从前姚神医的外孙女，这就是百草堂真正的医术啊！以后咱们看病抓药可得记得要来百草堂。百草堂济世救人，凤家是我们的救星啊！济世救人是百草堂的本分，只希望这样的事件以后不要再发生。人命关天，谁也不能拿别人的性命去谋求钱财。大顺律法不只是用来惩罚恶人，更是用来约束人心。善恶均有报，因果循环，律法自在人心。好，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小姐，你是甩鞭子久了，自己都退步了吗？好好看看，这字迹像谁的？今晚子时来栖凤山，这笔记，这语气，凤子浩，找个机会丢到凤晨瑜的房间，务必让他看见。这是为何？凤晨瑜费了这么大的劲儿把我弄回凤桐县来，是为什么？你们还真以为是祭祖？小姐是怀疑他跟凤子浩两人会设计陷害，只是猜测，不管猜的对不对，折腾他一回对我们总也没什么影响。小姐再坚持一下，进了山就好了。贱蹄子，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打什么主意，一会儿见了我哥哥，把你的嘴和眼睛都给我管严一点，否则仔细你的皮。奴婢只管陪着小姐
看都不会多看大少爷一眼的，知道自己的身份就好。小姐，奴婢不是着急见大少爷，实在是这地方不稳妥，咱们好歹先进了山再休息吧。行了，赶紧走吧。没想到凤子浩还收了他妹妹身边的丫头啊，不是说他还睡过凤家大小姐的床榻吗？凤家的孩子还真是一个比一个奇葩。除了小姐之外，他们走远了。走，咱们跟上。别光顾着闲聊，看好脚下的路。你家主子我还没瞎到那种地步。忘川，咱们走。哼。不就是进了坟地吗？值得这么大惊小怪？一般来说，大家小姐在三更半夜时看到坟墓是应该惊叫的。哦，小姐千万不能喊，这里除了大少爷还有祖宅的人呢。谁在那边？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吓死老子了，还以为遇上鬼了，原来是陈鱼啊。小姐别怕，是大少爷。你们怎么来了？事情我都安排好了，大半夜的万一被发现，岂不是前功尽弃了？不是你叫我来的吗？我什么时候叫你来了？原来是你，小姐。好你个贱婢，为了见我哥哥，居然想出这等招数，半夜诓我上山。小姐息怒，真的不是奴婢呀，奴婢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啊。那张纸条明明就是你给我的，不是你又是谁？我在家里被凤日恒欺负，老太太一门心思的向着他，给了我多少气受。到底是谁给谁罪受？那不是你自己做的吗？好不容易把人骗回老家了，就指望你的计策能成，结果你跟这丫头居然合伙骗我。凤子浩，你对得起谁？对得起死去的母亲吗？什么叫合伙骗你呀？我什么时候骗你了？哎呀，好妹妹，哥哥真没骗你。你别过来，连妹妹身边的丫鬟你都要沾染，真不要脸。哎，陈宇，你别跑啊，听哥哥说呀。凤家大少爷这是要干什么？这可是在祖坟前啊。忘川，你说凤家后辈在祖宗面前干这事儿，风水能好得了？小姐，咱们回去吧。别着急，再看一会儿。忘川，你别总闭着眼，这种科普教育可不多得，将来你成婚嫁人，要是什么都不会可不行。忘川，忘川，快睁眼，要有好戏了。贱人，畜生！啊！下手真狠啊！我杀了你这个畜生！你疯了！妈的，老子宠个丫头而已，你弄他个屁呀！宠丫头，宠丫头宠到你妹妹身边，宠丫头宠到祖坟头上干好事。凤子浩，你就是个畜生，你怎么不死了？妹妹这是吃醋了吧？好妹妹，是不是哥哥疼他丫头你生气了？不哭不哭，哥哥也疼你。哥哥最疼我家陈鱼了。死丫头，你给我等着，早晚有一天我要把你弄到手。京城第一美女，就算你是全天下第一美女，也只能是我被窝里的人。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怎么那么烦躁，全身无力且难受？难道是这蜡烛有问题？不好，是烈性的春药。主子，
主子，主子，搬走。主子，主子，主子！你还愣着干什么？快把小姐救出来啊！主子不见了，不见了？什么叫不见了？班总，你在说什么？我心里一起火，我立即觉察，在火势还不大的时候就冲过来想要救出主子，可是床榻上根本就没有人啊！居然有人能够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将人劫走，这真是作为一名暗卫最大的耻辱。揪出来，我一定扒了他的皮，我一定会将主子找回来。怎么办？咱们把王妃弄丢了，眼下还不得扒了咱们的皮呀？扒皮还算轻的。走水了，走水了，走水了！让我的姑奶奶烦死了！真想把他们都杀了算了。你冷静一点，班总已经去找人，咱们得先把火扑灭，再看看屋子里有没有什么线索留下。好，那我去叫人。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属下班总叩见殿下。你的飞鸽传书被凤景园劫了2次，第3次本王收到时还差20里地就到凤桐县了。本王问你，你家主子人呢？属下无能，该当何罪？死。属下拜别殿下。属下谢殿下不杀之恩。你都找过了哪些地方？方圆50里全部搜过。这七凤山脉地势险要，若有心之人藏身于此，也不是不可能。黄泉与忘川2人还要照顾着姚夫人，只属下一个人的搜寻，有些地方自是无法全部找遍。那你还敢说全部搜过？属下该死。你留下，与本王在七凤山里继续找人。是，主子。几个往凤家祖宅去一趟吧，把那间烧毁的屋子再好好找找。放心，上了夜我便过去看看。好，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凤晨瑜，我是跟你有多大的仇？给我下这么烈的药，要是我再吸多一点，不是葬于火海，就是爆体而亡。幸好打了针，又吃了清脑片，不然死得太冤了。我这没个2、3天，怕是没法恢复过来，得到床上躺一躺才行。不好，又得晕了。宋子浩鬼鬼祟祟进这屋子很久了，他到底想干什么？你轻点，弄疼人家了。这次的事情你干得不错，又是药又是火，要的就是这种双重保障。这凤子浩果然是畜生，到处拈花惹草。大少爷不是说那位2小姐是个厉害角色吗？光下药怎么行？万一药不死呢？这样多痛快，就算药不死，一把火也能把她给烧死。可我听说她还是失踪了。什么失踪啊？说的好听，要我说，根本就是被烧死在屋子里了，烧成了灰，自然什么都找不见。要不怎么说你最聪明呢？我也觉得她是被烧死了。做那种蜡烛可费事了，药又那么少，费了我好大的功夫。我的妹妹特地着快马送过来的药，肯定是极为稀缺的。这个陈鱼还真是能弄的好东西啊！不知道大小姐为何要到这边来解决了，在京城里不行吗？怎么办？小姐肯定也中了此毒，她该如何解毒呀？你懂什么？凤宇恒那院子比牢笼还严实，谁进得去？
不把他骗出来，如何行事呢？奴婢这次办的事，大少爷满不满意呀？满意，太满意了。如果这次我能顺利回京，一定将你一并带回，到时候抬为贵妾，以谢你助我之恩。哼，真的够恶心的。不管小姐是否中招，我也要让你们自尝恶果。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真是刺激！哥哥和妹妹还有一具女尸，忘川这计谋真不错。凤锦园这回要吐几声血了吧？太劲爆了！那药粉我才放了一点点在香炉里，那二小姐就燥热的不得了，不断的撕扯自己的衣服。凤子号闯进去的时候，饿狼般的就扑上去，干柴烈火的，就这一会儿就大战了300回合了。哼，罪有应得，我已经让满喜告知凤锦园，趁大小姐又犯病，便让满喜把动静闹大点，好把老太太他们都引过来。好戏马上要上演了。大小姐您怎么了？是不是发病了？老爷，这到底是怎么了？老爷，这是怎么回事啊？不，这不是真的。替身去把他们分开。鬼，有鬼！不对，那是子浩和陈瑜在行苟且之事，不能让别人知道此事。畜生！好玩啊！大少爷，他死了！什么？凤锦园杀了自己的亲生儿子，哼，这样的儿子该杀，留着伤风败俗。好玩啊，我的好玩啊！哎呀，那具尸体好像是大小姐身边的丫头以月。留一词用。那是陈宇。父亲，这是怎么了？为何都在这里？小畜生，我真是白养你了！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阿恒，风雨恒，弟妹，风雨恒，你到底在哪儿？来来回回已经找3趟了，甚至整个府邸的每个房间和角落都没放过。人到底去了哪里？难道阿恒已经离开凤家祖宅了吗？再去别处寻找吧。我是在做梦吗？怎么觉得外面有人在唤我？我这是睡了多久？搬走他们若找不到我，该有多着急？姚氏会不会急疯了？凤家该如何处置我？算失踪还是死亡？风雨恒，七哥，玄天华他怎么来了？外头很有可能出大事了，不然就算玄天明和玄天华追到凤桐县来，也不该是玄天华以这种方式进入我的房间，我得赶紧出去才行。七哥，风雨恒，七哥，小心！阿恒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们了。
别怕，七哥送你回家。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你再这么睡，饿也把自己饿死了。是谁敢嘲笑我？我一巴掌拍死你！谋杀亲夫啊！玄天明，玄天明，你怎么才来呢？恒恒，乖，不哭。玄天明从来没看过凤羽恒哭，这个丫头不管在什么时候都是坚强的。可是这一次，凤羽恒却哭了，他心疼不已。你再不给我吃的，我就要饿死了。班走已经先去买吃的了，一会儿就能送过来。你先吃些点心，垫垫肚子吧。谢谢七哥，你又救了阿恒一次。无需客气。从你失踪那天起，这都第5天了，怪不得要饿。这么久了，那我娘呢？放心，有忘川和黄泉看着，谅你那个爹也兴不起什么风浪。只是啊，你最好帮那2个丫头还有班走求求情，明儿要砍了他们每人1条胳膊呢。这样暴力不好。他们没有保护好你。是我自己藏起来的，他们当然找不到。你到底藏在了哪里呀？七哥，你帮我求求他，不要砍忘川他们的胳膊，我就告诉你。哎，学会跟我讲条件了。真的不怪他们，你不要生气了吧。凤家祖宅的床榻底下有暗格，我发现蜡烛有问题之后，就翻下床藏到里面了，然后就晕了过去。醒来就听到七哥说话，这才爬出来的。凤家祖宅的床榻底下哪来的暗格？他亲自搜寻过的地方还能不知道吗？既然这个丫头想要保留一点自己的小秘密，那便由着她吧。他只叹怪不得一向任性妄为的玄天明会如此宠着这个丫头，原来真心去疼宠一个人，感觉竟是这样美好。如果安慰都像他们那般，我还要来何用？要不我给你换换人吧，让白泽跟着你怎么样？玄天明，我说我喜欢忘川黄泉整日围在我身边，喜欢搬走跟我斗嘴，你这是非要把我喜欢的人从我身边赶走吗？我还没嫁给你呢，你就这么霸道？那我不嫁了，你都收回去好了。那就听你的吧。殿下，吃的买回来了。快拿进来，饿死我了。主子终于醒了。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殿下，吃的买回来了。快拿进来，饿死我了。主子终于醒了。属下失职，请主子责罚。搬走，你抬头。主子。你既然叫我主子，为何我让你抬个头你都不肯？主子。是什么人居然可以伤到你？是他自己划的。他说这次的事，你若不肯原谅，他与忘川黄泉3人便以死谢罪。你若肯原谅，这道疤就是他自己给自己的教训。七弟他这是怕媳妇责怪，才这么理直气壮的吗？搬走，这次的事不怪你，是我自己躲了起来，不想被人发现。你不需要伤害自己，更不需要放弃性命。忘川和黄泉也是一样，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哪怕你们的父母都已经不在了，你们也不该如此轻贱自己的性命。人人都是平等的，不管是君王还是百姓，只要不触犯法律，这个世上就不该有人主宰其他人的生命。我不管这样的理论在别的地方行不行得通，但至少你们跟着我，在我这里就是这样算的。更何况我把你和忘川黄泉当亲人，而不是下人。多谢主子不杀之恩。快起来吧，我现在手边没什么药品，等回了京城，我亲自给你治治脸上的疤，尽量少留些痕迹。不用的，我反正几乎不在人前出现，没人看我。早晚要给你娶媳妇儿的。跟着你还有这样好的待遇啊？有的，不但要娶媳妇儿，还要给发红包。那什么，还是让我先吃点东西吧，
再饿下去我又要晕倒了。来，先吃一个鸡腿。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白泽，主子吃不错。九殿下，不聪只问你一句话：阿恒真的被烧死在凤头县了吗？不聪在原主6岁时，14岁的不聪就求着他父亲上凤家求亲。那时候不家对凤锦园眼里什么都不是，并未同意。后原主被赐婚给玄天明，为此不聪还抑郁了好久。你听到什么就是什么，若是不信，就自己去查。本王没义务做你的信使。九殿下就这样放过凤家？本王放不放过凤家，那是本王自己的事，还轮不到你来质问。不聪，让开！再废话，本王便让骑兵和这马车踩着你前行。你敢？本王有什么不敢的？还有，本王倒是想问问，玉王妃遇害身亡，你急个什么劲儿？布家的人还不是口口声声要将尚书的死怪在玉王妃头上吗？怎么才多少天的功夫，这转了风向了？行了，路本王已经给你指了，怎么走就是你自己的事了。白泽，我们走。是，主子。这个不聪还挺痴情的，好想看看他长相如何，还是算了，撂下玄天明这厮不知又做出什么事来。那个不聪是怎么回事？这一路我们放了消息出去，说是凤家的二女儿在回乡祭祖时被烧死在祖宅。为什么？我分明还活着。可是除了我们，还有谁知道你还活着呢？有的时候就是要置之死地而后生，才知道有心之人在这种时候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比方说凤家准备如何收场，比如说不聪会被激怒到什么份上，再比如说总得让你那个父亲得到些教训，也给他找些麻烦。另外你大难不死，父皇总不好一点也不表示。其实皇上已经做了不少表示，给了我凤头钗，还给了我后羿弓。虽然我明白这也是他对我的考验，看我到底有没有能耐将这2样东西保住，但我认为是可以的，我相信自己能保得住，所以那便是皇上给我的恩典。你能这样想自然是好事，那2样东西自然也可以牵出有心之人来。看着吧，往后的日子会越来越精彩。哼！不聪握制东兵的兵权，看似布家依然威风，但实际上并不是好事。或许那正是布家今后招来灭族之祸的源头。哦，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皇上，玉皇殿下和纯王殿下来了。哼，2个小畜生，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老子正要去月寒宫碰钉子的时候来，让他们进来吧。是。听说明儿和华儿出远门了。是离了京，但具体往哪边去，奴才不知啊。我就是往凤头县去走了一趟。朕就知道这丫头没那么容易死。儿臣叩见父皇。都起来吧。媳妇儿走到哪儿你就跟到哪儿，还有没有点出息？老子愿意。哼。听说你死了？是，死了又活了。为何？因为还有很多事没有做完。可怪你的家人呐。怪，但是没有办法，谁让身上流着他们的血。若把凤家嫡女的位置还给你做，又当如何？儿媳不稀罕。听说你那个大姐生来就带着凤命。大姐姐是凤家的孩子，的确姓凤，这一点倒是没有错的。带你的家人回京，你想如何相见？如果姚家从荒州回来，儿媳会很开心。
怪不得云飞喜欢你，既然来了，就陪朕坐坐。别以为朕不知道你们连夜进宫是为了什么。外头盛传横丫头被火烧死了，要想真相不被人知道的太早，还是待在宫里稳妥一些。父皇说的极对。华儿也是的，跟着你弟弟胡闹，总还是不及凤家人闹的欢实。丫头，走，陪朕下下棋。好。你会下吗？会是会，就是不怎么厉害。那父王可有的玩了。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你会下吗？会是会，就是不怎么厉害。那父王可有的玩了。凤羽恒说不厉害，就真是不厉害。几招下来，就被天武给杀得连落子的地方都快没有了。凤羽恒求饶地看着天武。父皇，您是不是也赢得特没成就感？你这水平啊，是太差了点儿。不是，知道我棋艺不精，你倒让我呀！我被你包围得无处落脚了。父皇的白子在外，恒和黑子在内，看似全部围住，可黑子若是想反抗，还是有机会杀出一片天地。父皇这棋下的分明是别有用意的呀。阿恒这黑子一点点地往外界拓开，却放着父皇故意留下的破绽与空子不钻，偏挑边边角角被其忽视之处。阿恒心思果然与众不同。你可知大顺边境各有4国，这4国看似为藩，实则各有心机，就像这般棋上的白子将里面的黑子紧紧围了起来，而这些黑子就是我大顺。东界宗随，西界姑墨，南界古蜀，北界千州，围起来又能如何呢？我大顺独占这一块大陆最肥沃的一片土地，被觊觎实属正常。4藩国各自为政，若合4为一，自然与我大顺有一较高下的资本；又或者合2为一，也可搅我大顺边关动乱。但实际上，大顺却将他们相互隔开，谁也见不到谁。在他们的外围，不是雪山，便是无边大海，唯一的互联方式都必须要经过大顺。聪明人当知借力而行，只有背靠大顺，才能保障自己的子民能有更好的生活。我若是这4小国，必不会生叛逆之心。可惜啊，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如你所想。恒丫头的棋艺是该好好练练，朕与你下这棋呀，比劈折子还要累上几分呢。让父皇受累了。罢了，能见到你平安回京，朕这心也总算是放下。虽并不相信你真会死于火灾，但外头传的有板有眼，再不信也得在心里合计几分。都是你干的好事。凤家的确是在办丧事，不过不是为恒恒，是为他们的儿子凤子浩。凤子浩死了。凤景元的嫡子虽然不成器，但好歹嫡子就这么一个，怎的就死了？儿臣若说是被凤景元亲手打死的，父皇信吗？总归是一朝丞相，父亲留着他，定然有必留的道理。儿子不掺和朝堂上的事，一个凤相牵着3哥，一个3哥牵着无数条朝臣的线，父皇暂且不动，是最稳妥的。还是华儿懂我。既然你是来宫里避难的，那就陪朕聊聊。启禀皇上，有荒州姚大人递上来的折子。点个订阅吧。突来的消息，那个人是你？这么多年你杳无音讯。时间的橡皮擦掉了记忆，但我迟迟却没有忘记你。
是经营。各位宝子们，我又有事这几天不会更新。所谓爱之深，恨之切，我知道大家喜欢我的视频才催更，也因我的佛系更新让大家摁得牙痒痒。但是我没办法，我是个俗人，做这些视频是为了有收益我才去做。但是这个赛道越来越难走，很多同行都选择了其他赛道，而我也选择了上班，没有太多的时间制作。其实《凤与恒》是我很喜欢的小说，所以在流量和收益不多的情况下，我还坚持着。要回老家扫墓，所以1周后我们再见。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来我这躲人的，不满母妃盛世，那就住下吧。左右这月寒宫也没什么人来，你倒是可以陪我说说话，也省得憋闷。母妃燃的这是什么香？懂医的就是鼻子好使，没什么。皇上赏给贵妃的，我觉得不错，拿来用用。母妃可知这香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吗？当然知道，闻久了便生不出孩子，皇上就会来这一套。还有呢，老的比常人快些。知道你还用？老点好，老了就没人惦记。这么多年了，你这是何苦？这样同他置气有用吗？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何母妃那么多年都不愿见父皇？你们去歇息吧，别在净月楼待太久，小丫头闻不得这种味道的。你也不能再用了，来人，奴婢在。把这香给本王撤去，全都扬了，以后不许再用。是。随你吧，没事，我回头再配一味药香出来，给母妃调调身子，会好的。阿恒叩见皇后娘娘，娘娘千岁千岁，快别多礼，起来吧。多谢娘娘。给王妃请安。你跟你那个姐姐是不同的，父皇准许我叫一声父皇，那阿恒也就不见外，叫您一声三嫂了。三嫂还是先躺下，待阿恒先帮您诊过脉，咱们再说其他的。请你进宫是皇上的意思，让阿恒为你瞧病也是皇上的意思，不管治不治得好，这总归是皇上的一个态度。儿媳多谢父皇母后，有劳弟妹了。三嫂每日晨起时，是否眼睛及面部会呈现较严重的水肿？午后下肢亦有水肿现象，但经过休息后会有减缓或者消失。每日均感体乏无力，易出虚汗、尿频，甚至尿血，并伴有眩晕、气急、胸腹积水症状。你说的这些毛病全有，阿恒确实比旁的大夫说的更精确些。三嫂，张开嘴巴，将舌头伸出来。肾炎，严重的肾小球肾炎，但到底是原发性还是继发性，还没办法判断。三嫂娘家那边可有长辈生过同样的病？没有，我娘家人身体健康，从未生过像我这样的重病。这种病多半是家族遗传，排除了这一点，那就是有心人故意为之了。玄天夜，好歹毒。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阿恒就这么去了，老夫人您可想他？阿恒在时，每每老夫人腰酸腿痛，他熬夜不睡，也想着要给他的祖母备好膏药。本郡主曾问过他为何要这么累，他却说在这个家里，父亲不疼他，但祖母却是好的。他多年未曾在祖母身边尽孝，如今终于能回来，再累也是应该。可惜从今往后再没有这样体贴人心又精通医术的孙女伺候在老夫人身边了。阿恒，我的阿恒啊！阿恒，咱们姐妹一场，却不想缘分竟是如此短暂。你只知自己是回乡祭祖，却不知这一走竟有去无回。堂堂凤家，那么多下人，
居然也能在自己的宅院里把小姐给烧死。阿恒，是不是枉死的，你自己心里清楚。如若真的被人谋害，你可要记得去找那人算账。就算做了鬼，也不能放他们继续喜乐人生。看凤家这反应，正如金玉唱的戏文那样，凤二小姐死果真有蹊跷。我看确实有蹊跷。都在逼本相，先是不从南路为凤羽恒送行，现在又是武阳郡主，真是欺人太甚。武阳郡主，你到底想干什么？我想做什么？凤相，你心里没个数吗？哼！你们给我继续唱，继续弹。凤家要进城也不用拦着，就在后头给我跟着，一直跟到凤府，唱到天黑，赏钱翻倍。是，郡主。这么好看，点个订阅。身在皇宫的凤羽恒主要任务就是给襄王妃治病，玄天明倒是每天都来看他，然后对着他奇怪的治病方法不停地追问。玄天明，你不许乱碰，三嫂还在输液呢，你一碰扎到手背上的针，可就会跟着动的，会把三嫂的手扯痛。好，我也不乱动便是了，你忙你的。早知道不让他跟着来了。印象中这九弟从来都是特立独行的，没有人管得了他，也没有人治得住他，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可如今看来，九弟像是怕凤羽恒。你可真幸福。对三嫂来说，把身子养好才是最幸福的事，有了一个好身体，往后的日子才有奔头。你说的对，这些日子你又是给我吃药，又是给我弄这种针，我是真的觉得好多了，也不像从前那样终日累乏。这只是开始，再过几日效果会更明显些。只是三嫂，有一事阿恒还要再嘱咐你一次。你放心，你给我吃的什么药，还有用的什么样的针，我绝对不会对旁人说半个字，哪怕是父皇问我，我也不说。也不是阿恒小心眼儿，只是我那波斯师傅传授的医术与咱们大顺这边不太一样，我怕一时间别人接受不了。三嫂晓得。对了，玄天明，让你跟我娘亲说一声，替我报个平安，你没有忘记吧？怎么可能会忘啊，搬走每晚都会同声宣，你娘亲好着呢。怎么可能好着呢？我不在家，要是怎么可能好？他肯定急坏了。都给我滚！连这么个小病都治不好，还当什么大夫？母亲千万不能太着急，万一下地早了，筋骨养不好，那才是得不偿失啊。你说这些有什么用？母亲，赵嬷嬷，以前阿恒给我的那种膏药还有没有？早就用没了，再找找。我记得那时候阿恒给了挺多的，当时是给了不少，可老太太您那会儿也正腰疼，一天就贴4张，在祖宅那边的时候就用没了呀。本来二小姐是说没了马上再给送来，可这不是我的阿恒啊！母亲莫急，儿子一会儿就进宫去请太医，宫里什么好药没有，肯定比那膏药来得快。快个屁！你去给我派人继续找，阿恒肯定没有死，他绝对不可能死。死了，早就烧成灰了，那么大的火，他怎么可能没死啊？多大的火也不可能烧得骨头都剩不下。死了就是死了，请母亲记住，以后凤府再也没有二小姐。没有就没有吧，你都这样说了，我还能怎么办？您没事吧？如果有一天我更老了，更没用了，亦或是阻碍他的脚步了，会不会也跟阿恒一样的下场？怎么会呢？老爷可是您亲生的，他敬您爱您都来不及呢。可阿恒也是他的亲闺女。该吃药了，
不吃了，那些药吃了也没用，什么药都没阿恒给的膏药管用。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民间奇人异事不少，你去暗里寻访一番，看能不能找到神医，帮大小姐想想办法，恢复清白之身。凤相这是咋想？一个与自己兄长苟合的女儿，竟然是废弃一枚，日后事情败露，岂不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哼，这又与我何干？拿钱办事便可。主子，其实要给大小姐治病，最好的大夫不在民间，那是在哪里？花楼。我怎么忘了，这种事花楼武馆里才是最常见。那些老鸨子为了能让姑娘多赚点钱，什么招数想不出来，想来能再给陈宇想个法子，做成处子之身，也不是太难的事。那就到花楼里去找，只要事情能办妥，本相重赏。属下遵命。老三家的，你如今觉得身子如何呀？儿媳经了弟妹的诊治，已然大有好转，是这几年都从未曾有过的。不愧是姚老头的外孙女啊，果然是神医。多谢父皇夸赞。还要治多久才能痊愈啊？儿媳亲手治疗也差不多了，最多再有3天，之后三嫂可以靠吃药来巩固病情。只是这药得吃的时日久一些，大概半年。好啊，凤玉衡，你治好襄王妃的病，朕心甚慰。凤家次女凤玉衡，人品贵重，医术精湛，医治襄王正妃有功，今封济安县主，赐济安县封地，钦此。县主还有封地，这县主是多大的官？是一个县的县长吗？弟妹还不快快谢恩，县主是仅次于郡主的封号，而且你还有封地，这可是咱们大顺建朝以来从未有人得到过的荣耀啊！儿媳谢父皇隆恩，但请问父皇，这恩典能不能换一换？不喜欢县主，那你想要什么？阿恒想给娘亲姚氏讨一纸和离书。什么？弟妹，你在说什么胡话？我没有说胡话，咱们大顺的制度里有夫妻和离一说。阿恒的娘亲过得不好，阿恒想为娘亲讨一纸和离书，还望父皇成全。罢了，给你个县主，再赐你一封和离书吧。阿恒多谢父皇成全。懿旨。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这是什么味儿？真是恶心！老太太的腰病犯了，那也不用把整个屋子都吃得跟药房似的。粉黛，粉黛给祖母请安，祖母近来身子可好？你瞎了吗？我若是好，还用得着躺在榻上？粉黛不过是寒暄一句，祖母至于这样吗？你说什么？你再说一次。粉黛的意思是她很想念老太太呢。我不聋，你们娘俩不用在这儿给我演戏，我腰疼，耳朵可不疼。老太太千万别动气，您的腰刚见点好，可不能再闪着呀。祖母，养好伤病才是要紧事。四妹妹刚回来，以后有的是日子说话呢。哟，这是新买来的衣裳，看起来倒是不错，但成衣就是不如自己做的。这料子要是细丑，可就不太考究了。把他们给我赶出去，都赶出去！韩姨娘还是带着四小姐回去吧，老太太也累了，要歇了。这些衣裳我全都要了，拿好跟我走。大姐姐，进宫赴宴咱们都有份儿，衣裳也一共3件，你凭什么都拿去？哼，就凭我是凤家嫡女。哟，你
你也真好意思往自己脸上贴金。祖母，您难道是想让孙女我穿着庄子里的旧衣裳进宫吗？粉黛不过是个庶女，倒是不介意这个的，只是到时候丢了凤家的脸，祖母可记得来跟大姐姐算这笔账，不要划到我的头上。衣裳一人一件，谁也不许多拿。哼，怎么看都俗气得很，不过看在府上刚死人的份上，将就着穿吧。毕竟我可不想像上次大姐姐那样，在夫人的大丧中穿了一身大红。都在欺负我，特别是这个老不死的，明摆的就是给我使绊子。再过几个月我就要及笄了，到时嫁给三皇子为妃，待我有朝一日扬眉吐气，你们这些伤害过我的人，一个都不得好死。祖母，养病要紧，那些不招人爱听的话，您就只当没有听过吧。从前你二姐姐还在时，对你最好，如今这府里就剩下你还是个知心的。放心，祖母就算是看在阿恒的份上，也会多顾着你。衣裳这次是真来不及做，待宫宴结束，祖母开了库房，把最好的料子都给你取出来。谢谢祖母。淳王府来人送了一套衣裳，说是给三小姐的。送衣裳的人哪？送到府门就走了，和管家说是个小太监。你与七殿下很熟？称不上熟，只是从前与二姐姐在一块儿时见过几次，但七殿下从来都是跟二姐姐说话的，小荣也不知道殿下为什么送衣裳给我。祖母，我能否把衣裳拿回去？去吧，去吧，可要仔细些，七殿下上的衣裳一定差不了。谢谢祖母。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姨娘猜猜，刚才在舒雅园发生了什么？啊，都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呢？早上瞧着粉黛回来时的那个样子，就知道她回府了，也是不愿安生。唉，快把纸包打开看看。虽不是五宝，却也不比五宝差到哪儿去。这种料子我若没猜错，应该是北边千州国的皇后娘娘最喜欢的湖心缎。姨娘，你说七殿下送这样的衣裳给我是什么意思？你切莫乱想，在你前面有你大姐姐和四妹妹的教训在。向荣，我不希望你再存了攀高枝的心思。皇子不是人人都能嫁的，也不是嫁过去的人都能过得好，更何况那七殿下出尘若仙，看似慈心善良，可不招他待见的人，什么时候在他那里得到过好处？他跟九皇子其实是一类人，你万万不可觊觎。怎么会呢，姨娘，我没有那样大的奢望。七殿下送这衣裳，只怕是顾念着二姐姐从前对我的照顾吧。一辈子能得一件七殿下送的礼物已经是难得了，小荣再没有别的指望。你别怪姨娘，这都是为了你好。虽然庶女的命运不是给嫡子做侧，就是给庶子做正妻，但总好过嫁给皇子为妃。如今看似风光，但将来有一天皇子夺嫡，还指不定谁死谁活。小荣才10岁，5年之后还指不定是什么样的光景呢。不急，你心里有数就好。行了行了，够黑了，别再涂了，真是烦人。大小姐应该开心才是，有什么好开心的？人家进宫还有皇子给送衣裳，我却要涂黑了脸，这叫我如何开得了心？破宫宴不去也罢。大小姐想想，当初皇后娘娘还说不让您进宫呢，这次不也改口说让府上所有小姐都去吗？照奴婢看，这黑胭脂多半也就是皇后娘娘当时正在气头上，
这次宫宴之后，指不定就把这责罚给消了。这次能进宫，的确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不过能不能免了他这黑胭脂，却还是个未知。你这丫头倒是比从前的以月会说话些。是小姐教导的好，奴婢比以月多跟了小姐3年，这3年可不是白跟的。你懂事就好。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大姐姐可别再存着玷污唇王殿下的心思了，也不思量思量自己如今还配不配。凤粉黛，不要觉得借着这次圣旨能够回来，就可以永远的在府里住下去。只要父亲一天不放弃我，你就一天翻不了身。再何况在你上面还有享荣呢，你那娘亲是什么身份？你觉得就凭这一点，你这辈子还有指望？凤晨瑜，你不要太嚣张了。小姐们可千万不能乱动，这船小，万一落了水，这大冷天的可有的受了。如果凤晨瑜这个时候掉进水里淹一淹，把他那嫡女气焰给淹没了，岂不痛快？救命！救命！不好了，来人啊！有人落水了！三妹妹，你没事吧？三妹妹。向荣的死活我才不在乎，但绝对不可以死在我的手里。再说这个凤晨瑜还在这，只要他一开口证明大家都知道是我推的他们，那我的名声就毁了。三姐姐，三妹妹，三姐姐，三妹妹，三妹妹，救命！你还愣着干什么？快下去救人啊！没看到有人落水了吗？小姐，奴才根本就不会水。再说，就算会水也没用啊！这么冰的湖，跳下去就是个死。暗卫，救人！凭什么享荣会得到七殿下的青睐？先是送衣服，现在又救了他。这样看来，我也掉进水里的话，七殿下肯定也会救我的。那我不就可以瞬机接近七殿下了吗？为何凤家的大小姐要自己往湖水里跳？感情这凤晨瑜是想让七殿下救他，才自己跳进水里的，真是笑死人了。你也不长长眼睛，看那七皇子是什么样的人，容得了你去玷污？救命！救命！再忍忍，带上了岸，就会有人带你去换装。对不起，我把你送我的衣裳弄湿了，我真没有。别哭了，衣裳湿了，洗过晾干就好。实在不行，再送你一件就是。起来，到船艇里面去，会暖和些。殿下，水里那个还要不要救？去救吧，救上来之后送他回原来的船上，其他的事交给工人去做。是，殿下。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既然不愿意上来，那就让他在水里待着吧。啊！我堂堂一个暗卫，竟然被推开了，真难缠，直接敲晕就老实了。可真逗，大冷天的，一个一个的却都抢着往水里掉。四哥，七弟倒是好兴致，还想着救人呢。你常见过七殿下？不必多礼。凤享荣、凤雨恒还没死多久，这一个个的都来耍心机接近皇子们了，真是不要脸。哼，凤家的人就是贱，顾小姐怎么可以这样说话？你算是什么东西？一个庶女也有跟我说话的份儿。你
不家嫡女，若是这样的教养，还真是不配嫁进我皇家。七弟莫要动气，女孩子家的，争争吵吵，常有的事儿啊。四哥，千万不要怪罪父皇。父皇当初为你定下这门亲事，也是看中布家书香门第，小姐一定人品贵重，却不想布小姐竟被愚教至此，这实在不是父皇本意呀。哼，怎么会呢？啊，还不快跟凤家小姐道歉！布霓裳一脸的不乐意，可玄天意已经沉下脸来，他知道这是四皇子权衡利弊之后做出的决定，便只得低了头。对不住了。我们走。七殿下，有没有好一点？给你送去的药吃了吗？为何我二姐姐百草堂里卖的药丸，殿下这里会有？傻丫头，还不是你二姐姐方才给的吗？连礼服都是你二姐姐让我转送的呢。百草堂的药丸远近闻名，我们经常会去买一些备着。多谢七殿下救了小荣，要不是有殿下在，小荣只怕已经死在湖水里了。喝点热茶下去，暖暖吧。宫里头没有太俗气的衣裳，这个粉色的好看是好看，但是我二姐姐……怪不得阿恒喜欢你，放心，你穿成这样，正是迎接阿恒的样子，他会很高兴的。什么？小荣完全听不明白玄天华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此时来参加宫宴的人已经陆陆续续到齐了，几位皇子也朝这边走了来。不打扰殿下，小荣到另一边去坐。这背影怎么有几分神似阿恒的样子呢？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父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娘娘千岁千岁千岁！我怎么觉得头顶凉飕飕的？还有皇上让我向前回话，是何意？凤爱卿已离京多日，祭祖仪式办得如何了？谢皇上关心，家乡那边一切都好。那就好，知道一切都了，朕就放心了。对了，朕那儿媳妇呢？皇上，你这不是故意的吗？难道凤羽恒死了，你会不知道？皇上，臣回乡祭祖时，祖宅不幸起火，臣的嫡子和二女儿都在那场大火中丧生了。我怎么忘了？九皇子是最护着凤羽恒的，可这都过去好多天了，为何九皇子一点动静都没有？乌阳郡主都闹腾好几场了，他却像个没事人一样，实在是蹊跷。莫不是这次宫宴是鸿门宴？凤爱卿就喜欢与朕说笑，朕那个儿媳妇文武双全，怎么可能屋里着了火都跑不出来呢？皇上，臣也希望这是个玩笑，可是的确是真的呀。这要是真的，为何你死了嫡子和次女，连场丧事都不办？凤爱卿，这种玩笑还是不要开的好啊。回皇上，丧事是在祖宅那边就办好了，回京之后就没有再办，他们再怎么说也就是个小辈，所以臣才没有兴师动众。凤大人，本王那弟妹就算再低调老实，你做父亲的也不能这样子诅咒啊！岳西宫宴时，凤羽恒救了小皇孙，看来在这一群皇子中，与凤羽恒有交情的不止七皇子和九皇子，还有二皇子呢。我这是得罪了多少皇子呀？不说这个了，凤爱卿为人一向古板，好不容易说起了玩笑，咱们总不能一点都不捧场。今日这宫宴是为朕新加封的济安县主而办，县主前些日子受了惊吓，众位爱卿可要多多劝慰才是。济安县主的
凤下，不是说您的二女儿被火烧死了吗？可不，枉我还流了好些眼泪呢，居然真的在跟我们开玩笑。凤羽恒竟然没死，难怪我在凤桐县找了那么久都没找到，原来是回了京进了宫，还被封了县主。这回我怎么应对？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儿媳叩见父皇，叩见皇后娘娘。还说朕的儿媳死了，怎么凤爱卿连自己的女儿是死是活都不知道吗？臣不敢。不敢？凤景元，祖宅起火这个朕不怪你，可你的女儿是不是烧死了，你连查都不查就报了丧，你到底想干什么？你到底还记不记得这个女儿是朕的儿媳妇儿？今封凤家嫡女凤羽恒为济安县主，赐平州济安县整县封地，现有宅院同生轩改为郡主府，开正门，济安县主有权自主出入。皇上您说错了，凤羽恒不是嫡女。哼，怎么，你对朕的话有疑义？民女不敢。哼，当年凤家迎娶姚家独女进门，连太后都亲赐了赏去的，凤羽恒怎么就不是嫡女了？风景元，朕倒是要问问你，你是想要朕承认的正妻和嫡女，还是想冒着违背圣业的风险，执意认妾抬妻位，认那妾生的女儿为嫡女呢？自然是与皇上想法一致的。儿媳替娘亲姚氏，多谢皇上大恩。凤爱卿是朕一品大员，是朕最倚重的左丞相，可凤家主母居然都没有封诰命，这实在是朕的疏忽啊！什么？给姚氏复了主母之位，还要封诰命？张远，为良人锦着玉轴，拟诰命文书，封姚显之女姚，她叫姚什么来着？姚千柔。对，封姚显之女姚千柔为一品诰命夫人，前盖至诰之宝，昭告天下。谢主隆恩。如此就对了。朕的儿媳妇怎么可能是个庶女？都起吧。儿媳多谢皇上大恩。陛下。襄王妃到。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儿媳叩见父皇母后，祝父皇母后福寿安康。面色红润，气脉平稳，行动自如，一俯一跪间也不见气喘，是谁如此厉害，解了我常年投放的慢性毒药？起来吧，你大病初愈，要多保重身子才是啊。儿媳谢父皇母后。恭喜弟妹获封县主，也慎祝姚夫人获封诰命。叶儿这是干什么？看到自家媳妇儿，怎的惊讶成这般？众多皇子中无一皇子是皇后所生，对她也自然也没有什么母子情深。好在这个女人不招人烦，话少，事也少，但这次为什么多管闲事？宣顿王的王妃进宫治病，并且给治好了。哼，这笔账本王记下了。怎么，你母后问话没听见？母后莫怪，儿臣是太惊讶了，这才失了言行。百如病了这么多年，儿臣已经许久没见过她这般模样。那你是高兴还是不高兴？儿臣自然是高兴的。是吗？本宫瞅着可不怎么像，皇上看呢？朕看着也不像。说起来，叶儿，此番你可是要好好感谢你九弟妹，要不是有姚家后人妙手回春，你媳妇儿的病怎么能好得这么快？你自己算算，从她病了那日起，一直到后来连门都出不了，这都几年了。朕听说你在外不停地寻访名医，却还是没见丝毫起色呀。弟妹妙手，本王早有耳闻，今日能得弟妹出手救治王妃的顽疾，弟妹大恩，本王没齿难忘。
三哥既然叫我一声弟妹，那便是一家人，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三哥，我们家恒恒把你媳妇儿治好了，你都没点表示的。这个老九真是无时无刻都在生火打劫，真是难搞。这次又想在我身上拿什么东西？自然要感谢弟妹。我们家恒恒不太喜欢那些女儿家小里小气的东西。听说三哥手里有个玉矿，不知道舍不舍得拿出来作为酬谢啊？当然舍得。哦，九弟说的哪里话？我与你三哥少年夫妻，这么多年下来恩爱如初，弟妹治好了我的大病，别说是要个玉矿，就算是把襄王府要去，你三哥都不会眨一眨眼的。王爷，您说是吧？玉矿，玄天明居然开口要他的玉矿，他的王妃这样轻易就答应了。王爷何以是这样的表情？难道您不愿意？燕儿，父皇从小就教导你们受恩不忘，滴水恩当涌泉报，你都忘了吗？治好襄王妃，皇上的目的可不只是阻止他迎娶凤沉鱼，只怕这最终的目的是想要他的命脉呀。那玉矿在他手里经营的是一年比一年好，他在外省运筹帷幄，暗养兵马，靠的多半都是那玉矿出的银子。这个天下，他到底是算计不过那只老狐狸。儿臣怎么会不记弟妹大恩？那玉矿原本就是准备在九弟大婚时当做礼物送上的，如今正好有了这个事，便提前送与弟妹吧。还不快谢谢三哥。阿恒多谢三哥赠如此大礼。弟妹太客气了，你治好你三嫂的病，三哥该谢你才对。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封姚显之女姚千柔为一品诰命夫人，前盖至诰之宝，昭告天下。皇上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是姚显之女，而不是凤锦元之妻？回去我又怎么面对姚氏呢？这个凤沉鱼如今没了嫡女之位，我又该如何处置她？父亲，多日不见，家里可都还好？你祖母挂念你，与你韩姨娘动气，闪到了腰，如今还不能下榻。祖母上了年纪，身子骨又不好，还要为家里操着心，实在是让阿恒听了心里难过。切，有些人自诩聪明，总是自己想象没有了谁日子会怎样怎样，可实际上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按着别人的想法过日子，也不是所有人都没有本事在一次次加害中最终逃脱。父亲，我告诉你，那一场大火连我的头发丝都没有碰到。父亲怎能如此不胜酒力？快起来！我靠！不是，杀了他，杀了那只猫！四哥，你这是想掐死我母妃送给我媳妇儿的猫吗？什么？是云妃娘娘的猫？上次月夕宫宴上，就因姑姑得罪了云妃，被皇上直接从高台上扔了下来，不但摔得筋骨寸断，还砸死了祖父。这猫可不能死！住手！放下它，快放下！不能杀，千万不能杀！快把它放下来，轻轻的，千万不能伤到一丝一毫。顾小姐连自己的手指头都看不住，居然还妄想伸出脚来绊我。是个忠心护主的小畜生，做得好！有人欺负你主人，你就得冲上去咬他。哼，你们顾家就是不长记性。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一到宫宴，顾家就见血，真是烦死了。丫头，去陪陪你兰姨，她想你们娘俩想得紧。你娘平时也不出来走动，真不知道你爹到底是个什么意思。难不成是锁住了院门，把人关起来了？哎呀，王爷言重了。阿恒，快去陪王妃说说话吧。道貌岸然的家伙，
从前只知道凤相在朝政上铁面无情，没想到对家里人，竟也是如此啊！右相凤平，这黄家人本相不敢置气，但这老匹夫我可不带怕的。难道冯大人对家中小辈十分放纵？放纵谈不上，但至少若是我家里着火时，我的女儿不见了，我就算砸锅卖铁寻遍天下，也要把她找回来，而不是装模作样的找上1、2天就说女儿死了。我是信任你，才把我媳妇儿暂时留在你们凤家，可是你也不知道长点心啊，就这么对我媳妇儿。小皇孙，您刚刚说什么？我的媳妇儿是仙女姐姐，就是被你欺负的那个仙女姐姐。仙女姐姐，你可回来了，飞羽想死你了。姐姐，他们都说你死了，可是飞羽不信，你是仙女，怎么会死？你的父亲不喜欢你没关系，嫁到我家里来，我父王母妃会对你好的。臭小子，你跟我抢媳妇儿？咱们2个可以公平竞争。小孩子的话你别生气，上次弟妹给他治了腿，他回去之后就天天叫着神仙姐姐神仙姐姐，这次说弟妹在祖宅出了事，他还自个儿在家哭了好久。二哥不必放在心上，天宇是我看着长大的，疼他都来不及，怎会怪他？那就好，这孩子回去啊，一定得让他母妃好好管管，不然将来指不定给我惹出什么乱子呢。二哥言重了，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明日就要去大营了，边界4国始终是大顺的心腹之患，眼下看着是安生，却难保有一天不兴风作浪。大顺地大物博，州府富饶，边界小国要么是国界太小，要么就是土地贫瘠不长粮食。北方太冷，南边又过热，自然条件限制了他们正常发展，长久下去势必生乱。虽然上次与父皇说过，有大顺在中间隔着，4小国想要联合起来向大顺发难不太可能，但凡事都有个万一，万一真就能巧合到他们4家不用商量便统一了战线呢？又或者有得力的细作穿过大顺国境通风报信，这些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大营都要加紧操练，边关也要布防。平南王已经800里加急传令旧部提高警惕，我这边也要跟着忙起来。西北将士倒是不用太操心，可正北方的大营要熬过这一个寒冬，却又是个考验。很冷吗？何止冷啊，简直能透过皮肉直接冻伤骨头。大顺北边延伸的远，当初老祖宗打江山时只顾着开疆拓土，却没能多想土地拓开之后要如何去驻守。那到了这个季节，北边岂不是要受灾？年年都有冬灰，今年总觉得比往年还要冷些，怕是会更严重啊。那你自己小心，大营里的事情我不懂，大顺的冬灾也是头一次听说，看来我对外界的了解还是太少了些。在你不忙的时候多与我讲讲吧，我想为你分忧。我忙的时候你想知道什么，可以去问七哥，他定知无不言。好。凤羽恒认真地把今日2人的谈话记了下来，暗自思量着回去之后是得再对大顺多了解一些，至少有些玄天明必须要做的事，他总不能一问3不知。依皇上对这儿子的心思，以及对他的种种赏赐与维护，再加上今日竟以如此强势之姿插手朝臣家事，这无疑不是在为他铺路。大营那边一忙完就来找我，我给你治腿，一定很疼吧？习惯了。你是不是嫌我这样坐着轮椅很麻烦？怎么会，我知道这是皇上对你的一种保护，但我也知道你并不愿意。我不需要这样的保护，这天下若是靠这种保护就唾手可得，也没什么意思。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
你说还有圣旨？切，父亲，如今我母亲复了嫡母之位，您是高兴还是不高兴呢？为父自然是高兴的。你母亲这些年受了不少的苦，为父定会好好补偿。娘亲，无需考虑我跟子睿，阿恒只问你，做这凤家的主母，做他的正妻，你可愿意？不愿意。哼，你不要不识好歹。我姚家不好时，你扔我们娘儿仨到深山，如今我姚家有些起色，你又急着示好。凤锦元，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这一句话问出了他所有妾室的心声，他们都是跟了凤锦元生活多年的人，凤锦元的为人如何，他们都看在眼里的。姚氏其实说的没错，这种男人绝不会因为女人冒一点风险，哪怕是他的正妻。父你的嫡母之位是皇上的意思，你若有怨言，自去找皇上分辨吧。不必，本县主已经回府，我的母亲自然由我来保护，更何况皇上早已有了旨意。圣旨在此，所向凤锦元及府内众人接旨。臣凤锦元接旨。姚氏之女姚千柔，朕赐你与凤锦元和离之权。你说什么？姚氏一大惊，先前还在思量着重新做回主母，今后该如何跟凤锦元相处。若凤锦元要留宿同生轩，他敢不敢得走的问题。但一转眼，凤宇恒便给他宣读了这么大一个权利。父亲失言了，是父皇说，并不是阿恒的意思。这母亲，圣旨您收好，若是将来，不必将来了，我今日便与凤锦元和离，我以主母之身与之和离，我的儿女依然是凤家的嫡子嫡女。当然，若凤相有其他安排，我也没有话说。我相信我的儿女也不只依靠着凤家的荣耀过日子，他们一个是皇上亲封的，有着自己独立封地的县主，一个是帝师叶荣的入室弟子，还怕没有好的前程吗？凤锦元气得几乎吐血，他心里明白，姚氏这是明摆着的威胁，即便与姚氏和离，这一双儿女也注定是凤家的嫡子嫡女，这辈子除非皇上开口，否则他是不敢动那姐弟分毫的。千柔，姚三思啊！哼，我姚显之女姚千柔今日宣布与凤锦元和离，从此以后男婚女嫁，各不相干。哼，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以后男婚女嫁，各不相干。哼，但愿你不要后悔。绝不后悔。娘亲，从今往后，阿恒和子睿来保护你。姚姨，恭喜！混账！父亲，您最好不要一下子把女儿全都得罪了，动手之前先想想还剩下什么。凤锦元的手生生的就止了住。凤宇恒说的没错，打了享荣，他就又失了一个女儿的心。陈宇已经是个半废人，而粉黛却是个根本上不了台面的。凤锦元开始后悔了，后悔当年赶姚氏下堂，后悔当年把他们娘仨送到西北。如果当初为父没有送你们去西北，今日还会是这样的结果吗？若是没有当年西北3年，也不会有今日的我。父亲，你的女儿已经跟从前不一样了。凤锦元是被陈瑜搀扶着出了舒雅园的，虽然陈瑜不停地与他说，父亲不要伤心，无论如何，陈瑜都永远站在父亲身边，陈瑜不会离开父亲的。可他要陈瑜又有什么用？三皇妃的病好了，三皇子的玉矿也没了，外头养的那些兵马眼瞅着就要断了粮草，他凤家也没了沈家的支撑，这一场几乎还不算正式开始的合作，难道就要这样子结束？父亲，从凤桐县临回时，三舅舅来看过陈瑜，带了些银票，如果父亲需要周转，可一定要跟陈瑜说。有多少？100万两。这么多？沈家不是已经撤了京城的生意，怎么还拿出这么大一笔银子？京城是撤了，但外省的生意都还在做着。
陈瑜不知道能帮上父亲什么，心里甚是失落，希望父亲能保重身子，有难处的时候一定来跟陈瑜说。为父知道了。那陈瑜先回去了。若不是奉子浩那个逆子，陈瑜就还是嫡女。虽然人已死，但他是沈氏所出，这笔账就由沈家来代劳吧。沈家能拿出100万给外甥女，我就绝对有办法再从那家人手里榨出更多银子来。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2天后，同生轩改名为县主府开了正门之后，上门道贺的人持续3日不断，同时也扩充不少奴仆，因此也混入那些忌日后羿供奉投金钗的人，入府为卧底。据说步白旗步大人一直往东去寻的步聪，可昨天步家收到了驿馆的传书，说是至今也没有寻到。为何步大人要往东边去寻？因为步聪是驻守东界的将军，他要走也应该是往东去。首先得明白他为什么要走，还有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什么地方。最后一次见他是我们从凤桐县回来的路上，他射了凤家所有的马车，跟凤相吵了一架，然后扯了条白绫子，说是送小姐一程。这不就得了？既然有这个因在先，他就不可能回往东边大营去。步聪又不傻，虽然你我都明白凤家一介文官府邸，步聪要对付凤家根本不需要去动东营的兵马，但咱们这样想却并不代表所有人都这么想。万一有人将事情联想到一块儿去，那对步家来说就是真正的灭顶之灾。小姐的意思是步聪还在凤桐县那边，应该是往那个方向去，但应该不是为了找我呀，难不成他另有别的目的，寻找小姐只是个幌子？应该就是这样了。照你们所述当日情景，他想找我的心应该是有的，只是同时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而那事情80%不能为外人所知。那步大人往东边去找他，应该也是做给旁人看的了。步家从来都觉得自己聪明，外人都是傻子，这样的伎俩虽说能骗过大部分的人，但对于那些精明的老狐狸来说却是一点用都不顶。我相信皇上以及玄天明他们也一定猜到了这一点，只不过想再给步聪一些时间，看看他真正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班总，你下次出场能不能有点创意啊？哼！大冬天的开着门本来就冷，我帮你们关上不好吗？你猫死了。什么？馒头？那日宫宴后，皇上死乞白咧的把猫给留了下来，说是借给他养2天。当时风雨恒觉得皇上一定是想借着那猫抒发一下对云妃的思念之情，便答应了。谁成想这才几日光景，居然说猫死了。主子你节哀。节什么哀？你快说说怎么死的？据说是宫宴之后突然就发了疯，不但上蹿下跳的，孩子就往地上摔。一开始皇上以为是跟不惯他，便让人找了些云妃从前的物件给猫玩，可那猫见人就咬，宫人们不敢让皇上接近，又不敢打那猫，只能找个笼子先关起来。皇上不让跟您和云妃说，就怕把那猫给抱走了。谁知道才几天功夫，猫居然死了。难道不可能无缘无故发疯？我绝对不信。尸体呢？还在宫里，但七殿下说主子若要，他便给您送来。要，当然要。我得问问馒头，到底是谁对他下了毒手？那主子就在府里等着，不要出去，我去就来。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馒头中的毒与我在凤桐县所中的毒是一样的，是谁下的毒？
按你说，猫到父皇手里，绝对没有机会下毒。杀了他！杀了那只猫！手指，果然是不霓裳的手指有问题，这就说得通了。作案理由、作案动机全部都有。为凤晨瑜和凤泽浩提供药品的人也是不霓裳。如果不出那个意外，只怕在宫宴现场，不霓裳还是要向我下毒手的。馒头是替我挡了一劫，小娇，你放心，我不会放过毒害你的人的。七哥，就埋在宫中吧，父皇一定也想这么做。原因可查到了，这件事情你若能下得定论，只怕布家也死到临头了。不霓裳的手指有问题。凤宇恒将检验结果又跟玄天华重复了一遍，玄天华听得直皱眉头。如此说来，凤桐县一事，不霓裳也有参与。这只猫的死，父皇一定会追究。但你若想自己动手，我也可以帮你周旋。只是布家现在连根拔除还不是最佳时机，布聪还在外面。我只要不霓裳。哼，好，那你自己保重，有事就到淳王府去找我。好。七哥，玄天明什么时候能回来？还不好说。哦，没事，七哥回吧，路上小心。好。我总觉得七哥今日情绪似乎不大对劲儿呀，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什么事？七殿下生母的忌日就在冬日，具体是哪一天，奴婢也不记得。总之每年冬日里，七殿下都要去祭拜生母，怪不得。凤宇恒总算明白，为何今日在玄天华的身上总是能看出几许落寞来。想来那忌日也就最近几天了吧。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主子，你没事吧？没事。嘘，有人来了，我们先躲起来。不霓裳，哎，你猜这不霓裳三更半夜的出府是干什么去了？我怎么知道？我猜啊，是去会情郎。你看他领口的盘扣，有一颗记错了地方，明显是记的时候十分匆忙，也有些紧张。这大半夜的到外头脱衣服，不是会情郎还能干什么？主子，你能不能不当着我的面什么都说？主子，其实按你这种打法，不带我来都行。不带你来，谁给我扛人？快，赶紧的。是，主子。好。这东西虽然比不上他用的那种药厉害，但也是这京城花楼里数一数二的迷药。主子放心，效果是一样的。那就行，总得让他尝尝这种药是什么滋味。搬走二话不说，打开脚趾包，里头是白色的粉末，捏了不霓裳的嘴就往里头倒了去。这个怎么办？杀了？别呀，我暗器上的药足够他睡到天亮。一会儿我们把人扔到官府门口，等他醒了，正好直接报案。好，我们先去官府，然后我带你去个好地方。搬走说的好地方，其实就是京郊的男人堆。所谓男人堆，就是光棍村，里面住的或是官夫，或赌徒，或是好吃懒做的一群男人，脏且乱，而且都有个共同点，那就是好色。已经身边好了晚霞，你会送我千匹狼马。主子，我能不能把它放在地上拖着走？不行，把它弄伤了、弄丑了、弄脏了，可就达不到最佳效果了。主子，你想太多了，那地方就是扔进去一条母狗，都不一定能活着出来。那也不行，你再忍忍，不是说就快到了吗？快，赶紧的，点个订阅吧。好酒起来继续喝。喝什么酒？
就没有女人。嘿嘿，女人，哈哈，哼。女人我也要，我也要。屋外这声叫，却将那些本来已经睡着的男人给惊了起来。这些对女人声音极其敏感的男人脑子里的某一根神经腾的一下就绷到最紧，一个个衣裳都顾不得穿就往外头冲，生怕出去晚了被别人抢了先。班总，你会不会觉得我太残忍了？这怎么能叫残忍？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这人从来爱憎分明，对我好的我护之爱之，对我动过手脚的我便也不会让他们好过了去。今天是布尼朝，之后一定还会有更多的人。你们跟在我身边，希望不要被我这样吓到。你们也必须得明白，在这样一个世界，你不强大就要任人欺凌。这是凤宇恒在上次中毒之后总结出来的，对待敌人不能只逞口舌之快，嘴皮子功夫耍得再好，对方也得不到实质性的伤害。有的时候必须要动手，一巴掌拍过去，让那些害他之人再也没有还击的能力，这才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方式。走吧，咱们回去，后面没有什么好看的了。是。小姐，事情办得如何？听从主子的吩咐，今早天刚大亮，属下就派了个面生的小厮去京兆府报案。官府第一时间带人过去，抓了一众嫌犯回衙门。审出第一个侵犯布尼长的男人后，那男人居然大叫冤枉，原因是布尼长根本不是厨子。昨晚本来是想去布府绑人，结果半路上就遇到布尼长衣衫不整的往府里走，他要还是厨子，我都奇了怪了。布家小姐胆子可真大，跟他比起来，凤家的孩子还算是老实的，至少这方面是会老实一点。跟我往凤府走一趟。好的，小姐。走，给凤沉鱼添点堵。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府里不是闭门谢客吗？你是如何进来的？快别急着说话，你听听，嗓子都哑了。昨天晚上喊的吧？还不快给你家小姐倒碗水喝，润润嗓子，压压咳。没见你们小姐还有很多话要说呢吗？滚，都给我滚！小姐息怒。哼。脖子上的牙印儿倒是能好，但脸上有几道较深的抓痕，怕是要留疤。是想要什么东西吗？想要什么就说话，不是有丫头吗？犯得着你自己起来够。大姐姐，你来。陈瑜觉得自己就像凤宇恒身边的一个木偶，一点自主的权利都没有，人家一招手，他就得乖乖的往前走。霓裳，我是特地带大姐姐一并过来的，这可都是为了你好。像你这个年纪就能有这番经历的人，除非是到花楼里去找，不然整个大顺恐怕也找不出来几个。所以我特地把大姐姐带来，你们两个同命相连，也好有个交流。有些经验还得大姐姐提醒着你，你初经人事，想来是什么也不懂的。你也被人……没有，你别听他瞎说。我告诉你的可都是好话，你这样的经历是任何一个有经验的嬷嬷都没遭遇过的，他们哪里懂得怎么照顾你？但我大姐姐有经历啊，尚未及笄就行洞房之事，后续需要处理的事情可多着呢。相信凭大姐姐跟布小姐的交情，一定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凤宇恒，你别血口喷人，我什么时候被几十个男人欺凌过？分明就只有一个，我什么？等等，难道凤宇恒？难不成昨夜是你？什么昨夜是我？你别装了，
一定是你把我打晕了扔到京郊的。凤玉恒，你安的到底是什么心？我要告你，我要到皇上那儿去告你的御状。你开心就好，不过你说是我，证据呢？我可是听说布家小姐是被人在府门外劫持的，三更半夜你不睡觉，跑大街上乱转什么？不好啦！咋呼什么？还能有什么更不好的？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四皇子府带着小姐的庚帖来退婚了？什么？你说什么？小姐，四皇子把您的庚帖退回来了。人呢？四皇子来了吗？没有，只是派了个下人来，府里收下庚帖之后，那人就走了。为什么要把庚帖收下？谁收的？是老太太收的呀。凤晨瑜看着面前的人，突然就想到了自己，他跟布霓裳的确是一样的遭遇。三皇子那边看来是没可能了，但他总是要嫁人的。如今布霓裳被四皇子退了婚，这样的结局早晚有一天也会落到他的头上。凤晨瑜开始有些后悔当初跟布霓裳合谋设计凤玉衡。小姐，让你家小姐静静也好，毕竟一个女子被退了婚，那可实在是让人抬不起头来的事。更何况你家小姐昨晚还……子莲，你快过来，快看看我这是怎么了？啊！这是流产的征兆。去叫大夫，快去叫大夫！啊，大夫，奴婢这就去。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布小姐不是昨夜才被人欺凌，怎的今早就小了产？本县主年纪太小，医术不精，布小姐你可别吓我。你说什么？不可能，我没有，我子莲，去请四皇子，快去请四皇子到布府来。小姐，您跟四皇子的婚约已经不在了呀。可是我的是啊，他不会来。县主，奴婢求求您，救救我家小姐吧。布家已经去请大夫了，我只是个客人，有什么义务给她看病？可是小姐她快死了呀。那也是你们布府的事，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就在布尚书丧礼那日，小姐将一个小纸包给了我，让我悄悄地塞给凤家的大小姐。难不成县主都知道了？这样的话，县主是不可能救小姐了。人们常说害人之心不可有，可偏偏有人就不信，报应这么快就来了呢。大姐姐这是怎么啦？为什么不治了？小姐还在流血啊。哎呀，我们已经尽力了，布小姐严重血崩，请恕我等医术不精，实在是无力再救治啊。那怎么办？最好的大夫自然是在宫里，布家都是贵人，还是快进宫去请太医来看吧，再晚了怕是要耽误了。我去跟老太太说。血崩吗？其实我能治，你忘了，我才是这最好的大夫。布霓裳满含期待地看着凤玉衡，却又听他说，但我不可能给你治病的。布霓裳，你听着，想害我，这就是下场。你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搬走真的去不成大营吗？这种天气，外头连马车都走不了。主子，你就算到了大营，守营的人隔着这么大的雪，也看不清楚你是谁。硬闯的话，是会被乱箭射死的。你偷偷的潜进去跟玄天明说一声呢。我能不能平安的把你带到大营去，都不敢承诺，何来潜进去一说？唉。与其在屋里闷着，还不如去看看凤府的人都在做什么。小姐，奴婢出去转转。这个黄泉总是闲不住。
下雪而已，你们都是会轻功的，没必要跟我一起困在屋里，让他去看看也好。你说下这么大的雪，大营那边会不会有事？奴婢也不知，京城从来没下过这么大的雪，但也应该问题不大，无外乎就是做饭吃饭难了些，但殿下肯定是饿不着的。我是担心他的腿。说起玄天明的腿，忘川也跟着担忧起来，两人默默地坐着，谁也不说话，连带着搬走都跟着压抑起来了。好在黄泉没过多久就回来了，将一个消息告诉给凤玉衡。凤晨瑜在屋里发疯呢，说是今早派人去请大夫，可惜不但大夫没请到，派出去的丫头也没回来。哼，这么大的雪能回得来才怪。他为什么又请大夫？他疯子似的大喊大叫，也听不明白到底说的是什么意思，好像就说什么还没来，上次那个大夫是骗子之类的。凤玉衡琢磨了一会儿，心里便有了数，原本还郁闷着的心情也有所缓解。下了这么大的雪，京中各项建设都需要支援，不管是人力上的还是财力上的，皇上肯定是要跟着操心的。等雪停了，咱们就以裕王府和百草堂的名义做点善事，至于做善事的钱，凤晨瑜已经给咱们准备好了。忘川黄泉两人都糊涂起来了，凤晨瑜给准备好了，这是什么意思？难道你惦记的是沈家给他的100万？不，那100万凤景元已经先你一步惦记上了。他不是还没弄到手吗？只要钱还在凤晨瑜手里，就由不得他说给谁就给谁。等着看吧，雪一停，凤晨瑜就得主动找上门来。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凤大小姐从柳云那边过来了，现在被丫头堵在门口，请小姐示下，让不让她进来？把她放进来吧。是。凤雨衡，我今日有事求助于你。作为交换条件，我给你1万两银子作为酬谢，如何？是什么事居然可以让大姐姐拿出这么多钱来？我好像怀孕了。大姐姐，真的假的？你没跟我开玩笑吧？哎呀，那这孩子到底是应该跟我叫姨母，还是该跟我叫姑母呢？你凤晨瑜觉得求谁也不能求凤雨衡啊，这不是找上门来任人家奚落，价钱不公，咱们再谈。二妹妹，你开个价吧。大姐姐1万两，我帮你验孕。验孕什么意思？你现在不是不确定自己怀孕了吗？我有办法帮你验明到底是不是怀孕，但这次验孕我开价1万两，你可愿意？是不是太贵了些？你这明摆着讹诈，不过摸摸脉而已，你要1万两银子。你说的没错，我就是讹诈。如果大姐姐嫌贵，那就去找别人啊。更何况要确定一个人是否怀孕，可不只是掐个脉那样简单，万一诊错了，你的身子可就废了。将来若是再也不能怀孩子，那可是大事。罢了，1万就1万，那拿掉孩子呢？不多，100万而已。你是故意的，对不对？你知道我手里有那100万银票，便想方设法的要骗了去，对不对？对，全对。只是我并没有想方设法，而是你自己找上门的，一点都没得商量。哼，有人要拿迷药毒我的时候，怎么不来跟我打个商量？大姐姐，破财免灾，这个道理你不懂吗？先做你说的那个验孕。可以，拿来。什么？你要什么？银票啊？要不你付现银也行，我就受点累，派下人到你院子里抬一趟。不用，你先帮我看了诊，我这就叫人回去取。可以。再回来时，凤雨衡的手里已经多了一样东西，一个长条形的物件，一只透明的不知道是什么材质的小碗。凤雨衡将手里的东西递给他，陈瑜拿在手里只觉新奇，可待凤雨衡与他讲了一下这2样东西是做什么用的之后，怎么可以那样？怎么就不可以？你没上过茅房啊？我告诉你，这可是最准确的确定是否怀孕的方法。就我这2样东西值多少钱，你知道吗？关键是多少钱都买不到啊！这可是波斯的好物，别以为你那1万两银子花的冤枉，我还觉得我要少了呢。
你再好好想想。我今日要出府去，一会儿你们的银票拿来，就直接送到县主府的账房吧。青玉今日正好也在，交给他就行。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七殿下，七哥，小心点。七殿下，殿下，七殿下，七哥，殿下，七哥。殿下，七殿下，七殿下，你在哪儿？殿下，殿下，七哥，你在哪儿？殿下，七哥，你在哪儿？如果把人压在下面，绝无生路。殿下说，七哥一身好本事，怎么能跟普通人比？你们说的那个土地庙，就是在这里吗？就是在这个范围。以前奴婢们曾陪着九殿下一起来过，大家分头找找。七哥，七殿下，七哥。小心点，阿恒。七哥，别跑，小心摔了。七哥，我没事。七哥，你是不是受伤了？伤到了哪儿？你还记不记得我是谁？我是阿恒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和我讲话？王母忌日，一场雪崩却将他与随从全部埋在雪下。他拼了命地拽着那小随从往外爬，却最终也没能把人从雪堆底下带出来。七哥没事，傻丫头，这么大的雪跑出来干嘛？找你，如果只是下雪，我不会来。但他们说城北出现雪崩，我就不能再躲在城里。七哥，当初你能把我从那片火烧的废墟里带出来，今天我也就打定主意，就算是用双手，也得把你从雪堆里给扒出来。七哥没死，就算被雪埋住，也可以爬上来。只是与我一起来的人，却无法再同我一道回去。丫头，七哥心里难过。凤羽恒没回答。玄天华说难过，那就是真的难过。可这样一个人，总让人不知道该如何开口去安慰他。好在还有陪伴，他可以静静地陪在他的身边，做一个好的聆听者。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七殿下受伤了，属下背着您吧。不必。没事。骄傲如玄天华，若仙如玄天华，怎么可以抚在一个人的背上？凤羽恒几次都忍不住想要借用空间送他回去，可话到嘴边，却又不得不再次咽下。他到底是没有勇气把那个秘密与人分享。就让我给你看看吧，好不好？你们先走，回百草堂去，左右也快到了，剩下的路我陪着七哥就好。是。搬走，你也回去。不行，你不回去，我不可能一个人走。这里有七哥，没事的。七殿下受伤了。搬走。哎，不必，你看吧。好，挫了筋，骨头没断，但并不排除有骨裂的可能。我给你用些镇痛的药，你忍忍。进了城，先跟我回百草堂，我再给你好好看看。都听你的。这个就是明儿当初用过的那种吧？对，玄天明用过，飞鱼也用过。真是神奇，可是这脚完全没有知觉，我没法走路啊。殿下，属下背着您吧，天都快亮了，主子找您也找了一整夜。你背我吧。七哥，没事，早些回去才是最要紧的。好，这么好看，点个七哥，我想给你再好好检查一下脚，但这种检查的方法有些特别，我必须得先和你说明一下。我信你。好，凤羽恒通过静脉注射给玄天华进行了麻醉，而后直接带到药房空间的手术室里，照 X 光，分析结果果然不出他的所料，软组织损伤，单纯性骨裂。他犹豫了一下，在石膏和中药外敷之间做了选择，最终选择后者，因为他这药房里有一副好药，前世的凤家祖传的接骨散。
我刚刚是做了个什么奇怪的梦？陌生的空间，奇怪的摆设，一股说不上来的刺鼻味道，还有那些奇怪的东西都不曾见过。殿下，你醒了。什么时辰了？小姐说殿下您晌午就会醒来，让奴婢去准备饭菜，还真是准呢。晌午了，我竟然睡得如此沉。殿下先吃点东西吧。你们小姐呢？在外面发放暖茶呢。暖茶？这一场雪灾，京城里有好些百姓都受了苦，特别是城南和城北的房子被大雪压塌了不少。百草堂收留了一些，但终究地方有限，二小姐就在外头搭了个棚子，每天都给往来的行人免费送一碗暖茶，一来暖暖身子，二来那茶里也加了不少调养的草药，多少能起些强体的作用。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现在城里有很多人自愿地投入到扫雪的任务中去，这些多半都是曾经受过百草堂恩惠的人。小姐说不能个人自扫门前雪，京城是大家的，不能只靠着官府来打理。玄天华从前只知道凤羽恒医术精湛，后来又觉得他古灵精怪又爱憎分明，今日却发现其实这丫头心里是有大主意的，行事虽然大胆，但却计划周详。是唇王殿下，果真是唇王殿下。唇王殿下千岁。都起来吧，今日本王与季安县主都只是这百草堂的伙计，你们若是真的想记着这份恩情，就记在百草堂便可。谢殿下。七哥，你醒了。让我来吧。其实百姓们的要求很简单，吃饱穿暖有住处，仅此而已。可就算是只有这些，还是有人无法得到。七哥，你看看他们，有的还病着，有的穿着单衣，有的抱着孩子，有的自己还是个孩子。我是个大夫，我想救更多的人，但却只有这一双手，只有这一间百草堂。若有一天大顺境内每一座州府县城都有百草堂这样的存在，你说会不会更好？自然会更好，只是你风雨恒却只有一个。那如果全部都是我开的呢？所有的东家都是我，所有的掌柜都由我这边统一调教，合格之后再送到各地去管理，一切经营方法与行事理念都与京城这边如出一辙，就连铺面的样式也都保持一模一样。七哥认为如何？怪不得父皇封你为季安县主，济世安民，天下唯你一个阿恒。那啥，七哥可有听说布家的那位小姐如今是死是活？布家的探子回报，布霓裳被太医救活过来，布家准备将她送到京郊的庙里，但想来这几日大雪，想出城是不可能的，应该还留在布家。凤羽恒有些发怔，玄天华如此轻易的就说出他在布家安插着探子，让他意外之余也有些感叹。很多时候玄天华顶着这样一张脸，这样一身气度，总会让人们忘了他真正的身份，但实际上他也是皇子，是与玄天明、玄天业他们一样的最上面那个95之位。他即便不争，却并不代表别人不将他当作眼中钉，所以他也必须要保护自己，即便再不愿意，也必须得参与到那一场斗争当中去。前天是我生母的忌日，那一年她也是死在这样一个大雪天，据说是被前皇后罚跪冻死的。那时我还小到连她的样子都记不住，只听说前皇后把她扔出皇宫，抛尸到城北的一个小土庙里。后来云妃娘娘偷偷着人赶过去，将她就地掩埋，并记下了那处地方。我长大以后便年年都会过去一趟，送一些据说是她爱吃的东西，可惜以后再没祭奠之处了。凤羽恒不知道该说什么，亲人的离散最是凄哀。当年他失去母亲时，也是连着1个星期都睡不着觉，只要一闭眼，妈妈的面容就会出现在眼前。其实他很希望也有另外一个灵魂代替他在那个世界上生活下去。 2天1夜没睡，你也累了，快回去歇着，这里有我。
没事，睡不睡觉不是要紧的，我只是觉得有时候，如果亲情就停留在最美好的那段时光，也是不错。就像现在的凤家，如果我只活在3年以前，只活在姚家还没出事的时候，在我心里，父亲就还是父亲，祖母就还是祖母，兄弟姐妹公亲友爱，怎可能会变成如今这般光景？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百草堂继室安民，父皇早已得到消息，丫头等着领赏吧。好，看阿恒这样子，应该是在担心身在军营的敏儿。待外头的雪再化一化，路好走些，我着人送你过去。谢谢七哥，七哥早点回府吧，你的伤还得多休息。领不领赏的，凤玉恒倒不是很在意，只是看着玄天华的马车越行越远，他又担心起玄天明来了。之前总想着过去看看，但如今想来，倒是应该多相信他一些，不能因为一场雪灾，女人就担心的要跑到军营里去，这让他的将士们看到了，指不定笑话成什么样子。他想通这一层，便不再纠结于出城去大营的事，倒是又看着百草堂外排得越来越长的队伍，开始忧心。这场雪灾好多人都没房子住，听说百草堂这边收留人都往这边赶了，已经没地方收留了。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一碗奶茶解决不了最根本的问题。百姓们需要的是更多灾后物资，以及部分房屋的灾后重建，而这些则需要大量的金钱。孟川，你再回一趟府里去找凤晨瑜，就说我要你问他考虑的怎么样，并且告诉他那件事情宜早不宜迟，晚一天就多一分危险。那小姐您自己小心。放心吧，还有搬走呢，百草堂这也有这么些人，没事，你快去快回。好。王林，东家，去账上这些银子，与隔壁铺子打个商量，给灾民先缓解一下。好，那要租到什么时候呢？倒塌的房子可不是说盖就能盖起来的，更何况盖房子也要银子呀。这个你放心，有人给咱们送钱了。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小姐，哦，这是大小姐让奴婢带过来的。这经费不就有了吗？大小姐还让奴婢问问什么时候可以开始。让你们大小姐到同生轩等着，我今晚就回去。是，二小姐若没有别的吩咐，奴婢就回去了。去吧。两个方法你自己选，一种是药物，就是我给你一种药，你吃了之后最多小半个时辰就会有感觉，身下血量大于月事量。还有一种人工手术，我麻醉了你，利用工具将你肚子里的东西吸出来，你选哪一种？哪一种更快，不会被人发现？快慢都差不多，需要静养几日，但不影响你正常行走，只要小心些都不会被发现。不过我建议你选人工手术，因为药流不一定能流得干净，一旦有残留，后续就需要再次清，对你的身体伤害很大。那就听你的，我可是给了你100万两银子，二妹妹，你得对得起那100万。放心，100万算什么？大姐姐，我敢与你打赌，日后你要给我的钱会更多呢。什么意思？难不成傅玉恒是想用这次拿掉孩子的事情讹诈我更多钱财？如果我不给，他就把我的事情泄露出去吗？凤玉，心眼真多，打上麻醉针，医疗空间走起。真是便宜你了，直接享受了21世纪最先进的技术。大姐姐该醒了。孩子没了，没了。大姐姐请回吧。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
凤羽恒借银子，肯定会遭到奚落吧？想我堂堂正一品大员，居然沦落到要去跟女儿借钱，这跟从陈宇手里拿可不一样，一个是拿，一个是借，说不定还要被逼着立字据，这让我的脸面往哪儿摆？更何况去同生轩会遇上姚氏的吧？若让姚氏知道我是去找凤羽恒借钱的，指不定要有多鄙夷我呢。去嘛，不去了吧？要不再考虑考虑？算了，还是回去考虑考虑再说。凤姐园直到回了松原的书房，又有些后悔，方才都到了柳园门口，怎的就没勇气进去？如果方才进了，这会儿怕是已经把事情办完了吧。今早善朝时，三皇子找本相，表明不在意陈瑜被贬为庶女，还愿意娶陈瑜为妃，说明陈瑜这枚棋子还有用。目前最好的办法是尽快找到奇药，医好陈瑜的清白之身。安慰，冯相，上次说的事情办得如何了？属下无能，那种药世间难寻。不是说花楼里会有吗？属下失职。凤姐园心里发寒，他知道那种药也不过是传说中的东西，能找到是偏得，找不到也属正常。只是没有了那种药，陈瑜将来那一关，我怎么向三皇子交代？明年他就及笄了呀。放心，100万算什么？大姐姐，我敢与你打赌，日后你要给我的钱会更多呢。还要给他更多的钱？难道他有恢复我处子之身的药，所以才那么笃定我还要花钱？对，他肯定有那种药。走，我们去同生轩。这么好看，什么？点个订阅吧。你有那种药对不对？方法是有，但不是药。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只要事情能成，价钱你开。好，你给我2天，不1天，1天后我自会将定金送来。希望二妹妹说话算话。放心，拿人钱财与人消灾，大姐姐等着就是。一言为定。依琳，小姐，回去后立即联络三舅舅，让他先准备200万银票给我，1个月后再拿300万。小姐，怎么有这么多钱？听起来多，但要与我所行之事比起来，实在是划算呢。就当是我暂时存放在那丫头那里的银子是我的，就还是我的，早晚有一天她还得给我还回来。没错，她的确觉得不是很多，500万就能买回她的清白，这对于陈瑜来说实在是大好之事。待将来有那么一天她坐上后位，多少银子都得给她原封不动地吐出来。你就跟三舅舅说，500万我买一个清白之身，将来事成，陈瑜定不忘舅舅大恩，定不忘沈家这些年的支持与栽培。是跟二小姐买药，她连那种药也有。上次见到沈三老爷时，他还说起那种药十分难寻，怎的二小姐就会有？咱们可千万别给他骗了。不会，凤羽恒的行医手段绝非常人能比，有的是咱们想不到也找不到的奇物，500万就能去除我这块心病，当真值得。奴婢记下了，宋小姐回去后马上就跟三老爷联系。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哼。虽说你我2人已经和离，但好歹做了这么多年夫妻，老太太病着呢，你倒好，多少日子没去问过安了。哼，真是可笑，谁家和离后还要上门问候从前的婆婆的？你这是什么态度？
我这就是不待见你的态度。丞相大人，我跟你之间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你今日上门，我能给你把椅子坐，再给你口茶喝，已经十分仁慈。若不是看在你是来找阿恒的，今日这个门你根本就进不来。姚氏愈发的觉得自己当初真的是瞎了眼。父亲姚老爷子一世英名，只怕做得最糊涂的一件事，就是将自己的宝贝女儿许配给了凤锦园吧。你被一个女人如此奚落，他居然还能在这里坐着忍受，这到底是为什么？一想到这儿，转身就往外走。姚氏根本也不拦，甚至还毫不在意地说了句不送。凤宇航，父亲不是要走了吗？阿恒正好要跟娘亲说说话，就不送了，父亲慢走。凤锦园被他噎得走也不是，留也不是，一时间站在原地不知如何是好。娘亲，我也累了，阿恒，你看着招呼吧，只要不留饭，他愿意待就多待一会儿也行，娘亲去歇着了。娘亲放心，咱们晚饭都吃过了，厨下连剩菜都没有。那娘亲就先回房了。好，父亲别站着了，坐吧。这般为难的样子，想来是有事求我看他能忍到什么时候。为父是来借银子的。啥？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为父是来借银子的。啥？你这是什么反应？为父实在是需要一笔银子周转，没了办法这才找到你，你若不借，说一声便是。父亲要借多少？借银子作何用？作为一个债主，总是有知情权的吧？为父借银子自然是有为父的用处，这个你不必知道。至于数额，100万两。银子女儿是有的，但父亲也知道，女儿的银子全部都是誉王殿下给的，将来这些东西也是女儿给自己攒的嫁妆。父亲既然开了口，女儿总不好说不借，可既然是借，父亲准备什么时候还？就以2年为期，待你15岁之前，为父定会将这笔银子如数奉还。父亲，您这账算的不对吧？怎么不对了？您看啊，女儿现在有100万两银子，我把这些银子存到钱庄，每月还会有利息拿，光是这些利息差不多就够同生轩的下人们吃喝了。可我现在要把这些银子取出来借给父亲，借期是到我及笄之日。我借您100万，您还我100万，这里里外外的，相当于我每月都有一笔利息在损失啊！不行不行，如果这样的话，女儿不借。凤锦园差点没气吐血了，就想说你个地主还差这点租子，结果他还没等说呢，就听凤玉恒悠悠的来了一句：地主家余粮也不多呀，也得算计着花呀。好，那你要多少？按钱庄利率就可以。另外，这么大一笔银子，父亲不能说拿就拿，立个字据吧。可以，你着人配笔墨吧。慢着。又有何事？100万实在是太多了。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你堂堂县主，难不成还要反悔？那倒不至于，说了借给父亲就是借给父亲，女儿何时说话不算过？只是100万实在太多，就这样凭一纸借据就借出去，总觉得心里不踏实呢。我堂堂一朝丞相，又是你的父亲，还能骗女儿的银子不成？父亲自然是不会的，但阿恒就是个小女子，总有些女子的小心思，以这点小心思得了父亲君子之腹，实在是惭愧。可凡事都有个万一到时候父亲还不上银子，阿恒该怎么办呢？誉王殿下早就有过话，待女儿及笄就要请皇上为我俩主婚，如果这笔银子收不回来，可是很尴尬的。一般来说，借大数额的银子总是要用一些同等价值的东西来抵押的，这样借出银子去的那一方才会放心。父亲您说是不是？你说是就是吧。
那父亲准备用什么来抵押呢？你想要什么？不如就用凤府来做抵押吧。绝对不行！说了半天，你是惦记上凤府了。府里住着多少人，你算过没有？你把凤府要去了，他们怎么办？原来父亲是不打算还这100万的呀。我怎么就不准备还了？什么时候说不还了？既然还钱，那还担心凤府做什么？到时候父亲归还银票，我归还地契，两清的事，有什么好计较的？你换个条件吧，地契真的不行。看来父亲还是没有还钱的意思，不然不会如此计较。祖母那样疼爱阿恒，阿恒怎么可能让他没有宅子住？不过就是怕万一哪一天九殿下问起来，我总得对人家有个交代。好吧，为父答应你，但你必须保证在银票归还之日也要将地契还回来。一言为定。父亲若是不放心，可以将借据到官府那里备个案。不必了，为父这就给你写好借据，房契就在松原，一会儿为父亲自取来，到时你将银票一并给我。那是自然。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奴婢真是服了小姐，外头赈灾用的100万，用的是凤尘鱼的银子，如今借了凤相100万，用的还是凤尘鱼的银子，这花来花去，小姐您不但分文没出，还赚了。对，赚了。那小姐要这么多银子干嘛？咱们同生轩不缺钱，誉王府更不缺钱。因为皇上赐了我一块封地，而且我跟七哥打听过，那季安县穷的叮当响，除非我这辈子都不打算理那块地方，否则就只能用大笔大笔的钱去填那个坑。三殿下给的那个矿，近期也得安排人手过去看看了。那些事情我不懂，待玄天明回来，你想着提醒我去跟他说，让他派人去管吧。奴婢记下了。其实那个玉矿，小姐也不用太操心。三殿下经营了这么多年，早就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就算没人管，只要工钱照发，就会有人干活的。那就好。小姐，什么事？凤府那边来人请小姐到舒雅园去，说是凤老爷召了所有人都到那边，有事情要说。好，我知道了。你又要干什么？干什么？你还问我？父亲明日就要离京了，这一走就要大年才回来，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我该怎么着急？你父亲是钦差，是皇上派出去公干的，全府的人不都得老老实实的等着？你闹腾什么？他们等你就也等，自己缺什么不知道吗？你缺儿子，我缺弟弟，怎么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你就是不知道着急呢？我怎么不着急？我都快急死了。可你父亲夜夜留宿在武姨娘如意院那里，我再急总不能上如意院去抢人，更何况就算是去了，也不见得就能抢来。姨娘，娘亲，现在是多好的机会！府里主母位空着，凤尘鱼毁了，姚氏好不容易爬回主母的位置，可人家自己拿了圣旨和离了。安氏是个好拿捏的软柿子，金针不过是个下人出身，而且还没孩子。这府里最有机会的是谁呀？还不就是你我？只要你给父亲生下个儿子，父亲绝对会把你抬到主母位上去，到时候我就是嫡女，就算凤雨恒也是嫡女，那也没关系，嫡次女也是嫡女啊。哼，就在今晚，把你那些多年不用的好东西都拿出来，拼着下药也得把父亲给留住。韩氏一惊，猛然想起他刚进府的那段时日，为了绑住凤锦园的身子，没少把过去在风月场上弄来的好物使在这屋里。后来凤锦园一直宠着他，这才慢慢不用的。你是怎么知道的？你那点东西，我6岁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行了，别装了，父亲现在应该会在松原，你还是好好想想，怎么能把他给骗到这个院子里。我知道了，你回自己房间去吧，别在这屋子里晃。行，你知道上进就好。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
凤锦元不惜押上凤府也要借钱，这么大的一批钱财，他拿来干什么？还要往北界赈灾，这件事怎么透着古怪呢？小姐今日似心神不定，是不是有事？这差事可是凤锦元主动请命的。是，朝中有殿下的人据报，当时的确是凤相主动请命要去的北界，并且大力说服皇上点头应下。是肯定有事，只是我还不知道到底会是什么事，一切等我见到玄天明时再说。总之凤锦元这次往北界去，绝对不只是赈灾这么简单。县主，你不是那个被二姐姐救活的死人吗？承蒙小姐还记得，多谢小姐救命之恩，小的给您磕头了。当初人人都说凤儿小姐在祖宅被烧死了，小的还到凤府门前去给小姐烧过纸钱，后来才知道小姐是被皇上接进了宫，还封了县主。小的能得县主救命，真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气啊！没有什么上不上辈子，我救你一命不过是机缘巧合，你不用放在心上。家里有人生病，婆娘病了，我来给抓点药。百草堂的伙计还少算了些零头，又多送了不少草药。那快回吧，别让病人等久了。哎，咱们到百草堂歇一会儿吧，好歹喝杯茶暖暖脚，我已经走不动了。二姐姐，到了你的地盘，不会连口茶都不赏吧？啊，这声音糟了！凤雨恒看着这二人，转瞬间就明白了一些事情。当初这男人醒来就说是个戴着斗笠的女子找到了他，而那女子是谁一直都没能查出来。之后一连发生了很多事情，便就把这个事儿给撂下了。可眼下来看，似乎那起案件的真相瞬间明朗了起来。原来审视丧事那天，凤粉黛因为勾引玄天明不成，反而落水被送到京郊的庄子上去。没想到这丫头不思悔改，居然还暗地里干过这么一档子事。二姐姐怎么什么人都认识？我还以为二姐姐堂堂县主接触的都该是京中贵人，却没想到与这等贱民也能攀谈几句。我是不分贫贱富贵，大夫看的是病，不是人。你回去吧，我叫人送你。多谢县主。四妹妹有在这里救活过一个死人，而名声大盛。四妹妹要不要进去参观一下？一个破药铺有什么可看的？哼！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不说歇歇脚吗？你怎么就走了？许是四妹妹又不累了，再不就是觉得我这百草堂庙太小，咱们还是回家吧。二姐姐的心可真大。据妹妹所知，九皇子离京已经有些日子了吧？你都不替他担心的？男人以前程为重，更何况他是在大营里训练将士，保家卫国，我有什么好担心的？那你就不为自己担心一下？九皇子本就寡性薄情，没准儿早就把你给忘了，不然怎么可能一去这么久都不说回来看看你？他忘不忘了我，与四妹妹又有何干？你粉黛说不过二姐姐，但粉黛也是好心提醒，九皇子虽与你定了亲，但要真正办婚事还得个几年呢。二姐姐可千万要把紧了，万一中间出了什么岔子，那可是得不偿失的。凤雨恒，你笑什么？刚才是谁在说本王寡性薄情？凤雨恒瞅着玄天明两只手又不耐烦地去握鞭子了，这才无奈地摇头，出言提醒：四妹妹若是不想脸上挨一鞭子，
还是把眼珠子收回来吧。粉黛一惊，立即意识到自己失态了，可他也不哪来的自信，就觉得玄天明心里清楚他是喜欢他的，定然不会将鞭子挥到他的脸上，于是继续执拗地往那黄金面具罩着的脸上看去，完全无视玄天明手里已经扬了起来的鞭子。安姨娘，你先带他们回府，我与九殿下有事相商。你太冒险了，万一惹恼了那九皇子，指不定又要出什么乱子。哼，如果凤羽横死了，或是残了，再或是明节败了，她就再也没有资格嫁给玄天明。同样是凤家的女儿，我或许能争取到机会代价。你可得记着上次的教训，万万不能再贸然行事了。知道了，是反。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再怎么样，男人打女人总是不好的。我以前也没少打过啊。那好歹是在府门里，这不是在大街上吗？呵呵，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讲道理了？你说我以前不讲理，玄天明，我什么时候不讲理了？现在就挺不讲理的。你看啊，我本是为了给你解围，你却把我数落一番，这是讲理的人能干出来的事吗？我是在给你培养绅士风度，说了你也不懂。啊，对了，不是在大营吗？怎么突然回来了？我正想着送走凤锦园之后，往大营那边去看看你。看来我真不该回来，应该待在大营里，等着我们家恒恒去看我。你想得美！恒恒，你都不心疼我？那些日子那么大的雪，你那里没出什么岔子吧？没有，大营城防坚固，没有你想的那般荒凉。那就好。那日七哥出城继母，赶上了雪崩，我就怕你那里出事，可搬走他们都说雪太大了，根本去不了。我是男人，总不该什么事都让你操心。反倒是我在营里见下了这么大的雪，心里惦记着你，总想快些回京，却又不能扔下一营的将士。后来听说你在京里做了这么多事，还都算到了裕王府的头上，真是女大不中留啊！玄天明，你不闹了，与你说正事儿。我这两条腿还有救吗？凤玉衡逐渐平稳下来，视线移到他的腿上去，却久久都没说话。玄天明看他似有些为难，不由得道：没关系，左右轮椅我也是坐惯了。不是说不能治，只是我不敢妄下定论一定能治到什么程度，腿骨坏成什么样子，光靠大夫用手摸骨是不精准的，我得为你仔细检查。好，那你安排一下，尽快吧。是不是出了什么事？三哥最近的动静有点不太掌握，原本我们查出他在外有精兵3万，可近日却接连扩充，具体扩到了多少还说不清楚，且正在往北部迁移。虽然小心谨慎，但全部分开，却还是被七哥的暗卫查到些蛛丝马迹。北，凤锦园前脚刚往北界去，玄天业的队伍后脚就往北迁，这难道只是巧合吗？不过这一切都还是我的猜想，做不得数。眼下最主要的是给玄天明治腿。明天你来同生轩吧，从正文进来，1连7日都不能离开。王府那头你要嘱咐一下。可以，今晚好好休息，不管我的腿能不能治好，大年之前我都要带你去一趟大营。你剑法玄妙，倒真能帮上我很大的忙。真的？别家的丫头这个年纪，不是在家里绣花描眉，就是跟着师傅学着琴棋书画。你倒好，整日里不是鼓捣药材，就是舞鞭弄剑的。女子做成你这样，倒也是叫人佩服。改日我会记得绣个荷包给你。布我没缝过，但人肉却是缝过的。你放心，我的针脚绝对比那些闺阁小姐们要来的仔细。我真是娶了个特别的媳妇儿啊。还没嫁呢。早晚都得嫁。不瞒你，在西北打仗时，我们的队伍吃过弓箭的亏。那日在山里你走之后，我与白泽便是被一队神射手围攻，9死1生才突围出去。后来有据调查，只查出似乎是从北国千州借调的神射队，因为人数并不多，所以进了大顺进来，而且混到了西北部。
所以呵呵，帮我也练出一支神剑队吧。总有一天，我亲自带着你的神射队杀到千州去，与他们比一比，看谁的剑法更让天动。好，我答应你。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这位姑娘说她是凤家的四小姐，你可认得？回夫人，这的确是四小姐没错。哼，凤家人还真是有趣，别人家的小姐出府都是往好看里打扮，凤家小姐却把自己弄成这副模样，当真奇特。凤相不在京中，凤家如今做主的是谁？是老太太的掌家。夫人请随小的到客厅稍坐，小的这就差人去找老太太过来。你说那周夫人该不会是来兴师问罪的吧？阿恒真的跟齐殿下？怎么可能？您就是不相信二小姐，总也是得相信齐殿下不是？他那样的人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来？说出去只怕全天下的人都不信呢。也是。老太太觉得赵嬷嬷的话有道理，再想想玄天华的性子，心里这才安稳了几分，可还是对周夫人的上门有些顾虑。他到底来咱们府上做什么？祖母，陈瑜啊，你是有何事找我？胡闹！笨蛋，怎么会跟周夫人扯到一块儿去？快一点儿，万万不可让贵人久等。为什么打我？你还有脸叫？是不是你把周夫人给请到府里来的？你小小年纪，到底安的是什么心？是善心，我也是怕二姐姐出事的时候，誉王府怪罪到咱们凤家头上。祖母，您不能一味的向着二姐姐，不管咱们其他姐妹的死活呀。陈瑜恨死凤粉黛了，早不发难晚不发难，偏偏赶在这个节骨眼上，他可真是怕凤雨恒出了一点点差错。只有凤雨恒平平安安的过些日子，他的那件事才能成。四妹妹，你此事做得太莽撞了。祖母快些进去吧，别让周夫人久等了。不知夫人造访可是有事？不是凤家派四小姐到誉王府将老身请过来的吗？凤粉黛一哆嗦，这句话告诉她，这位周夫人跟凤雨恒简直就是同一种人。可她到誉王府去，这是事实，又是偷着跑出去的，眼下被人当着老太太的面摆上一道，她也无话可说。给我跪下！哼！祖母，粉黛也是为了二姐姐好，这种事情如果由旁的人去告诉誉王府，性质可就变了呀。哼，从前只知凤家主母爱生事端，又听说那个大女儿不是个省心的主，如今看来，这凤府还真是犬狼之窝，就连个10来岁的小丫头都这般的攻于心计，招人厌烦。我们未来的王妃在凤府还真是命苦。老太太，你们所说的到底是何事？可否为老身解惑？听起来还与咱们府上未来的王妃有关。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老太太，你们所说的到底是何事？可否为老身解惑？听起来还与咱们府上未来的王妃有关。就是我在王府门口与您说的那个事啊。二姐姐跟齐殿下在同生轩里已经共处几日了，齐殿下都没有出来过。粉黛，休得胡言！不是胡言，那么多双眼睛都看着呢，粉黛怎么敢胡说？周夫人，小孩子家不懂事，
您可别听他乱说，回头啊，我一定重重责罚，万万不会让他污了阿恒的名声。你们凤家这就是在玷污王妃的名声。王妃在县主府为誉王殿下治腿，七殿下奉圣上口谕前往县主府陪同，怎的到了你们凤家人口中，就成了七殿下与誉王妃有染了？我早就说过，二妹妹不是那样的人。是圣上的旨意？怎么可能？四小姐这话是什么意思？难不成你是觉得他们真如你所述一般才是好的？凤老太太，你们府里的小姐到底安的是什么心？都是误会，请夫人千万要见谅啊！粉黛还不跟周夫人赔罪。粉黛已经意识到自己怕是被人摆了一道，却不知谁懒得摆他。凤宇恒压根儿就把他当一不懂事的小孩，是他自己连最基本的分析能力都没有，还偏偏嫉妒心强，喜生是非，这才闹出了一场乌龙。粉黛错了，是粉黛误会了二姐姐，不知道九殿下的腿伤可有治好。把你的嘴给我闭上！老太太，九殿下治腿伤也有些日子了，咱们不如跟着周夫人一道过去看看。对，周夫人，要不咱们一块儿去同生轩看看吧？真的不知道九殿下一直都在同生轩，不然应该早些日子就过去问安的。不告诉你们，就是怕你们兴师动众的。伤需要静养，王妃行医也需要安静的环境，皇上这才指命纯王殿下过去陪着。谁知道你们凤家人依然不依不饶，真是浪费了皇上一番苦心。也罢，7日之期已至，今日即便没有凤家人往誉王府去生拉硬拽，老身也是要往县主府走一趟的。快，一步同生轩，从正门走，就说是誉王府的周夫人到了。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老奴见过纯王殿下。周夫人免礼。见过周夫人。夫人不必多礼，你我同为一品诰命，老身受不起你这一礼的。周夫人太客气了，当年父亲在京里时便常提起周夫人，谦柔是晚辈，这一礼您当的。老身与姚太医也是多年未见了。周夫人来得正好，弟妹给明儿治腿伤，定的是7日之期，今日便是出关之时，不如就坐下来一起等等，想来他们也该出来了。好，就这样把我们晾在一边了。这姚氏理也不向我协，话也不跟我说了，真是气死我了。唉，如今姚氏与凤家再没什么关系，人家又是一品诰命，就连周夫人都说了受不起他的大礼，何况是我呢？我们也等等吧。你们怎么来了？阿恒无能，治不好殿下。怎么会这样？阿恒明日自会进宫去跟父皇请罪，他不是神医吗？怎么会治不好？没事，以后还有机会。你们这是什么表情？晦气！恒恒，你别往心里去，我坐在轮椅上一样可以保护你周全。九殿下，你的腿治不好了吗？没关系，粉黛会为你寻访名医的。凤宇恒就是个庸医，你不能听他的。周夫人，明儿个从宫里请个嬷嬷过来，好好教教凤家4小姐规矩。老奴记下来。我要先回去了。恒恒，你别往心里去，要进宫的话就叫上我，我同你一起去见父皇。你不要怕，不管出了什么事，有我在。好。哼。七哥，走吧。好。阿恒，
这些日子也没顾得上去看祖母的药，秦霜送去的药，祖母可有一直用着？用着呢，用着呢，见了好。你看，这都能出门了。阿恒啊，九殿下的腿真的治不好吗？拖得太久，实在是回天乏力，一点希望都没有。孙女无能。你是无能，没那个本事就别逞能，耽误了九殿下的腿，你担当得起吗？听说你到誉王府却请了周夫人来捉奸，真是劳烦四妹妹替我操心了。等明儿个教习嬷嬷来了凤府，姐姐一定提醒她，好好教导妹妹。赵嬷嬷，把她给我拉到佛堂去跪着，今日不许给饭吃。是。嬷嬷，本娘不要跪佛堂。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小姐且在这里等等，殿下很快就到。好。此时此刻，向荣满脑子就一个念头，我到了七殿下的家了。然而这又能如何？安氏的话还言犹在耳，他知道有些事情是连想都不能去想的，有些路只要踏出一步，有可能就是无间地狱。三小姐怎么来了？小荣见过成王殿下，殿下千岁。起来，不必拘礼。可是为了你二姐姐进宫一事而来。二姐姐说是进宫去请罪，家里人不放心，祖母一定要小荣来跟殿下问问。小荣知道有些失礼了，但是祖母之命，我也不敢违。没事，不算失礼。我与明儿是亲兄弟，你与阿恒也是亲姐妹，来我这儿打听也是应该的。殿下，二姐姐不会有事吧？皇上会不会生气，会罚她吗？这个事儿不能怪二姐姐的，九殿下的腿伤太重，又过了这么久，就算治不好也在情理之中啊。殿下能不能替二姐姐求求情，请皇上不要责罚她吧，又或者罚点银子？你应该相信你二姐姐。啊，相信什么？二姐姐亲口说九殿下的腿治不好了呀。治不治得好是一回事，受不受罚又是另一回事。很多时候你看到的和听到的并不是事实，也有很多时候已经发生的事也不是它本来该有的面貌。向荣彻底糊涂了，他发现自己完全听不明白玄天华在说什么。平日里看着二姐姐跟他们谈笑自如，他还只是羡慕，如今却知道能那样子交流谈话也不是光有胆量就可以的，还需要头脑。他一定是太笨了，连听个话都听不懂，这样的答复要他回去该怎么跟老太太学？你还小，不明白也是正常的，怪我不该与你说这些。总之啊，你记着，不管到了什么时候，只要相信你的二姐姐就可以了。可是皇上，父皇也许会不高兴，却也不至于太为难。谢谢七殿下解惑，虽然小荣听得不太明白，但晚些时辰回府之后，把原话跟祖母学一遍，还是能记得的。晚些时辰，你还要去哪里？小荣想到宫门口去等等二姐姐。怕了，走吧，我随你一道过去。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老太太，您可千万别自己吓自己。二小姐那边不是还有誉王殿下吗？怎么也不可能让二小姐吃亏的。可是她的腿好不了，对阿恒还能像以前一样。老太太，是不是宫里来人了？老太太怎么知道？完了，我就知道皇上当初那样憎恨姚家，怎么可能一下子又改了初衷，对阿恒那般的好？如今看来，皇上不过是想着让阿恒治好九殿下的腿，才给了这么些恩德。现在腿治不好了，灾祸也就跟着来了呀。老太太在说什么呀？宫里来了教规矩的嬷嬷，已经让人领着往这边来了，说是先给老太太请安，然后就去见四小姐。你说什么？
一听说宫里来人是这个事儿，老太太这颗心才算是放了下来。快去把四小姐带过来。祖母，您饶了粉黛吧。粉黛要是死了，父亲回来，您可要怎么交代呢？这就是老神的四孙女儿。你们是谁？老奴们是宫里的教习嬷嬷，奉皇后娘娘之命来教四小姐学规矩。学规矩？学什么规矩？我又不进宫，为何要宫里的人来教规矩？祖母，他们到底是干什么的？放肆！两位嬷嬷是奉皇后娘娘之命前来奉府，岂容你胡言？可是为何呀？周夫人，明儿个从宫里请个嬷嬷过来，好好教教凤家四小姐规矩。是九殿下跟皇后娘娘说的吧？正是。哼，我就说九殿下对我是有心的，不然怎么会特地从宫里请来嬷嬷来教导我规矩？嬷嬷们放心，粉黛一定好好学，将来定不会给九殿下丢脸。老奴不知四小姐这样说是何意，只知九殿下与皇后娘娘说起这个事儿时是这样讲：凤家有位四小姐惯会撒泼无礼，不知礼义廉耻，惹得本王心烦。哼，听到了吧？九殿下只觉你不知廉耻，何来对你有心？九殿下心仪的人是府上的二小姐，这个是人人皆知的，说话口无遮拦，也是老奴们要帮四小姐纠正过来的坏毛病。不可能，他怎么会这样说我？你们一定是说谎，一定是风雨恒派来整治我的，滚，都给我滚！这枚直凤鞭上打妃嫔，下罚女官，凤家四小姐今日能受此一鞭，应该感到荣幸。嬷嬷说的没错，还望嬷嬷能好好教导老身的这个四孙女儿，该打则打，该罚则罚，无需手下留情。老奴领命。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三小姐，老奴见过唇王殿下，殿下千岁。起吧。是祖母着急了吧？我跟七殿下一直在这里等，可是二姐姐并没有出来。老太太晚饭都没吃，就惦记着这边。不如我带你们进宫去吧，总在这里等，冻也冻坏了。能进宫吗？跟着我自然是可以的。不能太麻烦七殿下，我们在宫门外等等就好。倒是殿下您外头天寒，您还是不要陪着小荣一起等了。现在赵嬷嬷来了，我们留在这里就可以了。谁也不用再等，他们出来了。看起来应该是没什么事吧？早说过让你相信他。七哥，你怎么在这儿？看起来应该是你那三妹妹去找了老七，那嬷嬷是老太太派来的。明儿猜的极对。二小姐，您没事吧？二姐姐，皇上有没有罚你？呵呵，我一个小女子，又没犯宫规家法，有什么可罚的？如此就好，老奴也能回去给老太太报个平安了。二小姐可要跟老奴一并回去。三小姐呢？我有马车，嬷嬷先回去吧。好。我们刚好要去仙雅楼吃饭，嬷嬷与我们同行吧。我叫厨子做几个菜，你给祖母带回去。正好老太太吃不下饭，外头的饭菜拿回去也给她换换口味。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哟，你们掌柜还说没有雅间了，本王正愁怕是要白来一趟，正好遇上七弟九弟，不如本王就与你们蹭上一顿可好？能得三哥赏光是咱们的荣幸。自家兄弟不说这个。听说九弟这腿还有一些麻烦，三哥也不知道能帮上些什么。哼，三哥就一个人来的，那你还订什么雅间啊？二楼的窗口不是还空好几个位置吗？凤雨恒差点没笑出内伤了，直到人家明摆着就是想来个意外的巧遇，你怎的这点机会都不给？三哥不喜欢坐在堂厅，咱们兄弟许久没聚到一块了，今儿个正好赶上，也是天意。
的确是天意。本王也是今早散朝后才听说的，九弟的腿真的治不好了吗？是阿恒没本事，已经跟父皇请过罪了。哎呀，带兵打仗难免有死有伤，当初我们就劝九弟不要去西北，他偏生不听啊。三哥也知明儿这脾气，他想做的事何曾听过旁人的劝。父皇说他对我很是失望。你听他的做甚？要娶你的人是我，又不是老头子。到底还是九弟豁达呀。这样的话也就明儿敢说。这东西你要么戴在头上，要么放在家里装盒子里做甚？原本是想将这枚凤头金钗还给父皇的，可是刚刚我一紧张害怕就给忘了。忘了就忘了吧，本来就是赏你的东西，哪有退回去的道理？那下次进宫再还给父皇吧。没治好你的腿，总觉得这东西在我手里心中有愧。屋子里不冷，让丫头把披风给你取下来吧。也好，轻声，披风拿去吧。是，小姐。哎，今儿晌午出府时也没太注意，这会儿才发现轻霜的耳坠挺好看的，是玉石的吧？这坠子我不是第一次戴了，二小姐向来是谨慎入微的人，怎么会说从没见过这耳坠子？不是什么好玉，上月发了月例银子，小姐多给了奴婢一份，奴婢便买了它。说起来还要多谢小姐，我给你的那点月例银子，居然能买到这样好看的坠子，看起来跟月西宫宴时大哥腰间挂的那个翡翠葫芦的材质很像。奴婢不认得大皇子。恒恒只说大哥，怎的你就认为是大皇子？这小姐，奴婢。哎，你们这是干什么？好好的吃顿饭，坑个丫头置什么气？没有志气，我不过随口一说，逗你的。你是我的近视丫头，怎的连点子玩笑都开不起？都是奴婢的错。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糟了，我的凤头钗不见了！什么？之前不是就放在袖袋里吗？你再找找。怎么办？你们有没有看到我的凤头钗？最后一次看到就是小姐放到了袖袋里，刚才就只有你离小姐最近，又接了披风，又擦过茶水。青霜，你有没有看到小姐的金钗？青霜面色一阵惨白，怕的不是拿了别人东西被发现，他怕的是明明东西不在他这儿，可是所有人却都会觉得在他这儿，特别是玄天夜。站得漂亮，王妃身子刚好，本王不能回府太晚，免得她着急再累着了。七弟九弟，你们一定帮着弟妹好好找找，凤头钗不比旁物，丢了可不是闹着玩的。阿恒一定会把凤头钗找回来，还请三哥能先替阿恒瞒上一阵子。父皇近日心情不佳，阿恒不想再惹父皇发怒了。这是自然，弟妹放心，本王定不会与人说起这事。如此，便多谢三哥了。如此，三哥就告辞了。好。成了。青霜，你上楼去，在雅间里继续找，看看有没有掉落。记着，一定要找仔细了，任何一个角落都不能放过。小姐放心，奴婢一定仔细找。料手圣仙，这名字还是玄天明说给我听的。江河上赫赫有名，却又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第一神偷，居然扮作丫鬟潜伏在我的身边，还真是看得起我。想要我的凤头金钗，也不问问我的空间答不答应。我总觉着心慌，还有些发冷，咱们先回吧，留青霜在这边找就行。凤头钗丢了，可是我下了3次手并没有拿到。明明我看着放到袖袋里的盒子，不知为何找不着。但要命的是，凤羽恒说东西丢了，三皇子信了。更要命的是，我的耳坠凤羽恒说是跟大皇子的配饰有同样的材质，这话简直就是要我的命啊！小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怀疑青霜的？
就是那次雪灾之后，有一天我醒来，总觉得屋子里的摆设好像有些不大对劲儿，倒是不乱，可也太过整齐了些。就连头天晚上睡觉前我碰偏了的花瓶都摆正了。妙手圣仙当真名不虚传，进了屋里居然连搬走都没有发现。哼，那眼下怎么办？咱们还是要多防范着。晚上我来给小姐守夜吧，万一清霜再回来呢？她不可能回来了。为什么？打从今日在仙雅楼偶遇玄天夜时，凤羽恒就笃定清霜的主子便是那人，所以他故意用一个耳坠子的谎言挑了那主仆的关系，因为玄天夜不会放过他，眼下只怕清霜正受苦呢。主子，奴婢真的没有得手，是二小姐在说谎。你是妙手圣仙，世人皆知。妙手圣仙没有偷不到的东西，皇宫大内你都进过，怎的眼睁睁看着放在面前之物却失了手？二小姐的袖带里什么都没有。怎么可能？主子，咱们是不是从头到尾就找错了地方？遇到县主府的时日也不短了，二小姐的房间也进过几次，可是从来都没见到过那枚凤头金钗，就只有今日在仙雅楼才看到她又拿出来。奴婢是想，会不会那东西根本就不在二小姐手上，而是一直由玉王殿下收着的？阿奴，你跟着本王多少年了？从4岁那年被殿下所救，到如今已经12年了。12年的情分，却抵不过一副耳坠子。主子，奴婢真的不认识大皇子，见都没见过呀。把他锁起来，别死了就行。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轻点儿，疼，再动一动，你速度快些。小姐，咱换个叫法行吗？不知道的还以为这屋里在干什么呢。不过说起来，昨儿小姐包的饺子可实在是太好吃了，宫里的御厨都包不出来那个味儿。为了给你们包饺子，我可累死了，比打架还累呢。说到那饺子，不过是他偶尔在空间里翻到了一包半馅料，21世纪的东西拿到这个时代来做着吃，自然味道是不同的。小姐，您那些消息一放出去，外头的人都炸了锅，老太太整天的派人往咱们这边来打听，无论是柳园那边的小门，还是县主府的大门，都快被老太太给承包了。虽然一次都没进来过，但却也时时刻刻都不放弃。金针也来过几趟，陈宇粉黛院里的人则跟老太太那边一样，就整日死守在2个门外。倒是安姨娘那头算是最消停，只差人来过一次，送了些亲手腌制的咸菜，然后再没来过。凤家一个个的都是胆小鬼，胆小还闹成这样呢，他们若是不胆小，还不得把天都给翻过来。近日还是要多留意外头的动静。另外，你亲自往安姨娘那边走一趟，告诉他们且宽着心，不用跟着惦记。老太太若再想让小荣往陈王府去打听什么，小荣照去就是，全当串门子，只怕会有更大的动静。你且瞧着吧，凤家的人谁亲谁疏，一试便知。小姐放心，奴婢都记着呢。忘川和青玉都不在，府里你就多盯着点，实在人手不够，就从母亲那边把青灵调用过来。还有个事儿，你现在就去办。小姐请讲，到厨房去把饺子再给我端过来一盘，我饿了。可还吃？小姐，你一个时辰间刚刚吃完26个。我正在长身体，吃得多是应该的，快去吧。果不出凤羽恒所言，次日的朝堂风起云涌，皇上当众训斥了一向宠溺至深的九皇子，不但斥其懒散无礼，竟还指着他的腿说他就是个废人。而在民间，听说九皇子大怒，一点面子没给皇上，转了轮椅就退出朝堂，而天武帝竟一反常态的对大皇子玄天器重用起来了呢。对，听说还当众说什么儿子到底还是第一个好，大圣朝向来都有立长和立嫡之说，如今中宫无子，朕对其儿这个大儿子是抱了很大期望的之类的话。让人意外的是，还不止这一桩。在人人都以为不家已经完了的时候，天武帝竟是将步白旗官升正3品，按签于这上葬的步白嫔恢复贵妃封号，迁入皇陵。还听说朝堂上3皇子对大皇子不敬呢。
感觉要变天了。皇上的心思我们可不能妄自揣测，走吧走吧。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这么快就散场了，还以为老家伙要多唠嗑一会儿呢。本宫的儿媳妇儿可是好久没来了。这不是躲在府里装穷呢吗？昨晚给你送来的饺子好不好吃？她亲手包的。饺子倒真是好吃，那丫头总是有些新鲜玩意儿，就像这镜子照出来的跟真人似的。头一次照时，本宫还以为见到了妖孽。母妃，哪里有人说自己是妖孽的？华儿就是会逗母妃开心。不过说起那饺子，你们也都吃到了吧？那味道真是比宫里厨子包出来的好太多了。这座皇宫啊，越来越不合心意了，连个饭都做不好。说起来，那什么破皇位我也不愿意要，但若要了，你便能过得好些。我可不用你管，老家伙哪天归了西，本宫便也不用再在这宫里待着，到时候逍遥快活，谁还要跟着你们继续受罪？也好，谁也靠不住，你们管好自个儿就得了。老家伙那些个儿子没一个让人省心的，你们兄弟俩还是要多加小心，别到时候让人算计了去。你就别操这个心了，没事就多照照镜子，瞅着点脸上有没有生出皱纹来。你这个腿和脸，本宫看着总是不舒服。明儿昨日还说起这面具挺好看的，总也不如本宫给他生出的那张脸来好看。对了，那凤头金钗可收好了？恒恒收着的东西谁也找不到。我也是觉得奇怪，妙手圣仙都找不到的东西，弟妹到底是藏了什么地方？那人分明是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放进袖带的，怎的妙手圣仙下手3次都没得手？我也不知道，他的事我总是问的少。怎的就问的少？你不是对那丫头挺上心的？就是因为上心，所以才不问。我与他初遇在西北的深山里，他便有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我那时伤得甚重，他说是药，那便是药，他给我用，我便放心去用。我不问，只要记得他总不会害我便好。玄天华至于弦上的手微动，惹起琴弦微鸣，心底似有东西掠过一般，划起一道涟漪，却还不深，顷刻平复。得此不问之人，方才算良配。灵儿，你真有福，就是可怜了我的那只猫。既然老家伙要玩，那便再多留几日，否则本宫总想着那布霓裳送到庙里，实在是太便宜他了。明华二人相视苦笑，这个母妃总是比他们兄弟二人活得还要随性。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你确实是掉在河里了，对不对？是的，姨娘。妾身多谢二小姐救命之恩。这是做什么？快起来！我是二姐姐的暗卫，刚好在湖边。香容如今已经是只水鬼了。你看到是谁下的手吗？是韩姨娘。什么？她为何要害你？向荣把之前的事情说了一遍，气得安氏差点没冲出去跟韩氏拼命。你们听着，之所以今晚我没有让小荣当众揭穿韩氏的丑事，一来是因为小荣毕竟年纪小，当时又没有人证在，韩氏若矢口否认，咱们也没有办法；二来，那韩氏若真的是给凤锦园生出孩子来，才是最热闹的时候，到时候就算是咱们想让他活，凤锦园也绝对不会放过他。二妹妹，咱们约定之期可快到了，我记着呢。待大姐姐月信彻底干净之后来找我就成哦，别忘了带上银票。你放心，我都已经准备好了，等着吧。小姐真要给凤晨瑜治那个病，治好了的话，咱不是白费功夫了。哪能那么便宜他？自己作孽就该自己受着。你家小姐我可没有那么好的菩萨心肠，所有的仇我都记在心里呢。
大殿下那边有消息传来，昨日送了一套头面给凤沉鱼，听送东西的小太监说，凤沉鱼甚是欢喜。能不欢喜吗？大殿下经商20载，搜罗到的好物件可是不少，随便哪一样拿出手都能叫绝一方。凤沉鱼从小到大见识的无外乎是沈家送来的东西，沈家纵是皇商，却又怎及得上大殿下奔走各国做的那些个境外买卖？三殿下会上当吗？那人一向多疑，奴婢有些担心。我也同样担心，若是玄天业这么容易就中了招，怕也不至于让皇上和玄天明紧盯了那么多年。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凤沉鱼今日穿得很是素净，头上罩了个斗笠，不知道是为了遮雪还是为了什么。这点清雪哪里用得着遮？他要遮的八成是大殿下送的东西。既然戴了斗笠，送的八成就是首饰了。小姐，怎么了？你听，咱们的马车怎么会有只大葫芦？我也不知道，但这葫芦里有东西。是蛇，小姐，里面是蛇。确定？奴婢幼时被蛇咬过，从那以后对蛇类就特别敏感。奴婢可以断定这里面就是蛇。要打开看吗？这蛇动静挺大，只怕一旦开了葫芦口就要窜出来，那就先让他没本事折腾。啊，小姐怎么随身还带着这么大一根针？放哪儿了？不扎得慌吗？咱们来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一条蛇。竹叶青，什么人能在咱们的车里放这东西？你看我挂着这么大一只葫芦，是不是也挺帅气的？小姐，都什么时候了，您还有心思说笑？不说笑能怎么办呢？咱们现在下车去找仇家拼命。黄泉，你想想，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东西放到马车里，哪一类的人能做到？身边的人。换个方向去想，如果这葫芦是我们的，原本就放在马车里，有心之人要怎么把它取走？小姐的意思是偷？青霜，是青霜干的。妙手圣仙，只有他做起这事来才能如此干净利落。青霜既然能出来做事，就说明玄天业将他给放了。我利用耳坠子设计陷害他们，看来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这可不是个好兆的。近5年来，江湖总有传闻说妙手圣仙是天下第一神偷，只要他出手就没有偷不到的东西，却没想到这样的人却被三殿下所用，还混进了同生轩来。哼，不是有句话说魔高1尺道高1丈吗？那样厉害的人物却在小姐面前失了手，这就说明小姐您才是最厉害的。我哪里是厉害，青霜手指下的功夫我可是领教过的，如果不是我有那个作弊的空间，根本就是防不胜防，只怕凤头钗早被人偷走100回了。小姐接下来准备如何行事？您就带着这只大葫芦进元王府吗？有何不可？你有没有听说过毒性越是强的蛇入药就越是好？既然三殿下把主材都送到咱们面前了，本县主不请他喝一壶竹叶青泡的酒，岂不是太失礼数？哼，倒还真是有些期待这场宴会了呢。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本王已在此恭候凤大小姐多时，还望凤大小姐能赏光同行。大殿下还挺像那么回事。凤家的大小姐什么时候跟大殿下扯上关系了？谁知道呢？请大姐姐知些礼数吧。本王于人前光明正大的想要大小姐赏光，这与礼数有何干系？这位小姐烦请口下积德，本王虽说脾气一向很好，却也并不任人说3道4。凤家这位四小姐还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不必理会，我们快进去吧。好。仙女姐姐，仙女姐姐，仙女姐姐，你怎么才来？飞宇都想死你了。你又胖了，这是你仙女姐姐给你准备的寿礼，快看看喜不喜欢。这些都是什么？看起来都好好吃哦。你尝尝，每一样都尝一点。你果然是仙女，
这么好吃的东西是只有天上才有的吧？你说是，那便是。走吧，带姐姐去宴会现场。好，这葫芦里面装的是什么？是姐姐准备要送给你三叔的东西。哦。已经进了正厅，凤大小姐，便将斗笠取出来吧。陈瑜受皇后娘娘责罚，外出时必须要涂抹西江的黑胭脂，还望景王殿下见了莫要见怪才是。无妨，凤大小姐的风姿，岂是一层黑胭脂便能挡得住的？多谢殿下。毫不意外地惹了一阵惊呼，甚至有的小姐已然惊叫出声来。陈瑜的虚荣心瞬间膨胀到了顶点。四妹妹怎的站得那样远？快到大姐姐身边来。大姐姐从何处得来这样华美的首饰？沈家人给的吗？水晶是好看，只是配上她那张黑脸，可就失了太多光华了。其实二姐姐如果能把誉王殿下送你的东西带起来，一定比大姐姐还要好看。想容不由得讲到童生轩近日光景，便觉自己失言，赶紧就住了口。没事，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呢。小儿年幼，本不该办什么寿宴，但这小孩子啊，生性爱热闹，非缠着本王和他母妃，把大家都叫来，就图个乐呵。想着左右是小孩子，便只请了夫人小姐们。凤晨瑜此时此刻觉察有一道异样的目光往他这边投递过来，可余光瞥去，却发现那张面孔十分陌生。成了，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成了。五皇子玄天眼，那个刚娶了不知是几房小妾的皇子，对陈瑜头上的那套水晶可也很是喜欢呢。那婢女跟凤晨瑜说什么呢？可惜被挡了视线，看不唇部动作，要不然从唇部动作就能分辨出那婢女说了些什么了。凤羽恒扭回头来，刚好对上玄天夜的目光，那双习惯性的怒目在他面前只停留了一瞬，便盯上葫芦。凤羽恒扯开唇角笑了起来，然后将手中茶盏举起，竟是与玄天夜摇敬了一杯。玄天夜倒也不必，杯中之酒一饮而尽。姐姐瞧着四妹妹喜欢这东西，妹妹若不嫌弃，就拿去吧。你要把如此贵重的东西送人？这是我家里的四妹妹，我是姐姐，即便有再好的东西，只要妹妹喜欢，都是要让给妹妹的。只是这套头面也是贵人送的，不好全部转赠，不然姐姐就是把这一套水晶全给了妹妹，也是乐意的。能有你这样的姐姐可真好。凤晨瑜怎么舍得把那副耳环送给粉黛？上次姐姐送你的那副耳坠虽说也是好看，但跟这个比起来还是差了许多。四妹妹真是越来越美，再过2年长大些，只怕大姐姐都要被你比下去了呢。此刻五皇子的目光已经从陈瑜身上向粉黛处转移。或是东瀛吗？陈瑜又是如何想到的？替神天明说，几年前五皇子曾爱慕后宫的一个妃子，被皇帝发现后溺死了那妃子。据说那女子溺水时耳朵上正好坠着一副白水晶耳坠，五皇子至此对待水晶耳坠的女子情有独钟，本来和玄天明计划着让大皇子与五皇子出来扰乱时局，可是凤晨瑜何以竟能精准地挑出耳环转赠粉黛？大意了，不该阻止玄天明与玄天华二人过来，以至于此时连个商量的人都没有。小姐，你怎么了？
凤羽恒揪着心在想事情，一时没答话。陈瑜跟粉黛一幕幕姐妹情深看到眼里，总觉得似乎有什么地方出了纰漏。原本觉得在这件事情上一直占上风，可如今看来，只怕才将打了个平手。小姐，这宴厅里太闷了，陪我出去走走。好。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如果小姐不喜欢这里，不如咱们就先回府吧。这就回去，岂不是辜负了三哥在此等我多时？没事，你且在这边等我，我去跟三哥说说话。县主好胆识。您是誉王殿下的三哥，阿恒也叫的一声三哥，都是自家人，有何可怕的呢？说得好，县主怎的里头好好的歌舞不看，要出来逛园子？女孩子逛花园，这是最平常不过的事，三哥何以大惊小怪？来得匆忙，不知三哥可有带酒？不多，倒也够我二人喝上2口。阿恒是大夫，最是擅长以药治酒，今日刚好得了一条好蛇，听说用蛇毒泡酒最是养人，三哥可有兴趣尝尝？这蛇名为竹叶青，毒性极强，人若是被它咬上一口，别说求医，只怕连救命都来不及喊上一声，就已然毙命。但毒性越强的蛇，治酒就越好。我总想找一条竹叶青治酒，可惜始终也没空去寻。今日倒是不知谁尽这般好心，送礼送到我的马车上，我都来不及跟人家说声谢谢。说着，凤羽恒竟当着玄天业的面极其熟练地剥起了蛇皮，接着把蛇口对着酒壶挤出几滴汁液来，随后将蛇身重新放入葫芦。三哥可要尝尝这蛇汁酒，大补的。这个丫头怎么跟鬼一样，干的事都不像是正常人能干出来的事，被这样一个人惦记着算计着，不知道是该害怕还是该感到荣幸。三哥不敢喝也是，我是请人喝酒的，当然要先喝为敬。三哥该你了，当然若是三哥不敢喝，便倒掉吧。阿恒只是想把好东西给三哥尝尝，但也不能强人所难。他越是这样说，玄天业就越是不能不喝。一个小姑娘都喝了，他若倒掉，那成了什么？干脆一咬牙，拿起酒壶也喝了一口。三哥放心，蛇毒是通过血液发挥生效的，这样当酒喝，根本就跟中毒不挨着。能凑齐打出一整套头面的白水晶，实在难得，大哥也算是有心了。大姐姐命好，自然配得起大哥如此垂爱，不像我，从小被人说是灾星，若不是跟誉王殿下多年前就有了婚约，只怕要留在府里留成老姑娘呢。县主真会说笑。唉，我是颗灾星，又治不好誉王殿下的腿，还丢了那凤头钗，父皇待我已大不如前了。听他又提起凤头钗，玄天业的心都跟着哆嗦。妙手圣仙下手3次，居然未得，那东西到底是在哪里？难不成还在这丫头手中？天寒地冻，县主不准备回去？我再待一会儿，里面闹得慌，三哥先回吧。好，那咱们改日有机会再一起饮酒。他心里一阵烦躁，不愿与凤羽恒再说下去，总觉得这小丫头正在给他画一个深坑。他纵是瞧见了第一个，也难保坑后还有坑。唉，京都都冷成这样，北界还指不定要冻死多少人呢。出来吧，别藏了。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出来吧，别藏了。弟妹是何时发现本王在这里的？我就随便这么一喊，胡乱猜的。玄天启耸肩而笑，跟这位县主说话总是这样有趣。这一点打从前些日子玄天明偷偷带他到同生轩去，他便已经感觉到。
弟妹跟九弟可真是下的一手好棋呀，把这么一个烂摊子推给本王。可知那妙手圣仙已经到景王府上去了多次，要不是本王身边暗卫还算机灵，只怕这项上人头已经被偷走不知多少次了。大哥是生意人，若连自己都保护不了，又怎的敢接下这桩买卖？上次九殿下就说过，只要大哥能陪我们演完这出戏，好处自然是少不了你的。哦，那你且说说，在这桩生意里，我究竟能得到什么？他之所以敢趟玄天明这趟浑水，一是与玄天业也有些多年前结下的梁子，二来玄天明说过，若他肯援手，凤羽恒会给他一个惊喜，他便是冲着那个惊喜一直配合着这一出戏，甚至跟皇上都演得十分兴起，就连让他给陈馀示好送一套水晶头面他都送了。如今那惊喜总也是到了揭晓的时候。只要大哥能配合我们以及父皇成功牵制住三殿下的私兵，最差也得让他将兵从北边调回中土，只要能控制在大顺的腹地，一切就都好说。玄天启自然知道三皇子这么些年一直蓄养私兵，意图夺位，只是不明白为何要极力阻止其往北边集中。他将疑惑问出，凤羽恒告诉他，因为我们怀疑他与北界的千州国早有勾结，若让他们联起手来，恐怕日后再破就没现在这样容易了。现在也不容易啊，你也看到一套水晶，那凤晨宇转身就送了你们凤家的四小姐，只怕老五现下已经在跟凤四小姐热聊了。而你那大姐凤晨宇虽是有倾城之姿，可我看她脑子倒不是很好使，这样的人当真有凤命？有没有不是我们说的，这么多年传说下来，叫人即便不信也总得合计几分，事情总有意外，我们会再详查，大哥不必介怀。总之如今父皇属意的储位人选是大哥，咱们一看三殿下能不能沉得住气，二也但愿他能对九殿下那边放松警惕，给我们争取些时间对付那些已经到了北界的私兵。至于大哥在这桩生意中所得利益，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我们没有钱，大哥最喜欢的东西我跟九殿下没有。那你们有什么？听说大哥年近40，无子。我是大夫，大哥在我面前无需顾及太多，我的筹码便是我这一手医术，大哥相助我们成此大事，我治大哥不育之症。玄天启倒吸了一口冷气，这个诱惑对于他来说太大，他半生经商，将扩展经营版图与积累财富视为人生最大乐趣。可他年近40，无子亦无女，若此一生无后，那这大笔的财富他又要来做甚？难不成死后捐给国库？你当真能治？能治。成交，那水晶弟妹恕本王直言，可是我们的计划已经被人识穿。我也不知道，但对方若是完全不怀疑是绝对不可能的。三殿下本就生性多疑，我们总不好指望做了这几日的戏便能将他糊弄住，且再看看吧。好，那本王就等弟妹那边的消息，本王先回去了。好。您见大殿下也就罢了，只是那三殿下小姐一人见他，奴婢这心就一直没落地过。难不成他还能吃了我？你以为不能呢？2年前先王府就有传闻说三殿下气恼的时候会咬人，他府里以前的管家就是被他生生咬死的。我又不是手无寸铁的管家，你看我可是带着凶器的。小姐你那袖子，奴婢就不做评价了。仙女姐姐，快点回去，你的那个妹妹出事了。哦。他不是好好的在跟五殿下喝酒，你怎能说他出事了？因为我曾听父王说过，武术家里美妾成群，但凡好人家的女孩都对他避之不及，万万不敢与他扯上关系。才是武术主动过来邀请凤家小姐过去喝酒的，我一看就赶紧跑出去叫你了。谁知道你的妹妹好像还挺乐意的。
既然人家乐意，姐姐就不去做那恶人了。是啊，我看你那妹妹也不像是省心的，仙女姐姐还是不要去管了。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哈哈，小姐，你慢点。二姐姐，四妹妹有些喝多了，我去与她坐一辆车吧，省得出事。好，黄泉你也跟着三小姐一起，不然凤粉再闹起来，她们几个丫头可是压不住的。那小姐呢？放心，我有奔走。怎么还没到？回二小姐，雪实在太大了，有条小路堵着不能走，咱们现在绕了远道。怎么有种不祥的预感？主人小心！主子没事吧？没事。给从那车夫身上拔下来的，我瞅着不像大顺的东西。奔走，趴下！有没有受伤？没有，你呢？我也没事。好犀利的剑法，这样的剑。凤羽恒忽的心中一动，就想起玄天明曾与他说起过的北界千州国的神社。搬走，别回同生轩了，我们去誉王府。是，属下遵命。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恒恒，玄天明，恒恒，可有伤到？路上出了点事，但我没受伤。白色，属下着人去查。你看看这件，搬走说不像是大顺的东西，但我看不懂。宗随之物。宗随，东边的。对，可宗随人并不擅长骑剑，虽也有弓箭手，但也只是做常备之用，没有什么突出的。这箭力道极大，第二支箭射来时，搬走就怕再有偷袭，还故意将车拐着弯的赶，却还是被射了进来。那便是千州了，为掩人耳目，故意将宗随的剑拿出来。可再如何掩饰，这种手法射出的箭，全天下也就只有千州的神社有这般本事。凤羽恒眯起眼，千州神社成功的刺激到他的神经。他还记得在西北大山里时，玄天明就伤在千州神社手中。谁说就只有他们有这本事？哼，待我为你培养出一支神箭队时，再与那千州的射手比一比，看看谁家的本事更大。玄天明对凤羽恒的话从不怀疑，更何况他早已见识过这丫头的剑法。眼下若说他也会那种转着弯跟随目标跑的剑法，他一点都不怀疑。元王府的事我听说了，老三的谨慎真是一年比一年更强，一套白水晶头面，倒能让他联想到当年那个妃嫔，那也是我们轻敌。不管他是否真的识破都没有关系，这种心理烙印不是一下子就能表现出来的。他若真迷信到去信凤沉鱼那个什么凤命的传说，那这烙印打得才叫好。凤羽恒伸手去捏他的腿，一边查看情况一边与他说话。石膏还要再打些日子，差不多7天后我帮你拆掉，再恢复月余就可以走路了。你的医术我放心。你不放心也没有别的选择，你这腿我若治不好，普天之下便再也没有人能够治好。玄天明，遇到我你偷着乐吧，点个订阅吧。玄天明，遇到我你偷着乐吧。我哪有偷着乐，我分明是明着乐的。别笑啦，你的情报组织这2天有没有新的消息？有，老三的兵有一部分从北界撤回，但是不多，看起来不像是忌惮大皇兄而回，而像是在与我们周旋，掩人耳目。那些撤回的兵集中在了甘州，他在外头私设的大本营。你的意思是，他根本不信皇上对大殿下的这一番表示，已经在怀疑是我们做的扣？
有可能，但他的兵却在北界第3城停了下来，并没有继续往前走。再过几日，应该就能跟你父亲会合了。你跟他叫凤景元就好。你有没有想过，如果玄天业不上当，执意将大部分的兵马都往北集中去，再与千州国结成一党，那股势力一旦形成，他会不会立即发难？不会，皇位若能名正言顺的拿到，谁也不愿意通过武力解决，但总不能放他的兵马在北界太久，到时候与千州国结交过深，于大顺来说，早晚都是一块心病。对了，凤景元已进入灾区，不出我所料，的确有千州国的人与之秘密接触，但意外的是，找他的人是女人。女人找凤景元干嘛？探子还在继续打探消息，咱们除了等也没别的办法。老三这人行事谨慎，就算他对大皇兄一事有所怀疑，也绝对不会不做准备。咱们静观其变。你怪不怪我把你拉入这皇权斗争当中啊？不怪，虽然不愿承认，但我毕竟还是凤景元的女儿，生在相府，即便遇上的不是你，也还有别人。凤景元总不可能把我许给一个普通百姓。相府的女儿，不管嫡庶，都是要配王侯将相的，所以这斗争我逃不开，也躲不过。只是并不喜欢，对吗？你尚未及笄，哪里是过这种日子的年岁，终究是我不好，没能给你踏实安稳。怕是换了别人，我过得还不如现在。若有可能，我希望等我长大了，便可以过安稳无争的生活。但若注定没那个福气，我也不会埋怨谁。你刀锋剑雨，我陪着你便是。玄天明，你是我见过的第一个人，就像生命，你在我在，你亡，我也是要拼了性命给你报仇的。呵呵，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小姐，大小姐求见。把她放进来吧。是。求人办事还来这么早，真没个眼力劲儿。你怎么还嫌人家来得早了？别说他是早上来，哪怕是半夜来，只要把那300万两往我面前一放，我立马动手干活。小姐，你就那么缺钱？对，而且这300万还远远不够。300万还不够，加上之前的一共有500万。哦对，人还借给凤香100万两，那400万两也不少了呀。少得很。乖乖，小姐这是要干什么？居然要这么多银子，通敌叛国吗？走吧，咱们去拿钱。二妹妹，这是剩下来的300两。那啥，咱们开始吧。你最好老实一点，否则我就把同生轩的人全都叫来守在这里，让下人们都知道里头有凤家大小姐在看病。不用，不要叫，谁也不要叫，我不看了还不行吗？果然是做贼心虚，看这种病怕人知道，有本事当初别干那下作的事儿啊。小姐没事吧？咱们快走。好。小姐，你把他怎么啦？我不但没把他怎么，我还真就把他给治好了。但是你明白，有些人最擅长过河拆桥这一招，在里头跟我1000万次确定是不是真的无恙了，为的就是出来之后赶紧离开这是非之地，回去好抓紧功夫想一想以后该如何把我彻底解决，以图封口。把小姐彻底解决，就凭她。小姐既然明知道她心术不正，为何还要给她治那个病？因为有些人和事还需要这位倾国倾城的大姐姐来做药引子，引蛇出洞，少不了她在中间周旋。可就这么把她治好，岂不是太便宜她了？便宜吗？治好不等于她就可以有恃无恐，想要抹去一切事实吗？这想得美。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小姐，要立即安排嬷嬷入府吗？她说现在伤口还没有完全愈合，要3天之后才能下地走动。这几日对外就说天太冷，我染了风寒，我老太太那边的请安也不去了。3天之后，你带那嬷嬷进府，记得要悄悄的，千万不能让人发现。放心吧，三老爷的安慰说过，他会亲自将人送过来，想来应该会是在夜里。好。大小姐，
这人是活着还是死了？当然是活的，我想应该是被这位大哥点了穴道吧。行了，先让这嬷嬷醒来吧。这位就是要验茶的姑娘。正是，我在外面等，你们结束后，我会将银票全部付清。好。据说凤城相府的长女是京城第一美女，整个大顺怕是也挑不出来第二个比之更美的人。眼前这位八成就是了。这要验的是楚子申，又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把我带进府，明摆着就是不想让人知道，若是一个不小心，便是只有等死的份。小姐，老奴从前是宫中的掌事嬷嬷，参与过3次查验秀女。小姐请放心，老奴的眼睛是1等1的好。那就劳嬷嬷费心了，有什么需要配合的，就同我的丫头说。夜里太黑，要长烛灯，烦请姑娘去取2支烛吧。请小姐到床榻上躺下，卸裤褪去即可。怎么了？没怎么，光线太暗，没看清楚。一边说着，一边又仔细去看，可眉心却越扭越紧，心中惊骇不已。到底如何？可还是完毕？小姐的确是完毕，这一点老奴可以肯定。小姐这回总算是能放心了。我要不要告诉这位小姐呢？凤晨瑜看向那嬷嬷，就觉得对方似还有话说，但此时此刻他已经被巨大的惊喜所包围，脑子怎及平日里清楚，便觉得肯定是为了银子，不由得冷笑道：本小姐怎么可能会欠你一个奴才的银子？随着陈瑜一个白眼翻起，那嬷嬷本来想跟他说的话也咽了回去，想想也是，能在那种地方动手脚的人，又岂能是泛泛之辈？要是多一句口舌，眼前这位疑似凤家大小姐的人不见得感恩，背后那位动手脚的人搞不好还得杀我泄愤，如此不划算的买卖，我才不做。只是他千算万算却没算到，凤晨瑜之所以敢连面都不遮地站在他面前，便是没打算验查过后还让他继续活着。出来！可怜那老奴才连声呼救都没来得及发，就一刀刺死，而凤晨瑜的秘密便也被他带到了九泉之下，再无人得知。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出城了？你看，不是说他在大营里等我吗？怎么会在这里？白泽，白泽！主子，王妃来了。你慢着点儿，也不怕摔死。你嘴上就不能积点德？班总，你确实嘴上要留点德，不然王妃要削你的。驾！驾！上次你说什么惊喜，我就想着，如果告诉你我在大营等你，然后我再悄悄的到这里来，应该算是惊喜的一种吧。恒恒这头发摸起来像只毛茸茸的小宠物，如果能一直这么温顺乖巧也是不错的。我又不是小狗，你干嘛老是摸我的头？那别的地方给摸吗？拿去。你呀，恢复的不错，骨头应该都接上了，过几天拆了石膏，你便可以试着做恢复，每天走动几次。好，等我的腿好了，带你出去转转。真的？是不是我说去哪里就去哪里？左右天下就这么大。我要不要告诉玄天明，其实天下很大，给你张中国地图看，就该知道大顺及周边4国只有这个地球的一块小小地方。唉，算了，不非所长即为要，我可不想被视为要。主子，钱夫想来了。啊？
前副将是京郊大营里我的助手，通常他不会离开大营，除非出了事。让他上车。是。将军，营里出事了。出了什么事？这位是基安县主。基安县主，您真的是基安县主吗？我是。太好了，有基安县主在，将士们可就有救了。有病人。末将有罪，请将军责罚。现在谈不上责罚，你先把事情说清楚。今早末将送将军出山，咱们都没在营里用饭，算是躲过一劫。可待末将再回大营时，却发现刚吃完饭的将士们全部都倒地不起，轻的满地打滚，重的已经昏死过去。一共有多少人中毒？做饭的人可控制住了？80%以上的人都中了毒，做饭的也中毒了。白泽，速度加快，我们得尽快赶到大营。是，驾！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前副将，你再把营中将士们中毒的细节详细与我讲述一番。末将回去的时候，只见地上倒了一片的人，好在那些没了知觉的人只是昏迷，并没有断气，但脸色发青，口吐白沫，手指也有些僵硬，也不知道能不能挺得到咱们回去。营里3名医官2个中毒，还有1个却束手无策，他说是鸩毒，无解。钱离一边说一边看向凤宇恒，发现在凤宇恒听到鸩毒2字时，竟也倒吸了一口凉气，他的心立时就凉了半截儿。这是一种鸟，我本以为这种鸟只存在于历史传说中，却没想到这个年代居然还有鸩鸟存在。呵呵，你可有办法？营里一共有多少人？全营将士总共3万，都是我从西北战场上带下来的，留了一部分在那边安扎，这3万就随我回京，便于京。对方的眼中读懂了同样的内容，救救他的兄弟。我尽力。营帐准备好了。县主还需要准备什么？叫那个没中毒的医官到帐里等我。是不是鸩毒还不能确定，但这毒性之大，却是世间罕有。我不能保证所有人都能救得活，只能说尽力。你先叫人去备水，然后再将没有中毒的将士组织起来，在我的营帐外面等着。属下遵命。人手不够，你们也得跟着帮忙。王妃放心，属下们定尽全力。好。手马斜阳天又转凉。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小人叩见县主。这都什么时候了，哪来这些个虚礼？我需要你的帮忙。小人从前跟着姚显姚太医出过诊，对他很是钦佩。
原来是姚家的老熟人，怪不得见到我会这般激动。可现在不是叙旧的时候。不知老先生何以肯定是震度，但这不是关键，关键是治法。我的确是有最快速有效的方法，但那种方法只有我一个人会，救不了这2万人。还有一种方法倒是可以先来应急，就是催吐。催吐，小人也想过这一方法，可一来催吐的汤药熬制起来太麻烦，二来咱们眼下也没有药材，最主要的是大部分将士都已经彻底昏迷，药是灌不进去的。药我有，不用熬，但我需要大约1盏茶的功夫来准备。至于那些彻底昏迷的，没事儿，用针，你先去外头叫人将能灌药的人和彻底昏迷的人分开，我随后就来。好。呵呵，我能帮上什么？你与我一起进帐，帮我分药。玄天明，有个事儿你得答应我。你说。一会儿不管你觉得我的行为有多奇怪，也什么都不要问，行吗？行，我知道。一定是要从袖子里拿出些奇怪的东西，你放心，我只看着不问。我的袖子，好吧，我的袖子真是神奇的袖子。你有本事再把它们塞回去我看看。药品不在退货范围内，答应过不问的。我没问，我只是发表下感慨。我们家媳妇儿有这本事，我高兴还来不及。下次你能不能给我掏出这么一堆银票出来？玄天明看似把话说得轻松，凤玉衡却知道，这不过是他刻意在调节压抑的气氛。做将军的手下将士就跟他的生命是一样的宝贵，眼下2/3的将士都倒下了，让他怎能不着急？好了，你来。像我这样把这些盒子都拆开，里面成版的药品集中到一起，还有这些小瓶子，把里头的药片倒出来，差不多10几片分成一堆，用纸包住，一会儿分给外头的将士，让他们散开来，给中毒的人灌下去。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昏迷的人至少有15000人，我要一个一个的去给他们打针，那得打到什么时候？如果现在去将那老大夫肌肉注射，来不来得及？给我找几个可靠的人吧，我一个人实在是忙不过来，我得把这种扎针的方法快速的教下去，让他们帮助我一起。不如就让黄泉、白泽和班佐来学，一来绝对可靠，二来他们机灵，学得也快些。行。怎样才能让他们快速的掌握肌肉注射的方法呢？有了。你拿的那是什么？屁股。玄天明觉得自己的人生都遭遇了挑战，他找的这是什么媳妇儿啊？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就是屁股啊，不过是假的，就是个模型而已。我得用它来教黄泉他们怎么给外头中毒的将士做肌肉注射。你是说给外头的人扎针是要往那个地方扎？没错，你不要那样封建好不好？你说什么？封建？意思就是说，思想可不能太有局限性。我是个大夫，我的职责就是要治病，不管男人还是女人，对我来说通通都没有区别。在我眼里，只有一种人，那就是病人。大夫看病是不分男女的，不管哪个部位、什么器官，我看的是病，不是人。的确，宫里有位千金圣手也是男的，妃嫔生孩子也没见机会过，老家伙都能接受的事，我凭什么接受不了？一想到这一层，玄天明便不再纠结了，只是看着他抓在手里的那只屁股，还是不由自主地别开眼去，知道他这媳妇儿不能以正常的眼光去看待，他一定要习惯再习惯。黄泉、白泽、搬走三人很快被叫了进来，凤羽恒快速传授肌肉注射的知识和方法。好在肌肉注射是护理知识，不属于临床医学的范畴。几人虽说是门外汉，但好在足够聪明，特别是当凤羽恒用一种另类的说法与他们讲授时，他们就更能接受了。你们就当这是一种新型的暗器，我来告诉你们怎么使用，学会了就出去害人吧。呵呵，这种要一人吃几片，我把拆完的先分下去用。一人2片。好。直到凤羽恒在反复的讲授和模具实践中，确定了三人已经可以胜任简单的肌肉注射之后，走吧，咱们开工。快出来，喂下去的药不对劲。不可能，